我爸为了把我变成富二代，竟在50岁的花季妙龄狠心将自己嫁入豪门。虽然他完美继承了我英俊的容貌，可毕竟已经50岁，难不成嫁给了80岁的老奶奶？没等我反应过来，便被老爸拉着来到新家。天海市最有名的富豪别墅区紫金城，眼前一栋栋的高端别墅，让我感觉空气中都弥漫着金钱的味道。看着父亲有些迷茫不确定的目光，我感觉很奇怪。你不会是第一次来吧？这地方我也是第一次过来。你小子别这么看着我，没过门之前，我怎么能随便去人家家里？矜持你懂不懂？听到这话，我嘴角不受控制的抽了一下。你以为你是大家闺秀吗？一个50岁老爷们还在这玩矜持。就在这时，一个妆容精致、衣着靓丽的中年美妇走了出来，年龄40多岁左右，但长得却十分漂亮。我微微一愣，这家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吗？看样子，老爸还真是把自己嫁给了一个老奶奶。这就是陈木吧？小伙子长得真不错。美妇人看了看老爸，随后看着我夸赞了一句，我赶紧打招呼，姐姐好。此话一出，叶阿姨先是一愣，随后脸上不受控制的笑了起来。这孩子真会说话，不过叫姐姐可就乱了辈分，就算不叫一声继母，那也得叫阿姨才对。下一秒我彻底愣住，面前这个美妇人是自己继母，有钱有颜，身材也好，怎么会想不开看上老爸呢？阿姨，我爸嫁的人是你。我略显惊讶的问道。当然了，怎么觉得我配不上你爸吗？我看了看叶阿姨，又看了看自己老爸，有些疑惑的问着，你看上他老了，还是看上他肾不好了？身份相差这么悬殊，怎么认识的？谁料叶阿姨却满眼深情的看向老爸，千言万语最终只浓缩成了一个字：缘分。老爸也含情脉脉的看着叶阿姨，脸上更是出现了不符合他年龄的邪魅一笑，随后缓缓开口道：妙不可言。看到如此辣眼睛的一幕，我差点没忍住直接吐了出来。干什么拍偶像剧吗？还尼玛的是夕阳红版的，你一个倒插门的，还把自己当霸道总裁了。两人这拉丝的眼神让我顿时浑身起满鸡皮疙瘩，只能在一旁轻咳一声，提醒一下深情对望的两人。叶阿姨对此只是微微一笑，随后带着爷俩进入了别墅。我以前只是在电视里面见到过，如今身处其中，发现似乎有些不太一样。这么大的别墅，居然一个保姆都没有，难道就他一个人？突然我发现不远处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看起来20多岁，颜值9分，身材9分，身上具备着和她年龄不相符的强大气场。在看到对方的第一眼，我脑海之中就出现了2个字：御姐，而且还是一个冰山美人，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啊！就知道这豪门生活不好过。我心中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陈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叫叶诗雨，今年25岁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去度蜜月，你们2个在家一定要相亲相爱哦。2个人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此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刚认识就要开启同居的生活，好尴尬的局面啊！一回头我不由得又是一愣，刚才还面无表情的叶诗雨，此时居然一只手托着下巴歪着头，还一脸微笑的看着自己，这是在表演川剧变脸吗？叶诗雨缓缓起身向着我走来，心中暗道：陈木，好久不见，这一次老娘一定要把你拿下。其实叶诗雨重生了，重生在和我相遇的这一天。在上一世，他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弟弟十分反感，甚至在他看来，我的老爸利用了他母亲的恋爱脑，目的只是为了他们叶家的财产，所以叶诗雨对我没有过好脸色，甚至处处使绊子冷言嘲讽。而上一世我看在父亲和叶阿姨的面子上，多次帮助他走出困境，然而叶诗雨的一系列骚操作却将我推得越来越远。但当真的离开之后，他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爱上我。可2人之间的姐弟关系，以及他心中那可笑的自尊和骄傲，让他选择了逃避。当他再一次听到我消息的时候，我已经以修仙者的身份站在了世界的巅峰。他本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不曾想一场意外竟然回到了出于我的这一天。重来一次，他决定先下手为强，把我睡了，不留下任何的遗憾。而此时的我却看着走向自己的叶诗雨，心中疑惑不已。这段时间我经历的离奇事情太多了。大学毕业后，我打算出去游玩几天，无意之中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空间之中，还在里面获得了修仙传承，并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元婴期，这才获得离开的资格。但当我出来后，发现外界居然只是过去了7天而已。回到天海，先是父亲嫁入豪门，紧接着又多了一个美女姐姐。陈木是吧？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先带你熟悉下家里的环境。叶诗雨的热情让我反而有些不太适应，事出反常必有妖，必须得小心防备。这娘们看着可不像是个好人啊！尤其是当叶诗雨将手挽住自己胳膊的那一刻，感受到胳膊处传来的柔软，更是让我身体一僵。太热情了，绝对有诈！我先去换件衣服。说着，叶诗雨先走进了衣帽间，扭捏了半天，最终选了一件清凉的睡衣。站在镜子前，她仔细地端详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材，完美。这身材就算是和尚都得还俗，我就不信你不动心。叶诗雨满意的微微一笑，随后扭动腰肢，再一次来到了我的面前。当看到叶诗雨出现的那一刻，我也是不由得眼前一亮。她到底要干什么？第一面冷若冰山，第二面热情似火，现在直接玩起诱惑来了。如果不是她前后反差这么大，热情的过于诡异，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多半是把持不住。可现在我的心里除了疑惑就是警惕。而叶诗雨看到我眼神中那一抹光，不由得心头一喜。小样，这还不迷死你？你有病吧？大中午穿成这样，你还真不见外。我的一句话直接让叶诗雨的微笑僵在了脸上，就连前进的步伐都是为之一顿。不气不生气，我要微笑优雅。深吸了一口气，叶诗雨微笑着走到我的身边。一家人那么见外干嘛？你说对不对？拜托，我是你老弟，不是你老公，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还有，你能不能别贴得这么紧？就在我说
说话的时候，叶诗雨已经完全贴在了我的胳膊上，甚至能感觉到对方温热的呼吸。我此时有些无奈，难道他都不知道什么叫方寸感吗？最讨厌没有方寸感的姐姐，太折磨人了。我忙向着旁边撤了一步，拉开一点距离。那个我住在哪？叶诗雨微微一笑，拉着我来到了她的房间门口。这不是你的房间吗？姐姐的百万床垫，又大又圆又软，要不要试一试呢？姐姐胆小不敢一个人住。听到这话，我一脸的无奈，不敢一个人住？难道你之前都有人陪睡不成？自己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祸害？我可不想前脚进房门，后脚进牢门，谁知道这祸害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们家做的是正经生意吗？听到我居然怀疑他的工作职业，叶诗雨彻底忍不了了，给老娘滚！1楼客房随便挑一个，我却微微点了点头，这才符合你最开始的人物形象。说罢，我直接转身离开了2楼。看着我的背影，叶诗雨眉头紧皱，这小子原来好这口。另一边，我来到客房，简单的整理了一下，便躺在了床上。离开那神秘空间之后，我原本打算回来之后搞点钱，好让老爸过上好日子。虽然如今有了元婴境的修为，但我不敢放松，能够获得传承，就说明之前已经有修仙者存在了。只可惜地球的灵气过于稀薄，想要继续修炼难如登天。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老爸傍上了富婆，我不用过于担心。不过这种豪门生活，谁知道能维持多久？自己手上掌握一些财富，才是真的安稳。可就当我仔细思考时，一通电话却打了进来。王伟，他小子怎么打得这么勤？看到来电显示的人，陈木眉头微皱，未接的来电提醒里面就有好几个他的来电。接起电话，对面就传来了王伟的笑声。哈哈，你小子终于舍得接电话了。不是我说你至于吗？不就是一个订婚宴吗？都是高中同学，你不来就算了，还谁的电话都不接。你别说自己，还对卢玲玲有想法呀？都这么多年了。听到王伟的调侃，陈木无奈地摇了摇头，明明自己是电话关机，怎么就是不接电话了？至于卢玲玲，是陈木高中时期的女朋友，不过高中毕业就分手了。就在大学毕业的前1个星期，卢玲玲联系了陈木，邀请他参加自己和刘凯的订婚仪式，而时间就是在5天之前。一个是前女友，刘凯更是陈木曾经高中的死对头，这样的修罗场，陈木怎么可能会去？结果出去旅游就获得了奇遇，更是处于一个失联状态。不少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陈木是故意躲着，甚至猜陈木心里面还放不下卢玲玲。毕业了打算出去旅游，遇到点事，手机一直关机。你快拉倒吧，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你还能天天都关机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手机关机那可是寸步难行。行了，我都懂，不就是那点事吗？哎呀，都是老爷们，有啥放不下的？对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有别的事跟你说。刘凯和卢玲玲的订婚仪式来了不少同学，大家近期也都没有离开天海的打算，我这不就自告奋勇的打算组织一下，大家出来聚聚。你回天海没有？聚。说实话，陈木并不是很想参与到这样的场合之中。大学4年，还有联系的高中同学并不多，虽然说不上变成陌生人，但真的已经不熟悉了。就算真的要聚，无非是找几个当年关系好的单独聚一下。见陈木不说话，王伟连忙再次开口：你小子不会是不敢面对卢玲玲和刘凯吧？我说你太怂了吧，人家都不当回事，还邀请你，你自己何必呢？王伟这一句话让陈木只能答应了下来，要不然可真的就变成了念念不忘，不敢面对了。行，什么时候？在哪？哈哈，答应就行，我来安排。时间和地点定了，我 V 你。好。挂断电话之后，陈木简单的回复了几个信息，便将手机放在了一旁。陈木坐在床上，刚刚修炼了一会，便听到了敲门声。看了一眼时间，刚过去1个多小时的时间。唉，灵气太稀薄了，1个多小时所吸收的灵气还不如水滴大小。无奈的摇了摇头，陈木起身打开了房门，看到换了一身常规家居服的叶诗雨，陈木这才松了一口气。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大小伙，一直处于刺激的状态，谁受得了？有事？陈木问道。给你买了点东西，马上就要到了。买了点东西？陈木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太久，10多分钟之后，他就明白了到底是多点的东西。这就是你说的一点。陈木看了看进进出出送货的工作人员，对于这有钱人的购物方式有了新的认知。别动，你们2个过来，给他量一下尺寸。叶诗雨招呼了2个人过来给陈木量尺寸，随后解释道：你现在是叶家人，衣着打扮自然也要注重一点，西装、休闲装还是运动装，都必须配得上你的身份才可以。定制西装需要点时间，先穿这些应付一下吧。这还有3块手表，你看看喜不喜欢？3块手表，陈木看了一眼，1块百达翡丽，1块江诗丹顿，还有1块是豪爵。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3块手表的款式每1块都价值100万，不知道选哪个？行，那3个都留下来吧。
见陈木不说话，叶诗雨很干脆的将3块手表都留了下来。你们有钱人都是这么买东西的？陈木略显惊讶的问道。不然呢？一个电话的事情，难不成我还挨个店跑一趟？累不累啊？还有，你现在也是有钱人，你要习惯这一切。这张卡里面有1亿，你先拿着用。看着叶诗雨手上的银行卡，陈木陷入了沉思。这就是拥有一个豪门姐姐的快乐吗？大方的有点过分了吧？你们家到底有多少钱？第4，我是你老弟，不是你老公。陈木只知道父亲嫁入了豪门，但这个豪门究竟有多好，他并不了解。虽然他是天海人，但这种级别的存在，他根本就接触不到。叶诗雨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向着其他人看了过去。这些东西都留下，你们可以离开了。好的，叶总，那我们就不打扰了。等到其他人都离开了之后，叶诗雨拉着陈木走到一旁的沙发坐了下来。盛天集团，你听说过吗？没有。没有？你是不是天海人？盛天集团你都不知道？你觉得我这种家庭的人应该知道吗？陈木以前的家庭条件并不好，陈父1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千块钱，而陈木更不会去了解天海是哪个集团多厉害，有多少钱，毕竟这跟他无关。普通人的世界很简单，上学就是学习，高中毕业就离开了天海，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怎么活下去，而不是别人怎么生活。好吧，圈子不同，你不知道也很正常。盛天集团是我母亲30年前创建的，当年以房地产起家，目前主要经营的就是酒店和餐饮，旗下还有一家娱乐传媒公司，目前的身价是200亿左右。200亿左右，这妥妥的真豪门啊！越是了解，陈木越是感觉诡异，自己老爸到底是踩了什么样的狗屎，能够嫁入到这种家庭之中？30年前创建，那叶阿姨的年龄50多了，不过是保养的好一点。原来如此，还有什么想问的？见陈木又开始沉默，叶诗雨随后笑着问了一句，因为他知道陈木心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我比较好奇，叶阿姨怎么会看上我爸？还有，你家里人居然还同意了，这是陈木一直想不明白的。跟你简单说一下我家的情况吧。我妈这个人，商业上雷厉风行，很有手段，唯独有一个缺点，恋爱脑。所以，她要是喜欢上了一个人，就算这个人是乞丐，她都不在乎。至于家里人，我们家除了我妈，就只剩下我了，没有其他人。我从小就不知道外公外婆是谁，我妈说他们早就死了，当初给她留了一笔遗产，这才有了她当年创业的启动资金，好像有几千万美刀。30年多前，遗产几千万美刀，难怪能够用30年的时间发展出盛天集团这样的100亿企业。不过，叶诗雨说了母亲，说了外公外婆，但一直没提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奶奶。陈木不知道应不应该问的时候，叶诗雨率先回答了出来，这让陈木感觉叶诗雨似乎总能够发现自己想要问什么。虽然刚认识第1天，但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恋爱脑是先天的，我妈现在是，当年更是，所以找了我爸那么一个男人。结果我爸是个渣男，我5岁的时候就被我妈发现他出轨了，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2岁的私生子。最后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忘了。至于爷爷奶奶，我从小到现在都没见过。不过说到这里，叶诗雨停顿了一下，原本是没有见过，但很快就会见到了。上一世陈木来到叶家之后，没过多久，这些人就找上了门，美其名曰是为了叶诗雨，为了帮他守住家业。当初的叶诗雨对父亲那家人没有感情，对陈木更没有，为了故意恶心陈木，便答应了对方合作。没想到最后恶心的却是自己。怎么不说了？见叶诗雨停了下来，陈木好奇地问了一句，没什么，臭弟弟，姐姐送你的这些礼物喜欢吗？叶诗雨笑着问道。只要不是傻子，没有人不喜欢。陈木也诚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这样，说着，叶诗雨的上半身又向着陈木贴了上去。要不要感谢一下姐姐啊？臭弟弟，来亲一个。又来。此时叶诗雨向着陈木又靠近了一些，现在的2人都已经快要脸贴脸了。如此近的距离，陈木甚至可以看清楚叶诗雨脸上的每一个毛孔。不得不说，叶诗雨的皮肤很好，也很香，就是为人太轻浮了一点。陈木身体向后一仰，和叶诗雨拉开了一点距离。拜托，我再说一次，我现在最多算是你老弟，不是你老公。你觉得咱们之间的关系，没事亲一口，这合适吗？陈木是独生子，可就算真的有一个姐姐，都20多岁了，没事亲一口
这也太别扭了。起码以陈木的生长环境和个人习惯来说，这一口还真的亲不下去。又没让你亲嘴，亲一下脸怎么了？姐姐可是为了你豪掷一亿，亲一下你都不愿意，你到底亲不亲？行，你不亲我是吧？没问题。那为了感谢我，让姐姐亲你一下。喂，你跑什么？怂货！叶诗雨刚要亲过去，谁曾想陈木居然起身就跑，直接亲了一个空。还修仙者，就这亲一下都不敢，太怂了。在咱们两个人还没混熟之前，还是尽量保持一点距离。陈木无奈地说道。听到这话，叶诗雨眼睛一亮，兴奋地说道：那混熟了，是不是可以随便亲了？拜托，你脑子里面能不能别总想着这事？行吧，那姐姐我呀，就上楼去处理一下工作。臭弟弟，不要太想我哦。叶诗雨对着陈木眨了眨眼，随后想着楼上走去。等一下，怎么了臭弟弟？想通了，让姐姐亲了。陈木此时看着叶诗雨的目光已经从无奈变成了麻木，自己难不成还具有唐僧属性？至于这么惦记吗？你没告诉我银行卡密码。陈木无奈地说道。哦，原来是这个。叶诗雨郁闷地嘟起了嘴，随后将银行卡的密码告诉了陈木。这笔钱就算是我从你这借的，以后加倍奉还，随便还不还都可以。你也是这个家的人，你有支配这些钱的权利。那我出去一趟。等等，怎么了？陈木疑惑地看了叶诗雨一眼。难道在豪门出去一趟还得走什么流程？你打算走着出去啊？你觉得这地方会有出租车趴活吗？走，跟我去车库。有道理。陈木并没有拒绝，直接和叶诗雨来到了车库。看着里面一辆辆豪车，陈木也是眼睛一亮。没有男人不喜欢车，尤其是豪车。这辆布加迪怎么样？适合你？太高调了。那兰博基尼呢？有什么区别吗？那最便宜的就是这款保时捷了，这是保时捷911最新款，还是顶配，价格应该在200多万左右。这居然是最便宜的。行吧，那就这款。不过我驾照虽然有，但没怎么开过车。没事，撞废了也不要紧，咱家有钱。好。陈木也没有假客套，接过钥匙直接上了车。听着保时捷引擎发动的声音，陈木也感觉十分的享受。曾几何时，他也幻想过单手开跑车的画面，今天终于实现了。拜拜。陈木对着叶诗雨摆了摆手，随后脚踩油门，享受着速度带来的快感。砰！一声巨响传来，叶诗雨苦笑着点了点头。看得出来，确实没怎么开过车。陈木对于眼前的情况也是一脸尴尬，没出车库就撞了，太社死了。嗨，大意了。下车之后，陈木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没事，换一辆吧。第5，长生堂，这回确定没问题了。应该没有问题了。换了一辆法拉利，陈木又仔仔细细地回忆了一遍曾经开车的经历。以他如今的掌控力和记忆力，只要不是自己大意，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看着陈木顺顺利利地将车开出了车库，叶诗雨终于松了一口气。啧，不愧是修仙者，车都撞这样了，人却一点事都没有。叶诗雨笑着摇了摇头，随后打电话给 4S 店，让他们过来处理一下。陈木开着车直接来到了长生堂。在龙国，最大的药材供应商就是长生堂，分店开到了全国各地，天海市自然也有，而且规模还不小。陈木买药材有2个目的，一来是看看有没有蕴含着灵气的药材，二来就是为了炼丹。炼丹不仅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炼丹熟练度，也可以换取更多的财富。如果顺带着能够提升修为，那就更好不过了。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陈木进入长生堂之后，便开始四处查看。一名工作人员见此，便走了过来。你们长生堂的环境倒是挺复古的，就是不知道这药材是不是也一样？听到这话，工作人员眉头一皱，一时之间也不清楚对方是来买东西的，还是来闹事的。在龙国，我们长生堂的招牌还是靠得住的。我们这不仅药材的种类齐全，而且保证绝对没有假货，毕竟是老字号，没必要干这砸招牌的事情。工作人员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神之中满是骄傲，而长生堂的员工有骄傲的资本。然而陈木的摇头却让工作人员心头一沉，难道真是来闹事的？敢来长生堂闹事？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里的应该都是一些市面上的普通药材吧？我想要的不是这种，你们长生堂有没有高级一点的？
钱不是问题，重点是货。听陈木这么说，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看不上这些普通药材。那麻烦您稍等一下，这事我得去通知一下我们经理。好。经理出来看到陈木的时候，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很陌生的面孔，不过样貌和气质一看就不简单。你好，我是天海市长生堂的经理，请跟我这边来。陈木点了点头，跟着经理一路走到了后门的位置。长生堂分为外堂和内堂，外堂主要负责的就是销售和批发那些普通的药材，而真正的行货都在内堂之中。我们内堂的药材最低都是10年年份的，不管谁种类还是年份，都不是那些普通药材可以比的。而且我们内堂的这些药材虽然很多也是种植，但都是放在大山之中自然养殖，相比较野生药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纯野生的也有，不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经理一边走一边介绍着内堂的药材。有笔和纸吗？我将需要的药材写下来。好的，请稍等。经理一挥手，示意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张 A4 纸，还有一根笔。陈木将自己所需要的药材全部都写了下来，后面还标注着不同药材需要的年份和数量。经理看到陈木递过来的 A4 纸，不由得暗道一声专业。只不过经理有些不太明白，这些药材应该不是出自一个药方才对，里面很多药材是相克的，要是一同熬制，那就不是救人，而是杀人了。这上面很多药材，恐怕不是内行的人听都没有听过。不过我们长生堂还是有这些药材的，您稍等，我这就让人将您需要的药材准备出来。陈木点了点头之后，便放出了自己的感知。这些药材是炼丹需要的，他现在要看看这里是否还有蕴含灵力的药材。经理，你们这应该还有更珍贵一点的药材吧？能拿出来我看看吗？释放出自己的感知之后，陈木察觉到在这内堂之中存在着一丝丝的灵力波动，虽然很细微，但还是被他察觉到了。这灵力比他中午修炼那1个多小时多能够吸收的要多。东西确实有，不过这个价格先拿来我看看吧。价格不是问题。好，碰到这种大客户，经理自然也十分的高兴，这可都是业绩啊。这是一株年份100年的龙胆草，还有这一株是年份150年左右的玄参，还有这个同样是年份150年左右的八仙草。经理拿出来的这3种都混含了一丝丝的灵力，但十分的稀少，但聊胜于无。可这3样都不符合陈木刚才察觉到的那一种药材。多少钱？全部吗？对，这3样加起来的话，价格恐怕需要500万。500万？好家伙，这玩意还真是够贵的。炼丹这玩意还真是一个烧钱的职业，我都要了。不过你们这应该还有一样更贵重的药材吧？听到这话，经理也是心头一震，这小子是有备而来。可他是怎么知道的？毕竟这东西可是昨天晚上刚运送到天海的。怎么不卖？见经理沉默，陈木也是眉头一皱，难不成还搞出来一个什么镇店之宝？非卖品？卖？就是很好奇，你怎么知道的？这东西昨天晚上才运到天海。经理疑惑地问道。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对于你们来说，我会不会买才是重要的吧？哈哈，这倒也是，是我想的太复杂了。经理笑了笑，随后将这内堂之中最珍贵的药材取了出来。这是一株年份达到了500年左右的血参，就算是我们长生堂这种年份的药材也并不是很多，所以这个价格嘛，要1500万。您确定要买吗？经理问道。陈木本来以为1亿是很大的一笔钱，事实也确实很多，可现在看来，这点钱还真的是不够用啊。一株500年年份的血参，居然都卖1500万。那如果是更极品的药材呢？包起来吧，我都要了。算一下多少钱？刷卡。好，请稍等。刷卡。多么美妙的2个字！长生堂经理此时脸上的笑容都显得格外的真挚亲切。这是客人吗？这是衣食父母，这是爹啊！陈木又检查了一下先前购买的那些炼丹药材，见没有问题之后，便付款转身离开。经理正打算送陈木离开，却发现不远处有人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又有客人过来了。我这……没事，不用送了。陈木明白对方的意思，也并没有在意。那您慢走，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陈木接过名片，转身离开。而此时迎面走过来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美女。看到对方，陈木似乎明白了什么叫做童颜巨乳。原来现实之中真的存在这样的极品，只不过那美女丝毫没有留意到陈木，
而是直接奔着经理走了过去。这不是江大小姐吗？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了？经理热情地询问道。徐经理，我听说你们长生堂昨天晚上到了一株血参，我要了。血参？怎么了？见徐经理的表情有些尴尬，江可可好看的眉头一皱。江大小姐，你来晚了，这血参已经卖出去了。什么？卖了？卖给谁了？就刚刚出去的那个年轻人。刚刚出去的那个人。第六，我真不是神医。江可可这才想起来，刚才好像确实有一个人走了出去。喂，你等等！江可可没有停留，直接追了出去。见陈木停了下来，江可可也是心头一喜。正所谓乐极生悲，江可可因为心急，导致自己左脚绊右脚，身体直接向着陈木所在的位置扑了过去。陈木一回头，就看到江可可向着自己扑了过来，不由得心头一震，眼看着江可可马上就要扑到自己身上。陈木眼疾脚快，一个左撤步，成功的躲过了对方的袭击。哼，想要持凶伤人吗？做梦，休想辱我清白！与此同时，江可可的身体结结实实的趴在了地上，甚至陈木清清楚楚的看到，对方趴倒在地上之后，上半身居然弹起了一下。好家伙，这绝对是真材实料，这弹性自带减震效果，简直无敌了。江可可此时大脑也是一片空白，心中的气愤甚至超越了身体的疼痛。他居然没有扶住自己，难不成自己是豺狼猛兽？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怎么不扶我一把？江可可站起来之后，不顾身体的疼痛，一脸委屈的看向陈木。就因为是男人才不能扶你？这什么意思啊？男女授受不亲啊？我特，自己刚刚听到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大哥，你是生活在哪个朝代？这时候，江可可才仔细的打量起陈木。不得不说，陈木的颜值和气质确实十分的出众。江可可见了也是不由得眼睛一亮，但她很清楚，现在不是欣赏帅哥的时候。刚才你不服我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不过，你买的血参我有急用，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双倍，让给我怎么样？江可可神情略显焦急地说道。双倍？不卖。陈木直接摇头拒绝。开玩笑，好不容易买到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卖？3000万虽然不少，可刚才徐经理都说了，这种级别的药材，长生堂也不多。那你说，你怎么样才肯卖？我为什么要卖？此话一出，江可可也愣住了。对哦，他为什么要卖呢？能够买得起这500年年份血参的人，应该也不缺钱才对。可是，那你买这东西做什么？我真的有急用，救命用，能不能让给我？江可可的语气带着一丝恳求之意。救命用？你要用500年年份的血参救命？对啊，对啊。江可可连忙点头，随后说道：我爷爷病重，真的很需要这种珍贵的药材，求求你了，只要你肯让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陈木看了江可可一眼，随后摇了摇头，没等江可可再开口，率先说道：你是想要救人还是害人？你爷爷如果真的是病重，那身体会十分的虚弱，你这个时候给他买500年年份的血参治病，你是怕他死得不够快吗？500年年份的血参，药效何其子强，就是身体健全的人都不能够草率服用，何况是个年纪大的病人啊？真的吗？可是我听说这种珍贵的药材对病人很有用啊。江可可的目光之中透露着清澈的愚蠢。陈木也是没想到，这小丫头仅仅是道听途说就跑过来买，也不知道是钱太多还是人太傻。那是药3分毒，你听说过吗？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叫对症下药，并不是药材的年份高就可以包治百病，你懂吗？有孝心是好事，可千万不能好心办坏事。陈木的话让江可可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些，就是听说长生堂到了一株500年年份的血参，想着这么珍贵的药材或许可以对爷爷有用，一方面是关心则乱，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太傻太天真，原来没有用，那我爷爷真的就没救了吗？江可可低着头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有没有救医生说了算，你在这垂头丧气也于事无补。陈木看着江可可摇了摇头，这孩子挺有孝心，就是脑子有点傻。等等，你先别走。见陈木要走，江可可连忙拉住了他。你买的这些都是药材对吧？那你一定是懂医术对不对？我特，买药材的就一定要懂医术？这都什么脑回路？那买牛奶的还得能挤奶不成？我不懂医术，一窍不懂，完全不懂。不可能，
那你买这么多药材干嘛？吃，我喜欢凉拌不行吗？凉拌？江可可一脸震惊地看着陈木，惊讶地说道：药材还可以凉拌的吗？好吃吗？他信了，这丫头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陈木盯着江可可的眼睛仔细一看，依然是透露着清澈的愚蠢。她是真的傻，好吃，而且我每顿都吃，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我还有事，别拦着我了。哈哈哈！你果然会医术，而且你还是神医对不对？江可可突然的大笑，让陈木也是一脸懵逼。凉拌个药材，老子就成了神医了。陈木真想把这丫头的脑袋抛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的，怎么会如此奇特？而此时，江可可还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看着陈木，仿佛在说：我已经把你看穿了，你别想骗过我，我看你比你爷爷病得更严重，抓紧去看。对了，记得去看精神科。陈木刚迈出去一步，江可可连忙跑过去挡在了他的面前。你别想骗我，如果你不懂医术，怎么可能会凉拌药材？你一定对药材的药性还有味道都了如指掌。况且我看过小说，你这样的很有可能是掌握了超强医术的神医。咱们今天的相遇，也许就是命中注定，你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爷爷的。江可可说的信誓旦旦，不管陈木信不信，反正他自己是信了。陈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爷爷的，但他一定是上天派来搞笑的。人傻也要有个限度好吗？我真不是神医，我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乖，赶紧回家吧，小孩子以后不要自己出门，外面是很危险的。不，我不走，你也不准走。江可可见陈木又要走，连忙一把抓住了陈木的手腕，死死地拉着陈木，不让他离开。神医哥哥，求求你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医者仁心不是吗？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江可可看着陈木，泪眼朦胧，下一刻泪水就要划过眼眶，喷涌而出。陈木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丫头不仅傻，还一根筋。我真不会看病。不，你就会，一定会。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不讲道理，你跑了怎么办？陈木看着江可可，十分的头疼。这是出门没看黄历啊，先撞车，后又遇见这么一个难缠的小丫头。就在陈木没想清楚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厉喝：混蛋，放开可可的手！第7，卧龙凤雏之姿。唐鹤年和江可可算得上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玩伴，所以唐鹤年对于江家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在得知了血参这个消息的时候，便有了和江可可同样的心思。没想到刚来到长生堂，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从唐鹤年的这个视角来看，眼中的画面是陈木抓着江可可，而江可可泪眼朦胧。唐鹤年本能的反应就是江可可被人欺负了，可可别怕，我来帮你。唐鹤年连忙跑到了江可可的旁边，一脸愤怒地看着陈木：混蛋，你还不放手？你瞎，你特么看看，到底是谁抓着谁不放？陈木没好气地瞪了唐鹤年一眼，今天出门绝对特么的没看黄历，真晦气。唐鹤年也被陈木骂得一愣，低头一看，好家伙，还真是江可可抓着面前这个男人不放。可可，你干嘛？发生什么事情了？唐鹤年疑惑地问道。他是神医，我在请求他帮我救爷爷。啊，他是神医，那是得抓住了。卧槽，什么鬼？你也不质疑一下吗？他说是，你就特么信了？果然，卧龙所在之地，岂可无凤雏？我说了，我不是。可可，他怎么说自己不是？你不懂，这种人都喜欢低调，扮猪吃老虎。忘了咱们看过的小说了？哦，对对对，那看来还真的是个高人啊。听到两人的对话，陈木想死的心都有了。这特么哪来的2个精神病？神医哥哥，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神医哥哥，求求你救救可可的爷爷吧！救救爷爷吧！救救可可的爷爷吧！一口一个救救爷爷吧！让陈木怀疑，这2个货不会是葫芦娃转世吧？还有，你特么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叫我神医哥哥，你听听这合适吗？停，别念经了。你们2个喜欢看小说对吧？那你的人设就不对，你不应该站出来嘲讽我，质疑我，反驳我吗？你得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挠我跟她多接触啊！面对神经病，陈木也只能够循序善诱。啊，心爱的女人？谁？唐鹤年一脸懵逼地问道。这一句话给陈木也特么问愣了。
自己似乎有点跟不上神经病的脑回路。哇，可可，他不会说的是你吧？我的天，你居然是我心爱的女人！唐鹤年一副见鬼的模样。呸，我才不是呢！等等，不是吧？不是吧？唐鹤年，你不会是暗恋我吧？江可可一脸嫌弃地看着唐鹤年。呸，你想得美，我心中的女神，那可是高冷的、霸气的、成熟稳重的。你哪高冷，哪霸气，哪里成熟稳重？唐鹤年同样是一脸的嫌弃。那就好，那就好，真是吓死我了！你可不能喜欢我，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你。彼此。陈木在一旁听的，整个人都快怀疑人生了。这完全就是两个小孩啊，两个人加起都不超过6岁，太弱智了。陈木正要开口，突然发现这两个人的目光再一次集中到了自己身上。打住，别念经了。见两人要说话，陈木连忙开口阻止。再听下去，脑子都要炸了。两位小朋友，我真的还有事，你们赶紧回家吧。陈木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两人。好啊好啊，神医答应跟我们回家了。江可可一脸兴奋地说道。老子什么时候答应你了？你有病，你也有病，你们两个都有病。对啊，所以神医哥哥，我们需要你救命啊，绝对不让你白忙一场。给钱？笑话，给钱给多少？陈木好奇地问道。只要你能够治好我爷爷的病，你就是我们江家的恩人。我以后的零花钱都给你，怎么样？零花钱？开什么玩笑？你零花钱能有多少？没空，我知道，我的零花钱是不多，一年也就几千万。可是我还年轻啊，我今年才20岁，以后每年的都给你，你看可以吗？零花钱不多，一年也就几千万，真他妈人比人气死人。一口价2亿，你要是同意，我就跟你回去。好，同意。完了，要少了。陈木虽然不精通医术，但好歹懂得炼丹之道，对药材的了解恐怕比很多中医都要深厚，加上自己这一身修为，治病应该不难，正好还可以赚一笔。这1个亿太不抗花了。离开了长生堂之后，江可可寸步不离地跟着陈木。你不是坐车来的吗？你跟着我干嘛？实在不行，你坐你朋友的车也可以啊。陈木有些无奈，自己看起来像是那么不守信用，随时都会逃跑的人吗？江可可让自己家的司机开车先走了，而唐鹤年则是自己开车。我得给你带路啊，不然你找不到的。你告诉我位置，我导航不就可以了？我爷爷住的地方比较偏，不在市里。这好吧。陈木带着江可可步行前往自己停车的地方，而不远处有2个人，此时正一脸疑惑地看向陈木。你看那个人是不是陈木？有点像，但好像和以前又有点不一样了。是陈木，绝对是这小子。这小子可以啊，你看他旁边那个妹子，极品啊！我去，还真是个极品，直接把卢玲玲秒成渣呀！卢玲玲虽然说也很漂亮，但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卧槽，我看见了什么？法拉利！快录下来，这是个大瓜啊！不远处的2个人，正是陈木当初高中的同学。当看到陈木带着一个极品妹子上了一辆法拉利之后，两人的八卦之魂彻底觉醒了。两人连忙拿出来手机，对着法拉利一个拍照，一个录像。哎呀，没拍到陈木，太可惜了。没事，咱们2个看到就可以了。我要发到咱们班级群里。哈哈哈，这一下有好戏看了。两人相视一笑，随后将刚才拍到的照片和视频发到了班级群里面。法拉利，什么情况？@张强。我靠，这法拉利太帅了，不便宜吧？我刚才去查了一下，确实不便宜，400-500万呢。张强李明，你们2个什么情况？出来说一下。哈哈，你们猜我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别废话，快说。陈木带着一个极品妹子上了这辆法拉利。此话一出，班级群里面瞬间安静了一下。陈木，你说咱们高中同学陈木？没错，就是他。大哥，你他妈骗鬼呢？陈木家什么条件？别说法拉利了，就是一个法拉利的轮胎他都买不起啊。我说你们2个是不是眼花看错了？没看错，绝对没看错，就是陈木。卧槽，这小子发达了，不会是彩票中奖了吧？行了，到底是不是陈木？等过几天聚会问问他就知道了。要真是陈木，我他妈这比杀了我都难受啊！班级群里面，大家又开始胡侃了一会，便安静了下来。卢玲玲和刘凯2个人自然也看到了班级群里面的内容。你说真的会是陈木吗？
卢玲玲皱着眉头问道：“陈木，怎么可能？这几年我还是留意过他的消息的。穷逼一个，他开得起这款法拉利，他算个什么东西？怎么着？知道陈木可能开得起法拉利，心里面长草了？”刘凯一脸不善地看向卢玲玲：“哎呀，你说什么呢？人家都是你的未婚妻了，我和陈木早就没有联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卢玲玲连忙撒娇地倒在了刘凯的怀里。看到卢玲玲这么说，刘凯满意的点了点头：“老子现在火气很大，你懂的。”哎呀，讨厌！卢玲玲娇嗔的看了刘凯一眼，随后慢慢低下了自己的头。第八，我就是来赚钱的而已。江家庄园，陈木开车来到此地的时候，时间已经4点多，将近5点了。不得不说，有钱人是真的会享受。这江家庄园所在的位置，依山傍水，占地面积极大，庄园之中随处可见都有巡逻的保镖，安保方面做的也很到位。你们江家这么多保镖，这是有多少仇人？陈木调侃了一句。对此，江可可却不以为意，说道：“我以前听爷爷说过，我们江家朋友多，敌人更多。至于是什么敌人，我不清楚，我都是偷听的。”听到这话，陈木眉头微微一皱。叶诗雨同样很有钱，但很明显，和这个江家似乎不是一个级别。到了，就这里，你把车随便停边上就可以了。陈木点了点头，随后将车停在了一旁。两人下车之后，一个年约60岁左右的老者走了过来：“大小姐，你今天怎么想起来看你爷爷来了？”老者看着江可可的目光满是宠溺。“林伯，我来看我爷爷，我今天可是带来了一个很厉害的神医哦。”江可可兴奋地说道。“神医？”林伯向着一旁的陈木看了过来，气质不凡，但很年轻。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林伯发现这小子深邃的眼睛仿佛是浩瀚星空一般，从陈木的眼神之中，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你是神医？”林伯盯着陈木笑着问道。林伯虽然在笑，可陈木看得出来，对方眼神之中带着审视和怀疑。看到这样的目光，陈木反而觉得总算是遇见一个正常人了。他说：“我是。”“那我可能就是吧。”陈木耸了耸肩，没承认，也不算是否认。如此模棱两可的回答，倒是让林伯有些意外。如果是骗子，一定会坚称自己是神医，甚至会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来。可陈木呢？无所谓，仿佛是与不是，对他都无所谓一样。看不懂，真的看不懂。林伯也算是阅人无数，可面前的陈木让他感觉到了一丝迷茫。“林伯，我爷爷呢？”江可可在一旁问道。“哦，老爷在和朋友下棋。”林伯深深地看了陈木一眼之后，便转头看向江可可，笑着回答了一句：“那快带我过去吧。”“好。”“喂，等等我呀！”就在这时，唐鹤年也追了过来。“唐少爷，你也过来了。”“林伯伯好，我来看看江爷爷。”“那就一起吧。”林伯带着陈木3人来到了江老爷子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个湖心亭。想不到在这庄园之中，还有这么一个人工湖，还真是会享受。湖心亭之中，2个老者相对坐，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棋盘。哎，看来这盘棋真的没救了。许久之后，江老爷子苦笑一声，像是在说这盘棋，同样也像是在说他自己。这棋难道真的没有破解之处了吗？另一个老者依然死死地盯着棋盘，神情凝重，眉头紧锁。算了，已经多活了这么多年，够了，就是要劳烦你，日后多照料一下我们江家了。江老爷子哈哈一笑，似乎已经释怀了。来人了！老者眉头一皱，抬眼向着陈木几人所在的位置看了过去。江老爷子顺着目光看去，不由得一笑：“是我孙女。还有唐家那个小儿子。咦，另一个是谁？”江老爷子疑惑地看向陈木，这个人很陌生，他绝对没有见过。“爷爷，我带神医来看你了。”见爷爷向着自己这边看了过来，江可可用力地挥舞着手臂。“神医？”听到这话，江老爷子和老者2人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爷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江可可这才想起来，自己从来没问过陈木名字。“陈木，爷爷，他叫陈木，是一个神医，很厉害，很厉害的那种，药材都能够凉拌着吃。”“厉不厉害？药材都能凉拌着吃，这是厉害吗？这不是虎吗？”江老爷子略显无奈地看了一旁老者一眼，自己家的这个孙女确实过于单纯天真了一些。“你这丫头，你的孝心爷爷知道了，可爷爷自己的身体情况我很了解，神医也没用。”江老爷子笑着说道。“不会的，爷爷，一定有用的。爷爷，
人都来了，你就让他看看嘛。江可可拉着江老爷子的胳膊撒娇道：“好了好了，别摇了，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住你折腾了。”江老爷子宠溺地看了江可可一眼，随后想着陈木看了过去：“你叫陈木吧？”神医。江老爷子目光锐利地看着陈木：“神医算不上，有点本事是真的。哈哈，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倒是真想看看你年纪轻轻的能有多大点本事。”一旁的老者大笑一声，看向陈木的目光充满了不屑。一个20出头的人能有什么本事？就算有，恐怕也只是皮毛而已，本事不大，治他的伤足够了。伤？此话一出，江老爷子和那老者都是心头一震。伤？不是病？难道他真的看出来了？什么伤？神医哥哥，我爷爷不是生病了吗？江可可在一旁疑惑地问道。老林，你先把可可和小唐带下去吧，我有话要和陈木说。是，老爷。江可可还想留在这里，可看到爷爷的目光之后，只能郁闷地跟着凌波离开。可可，江爷爷为什么让我们离开啊？江可可摇了摇头，他哪里猜得出来原因。等到江可可几人走远了之后，江老爷子这才缓缓开口：“你刚才说我的是伤？”江老爷子表情严肃地问道：“是重伤，不是重病。如果不是体内拥有一股能量支撑，你早就死了。”陈木并没有隐瞒，而是将自己感知到的情况全部都说了出来。看到江老爷子的时候，陈木就放出了自己的感知，查看了对方的身体。这老爷子的五脏六腑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如果不是体内拥有一个能量支撑，已经是个死人了。不过这股能量并不是灵力。陈木也很好奇，你怎么会对我的情况如此了解？你到底是谁？来我江家有何目的？江老爷子脸色一沉，警惕地看向陈木。目的，赚钱。第9，寡人有急。陈木并没有说谎，但显然他的这番说辞并不能够让江老爷子两人信服。一个对自己情况如此了解的人，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来，就算是真的，那他赚的是什么钱？年轻人，你的胆子真的不小，有些钱不是那么好赚的。我不是我孙女，我没有她那么天真。是谁派你来的？江老爷子冷声质问道。真是你孙女，本来我不想来，他说给钱2个亿，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过来看看。至于你的情况，一眼就看出来了，不用这么紧张。如果我有恶意，你们两个早死了。陈木一边说，一边走到一旁坐了下来。哈哈，江老头，你刚才听到他说的话了吗？这小子还真是口出狂言，好多年没遇见如此不将老夫放在眼里的人了。小子，说大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旁的老者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陈木脸色平静地看了对方一眼，随后手指轻轻一点，顷刻之间，一股无形的威压将整个湖心亭笼罩其中。江老爷子和老者此时都是浑身一震，想要向着陈木看去，却发现自己连眼皮都没有办法抬一下，心中更是充满了恐惧和震惊。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实力？所以，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陈木似笑非笑地看着老者。哦，不好意思，忘了你现在说不了话了。陈木微微一笑，随后收回了自己释放出来的威压。呼呼呼，威压消失之后，江老爷子两人连忙大口地喘着粗气。两人此时看向陈木的目光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面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年轻人，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要了他们两个的命。您究竟是何人？老者此时毕恭毕敬地看着陈木，大气都不敢喘。年轻人，对于这个回答，老者心中苦笑不已，可他并不敢继续追问。知道的太多，有些时候并不是什么好事。你有点实力，练过。陈木对这个老者倒是有点好奇，对方身上有点实力，但和修仙者不是一个路数，和前辈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这么多年了，也不过刚刚突破到化境而已。敢问前辈，可已经入了宗师之境？老者略显紧张地问道。化境？宗师？这听起来似乎是武者的实力等级。就算是吧，陈木可不想过早地将自己修仙者的身份暴露出来。武者的话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反正相比较修仙者，武者就普通的多了。然而陈木这简单的一句回答，让江老爷子两人不免倒吸了一口凉气。宗师，居然是宗师，20岁左右的宗师，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陈木未来必然会成为大宗师强者，甚至突破到传说之中的境界。刚才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
还请前辈不要见谅。武者之间，实力为王。就算陈木年龄小，但实力在，那便是前辈。不知者不罪。不过，我的事情，我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明白明白。前辈放心，如果不是前辈授意，我绝对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前辈的消息。没错，我们绝对不会泄露前辈的身份的。听到两人的回答，陈木满意的点了点头。你是被武者击伤的？你们江家是武者家族？陈木看着江老爷子问道。确实是被武者所伤，但我江家不算武者家族，江家的武者并不多，后辈更是从不习武。我更希望他们成为普通的有钱人，安安稳稳的度过一生。武者得世界，过于残忍。江老爷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心中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他在，还能够凭借着自己过去的人脉庇佑着江家。他不在了，那些仇人真的会放过自己的家人吗？可若是让后人继续习武，冤冤相报，又要绵延几代，还有安稳的日子吗？对于江家的事情，陈木并不关心。他来这里的目的，也不是听故事的。你的伤，我可以帮你治疗，就按照先前的价格来定。2亿，没问题吧？陈木问道。此话一出，江老爷子心头一震，陈木居然真的肯帮他治疗，请到一位宗师这种级别的强者，2亿，这简直是天大的优惠啊！这完全是有价无市的存在。前辈，您不会真的是过来赚钱的吧？老者在一旁惊讶地问道。不然呢？过来送温暖的？我只是没想到前辈如此实力，竟然说话不用这么支支吾吾的，就是缺钱。前辈豁达，晚辈不急。老者此时心中却有着另外的想法，在他看来，陈木的实力很强，应该是某一位不出世的超级强者亲传弟子，一直隐居深山修炼，刚刚下山不久，所以并没有什么钱。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可是和超级强者拉近关系的重要一步啊！江老爷子此时的想法同样如此，要是能够结交这样的强者，那江家还需要担心什么？谁还敢动江家分毫？这可是宗师，未来的大宗师啊！前辈，只要你能够治好我的伤，2亿，不，我给你5亿，从此以后，你就是我江家的恩人。你有任何吩咐，江家绝无二话。这江老爷子打的什么算盘？陈木看的是一清二楚，不过陈木并没有挑破，也没有拒绝。他以前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没有钱，更加没有人脉。反正对于陈木而言，这没有任何的损失。对方既然想巴结自己，何必拒绝人家呢？叫我陈木吧。前辈听起来怪别扭的。这好吧。见陈木和江老爷子两个人聊得不错，一旁的老者心急如焚。这可怎么办？平白无故的送钱，这太过于直白了。那个前辈，怎么？你也有伤？对啊，自己怎么就不能有伤了？对，前辈好眼力，我也有伤，我也出5亿。你什么伤？寡人有急。陈木知道对方的小心思，于是笑着调侃了一句：特别急。老者一咬牙，直接承认了下来。卧槽，这是个干大事的人，够狠。第10个小目标，这就治好了。只见陈木将手搭在了江老爷子的肩膀上，什么也没做，就那么静静的过了3分钟。等到陈木将手拿开的那一刻，江老爷子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脸上容光焕发，眼睛有神，呼吸有力，哪里还有一点点先前那强弩之末的感觉？魏明礼此时已经是目瞪口呆，这真的是宗师强者可以具备的实力吗？真的好了，好久没有感觉到身体如此的轻松了。陈木，真的太感谢你了，你就是我江家的恩人。江老爷子激动的脸色通红，看向陈木的目光之中，从先前的敬畏又多了感激。他原本已经认命，没想到居然还有柳暗花明的一天，举手之劳。况且我收费的，这伤势对于江老爷子来说很重，足以要命。但陈木可是元婴期的修仙者，这点小伤真的不值一提。陈木抬手阻止了想要继续感谢的江老爷子，随后向着魏明礼看了过去。你的急？突然陈木眉头一皱，这魏明礼的身体还真有点问题。怎么了？看到陈木的表情，魏明礼也是一愣，不会真的有急吧？这老江头还在这呢，这可太丢人了。有点意思，你最近跟人动过手？陈木笑着问道。前辈好眼力，确实和人动过手，不过那人不是我对手。魏明礼笑着说道。明着不是对手，暗地里
你可是吃了大亏，你中招了，中招了！魏明礼心中大骇。上一次交手之后，他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异样，可陈木说的话，他不得不信。难道自己的身体真的出现了问题？老魏，你上一次和谁交手？你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江老爷子惊讶地问道。大约1个月之前，我遇到了一个南疆的高手，当时我们2个人实力相当，都是内境巅峰。我和他大战了一场，那个人的鬼把戏不少，但拳脚功夫一般，大约过了100招左右，就把他打跑了。也是经此一战，没过几天，我就顺利突破到了化境。原本魏明礼还对这一战沾沾自喜，觉得是自己的一场造化，否则的话，他也不确定自己还要多久才能够突破到化境。南疆高手，难怪。陈木并没有多说废话，而是直接一掌拍在了魏明礼的后背上。噗！伴随着一口鲜血喷出，魏明礼和江老爷子2个人看到在这鲜血之中，有一条细小的线虫在蠕动。这是什么东西？江老爷子疑惑地问道。妈的，居然是黄金线！原来是他！魏明礼此时心头一震，表情更是充满了愤怒。黄金线？你的意思是？江老爷子也是表情大变。你们2个说的是谁？黄金线又是什么？陈木好奇地问道。这件事情还得从30年前说起。靠！一竿子直接知道了30年前，这得说到什么时候？长话短说，挑精髓讲。好，30年前，南疆出现了一个古神教，他们野心勃勃，想要控制武者协会，用的手段就是这名为黄金线的蛊虫。最后武者协会群起攻之，古神教覆灭，没了。果然够短，不过大概的情况陈木也能了解，可是他想不通，这古神教好端端的控制武者协会做什么？他们的目的呢？应该是不想要继续留在南疆那种地方吧。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外面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武者协会存在的时间更久，一个萝卜一个坑，早就被占了。古神教想要横插一手并不容易，所以他们就起了歪心思。如果不是他们太心急，过于小瞧了武者协会，当年还真容易着了他们的道。魏明礼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当年内战，武者协会的损失也不小，可怎么也没有想到，30年过去了，黄金线居然重现。这是否意味着古神教并没有被完全消灭？陈木，或许你并不是很清楚这黄金线的可怕之处。黄金线是当年古神教教主豢养的一种蛊虫，进入到人体之后并不会立刻发作，但随着黄金线的不断成长，它将会控制人的大脑。也就是说，中了黄金线的人会成为黄金线主人的傀儡。古神教要是徐徐图之，过个5年10年再发难，那对武者协会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如今黄金线重现，说明古神教要死灰复燃了。古神教死灰复燃，这可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魏明礼必须将这件事情汇报给武者协会，必须要小心防范。古神教对付武者协会，真的就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以他们的能力，就算不对付武者协会，恐怕也可以吧。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冒这个险？还有，你们确定当年真的灭掉了古神教，还是说这些年古神教就一直在徐徐图谋，而你们不知道？陈木的一番话让魏明礼2人都是冷汗直流。如果真的是一直在徐徐图谋，那武者协会之中，不敢想，魏明礼不敢想这种情况会造成的后果如何。前辈，我还有事情要去处理，不如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稍后我会让人把钱打到你的卡上。陈木点了点头，和魏明礼相互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又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告诉了对方。魏明礼离开了之后，江老爷子本打算好好的招待一下陈木，可陈木并没有继续留下来的意思，也只能够作罢。陈木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赚到了10个小目标，这钱来的会不会太容易了一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唾手可得。神医哥哥，我爷爷呢？我爷爷的情况怎么样了？看到陈木出现，江可可连忙询问。你爷爷已经没事了。没事了？江可可一脸惊喜地看向陈木，一旁的林博也是目瞪口呆。江可可不清楚，但他很了解江老爷子的身体情况。这才过去多久？真的没事了？太好了，我就知道神医哥哥是最厉害的。神医哥哥，这个钱我能不能分期还你？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江可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不用，你爷爷已经给过了。陈木摇了摇头，转身便准备离开。等等，大哥别走。大哥，我以后想跟你混。唐鹤年跑到陈木面前，一脸恳求地说道。跟我混？没兴趣，我没有带孩子的爱好。第11，主人，
您回来了。在陈木眼中，唐鹤年就是一个二货，收一个二货小弟，那还不得被烦死？大哥，求你了，我是真心的。大嫂，你快帮我跟大哥求求情啊！大嫂，神尼玛的大嫂！别说陈木愣住了，江可可也是一脸懵逼的表情。我没嫁给你哥，我咋成了你大嫂了？江可可反应过来之后，气愤地说道：“不是我哥，是我大哥。大嫂，你看，大哥是神医对不对？咱们前面的事情都猜中了对不对？按照惯有剧情套路来说，那你就是大哥的后宫没跑了呀。我是大哥的小弟，你是不是我大嫂？你们那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啊！天意，一切都是天意。”唐鹤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如同智障一样的脑回路，不断的刷新陈木的认知，真把小说当现实了。命中注定，命定的恋人，神医哥哥，原来我是你以后的老婆啊，好浪漫啊！神医不，陈木哥哥，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是你女朋友了？江可可一脸娇羞又兴奋地看着陈木，那一抹柔情似水，似乎想要将陈木淹没一样。此时的陈木满头的黑线，这特么都哪来的奇葩？有病！你们两个都有病！扔下一句话，陈木头也不回的直接开车离开。完了，大哥跑了，怎么办？男朋友跑了，都怪你，怪你才对！哼！江可可和唐鹤年两个人也是针锋相对，都怪对方气跑了陈木。林博此时在一旁也是一脸无奈的表情。唉，这可得怎么治啊？林博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脑残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够医治？大小姐，以后你还是少和唐少爷接触吧。林博小声的提醒道。啊？为什么？我怕你被传染。啊？唐鹤年有病？有病，很严重，离他远点。见林博说的如此认真，江可可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原来唐鹤年有这么严重的病，那我得让我男朋友帮他看看。年纪轻轻的，要是死了就不好了。本以为江可可听进去了自己的话，可接下来这一句让林博彻底的绝望了。没救了。陈木开车回到紫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将车停在了车库之后，直接坐着内部电梯进入到了1楼。叮！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陈木顿时感觉眼前一亮。主人，您回来了。叶诗雨穿着一身女仆装，就站在不远处。叶诗雨拥有着顶级的容貌和身材，任何服装在她身上都有着不同的韵味。女仆更能够挑起男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猝不及防之下，陈木的心也是狠狠地跳动了2下。极品，主人，请换鞋。叶诗雨拿着拖鞋走过来，放在陈木脚下，说着就要去帮陈木脱鞋。不用，我自己来就可以。陈木实在是搞不懂，这个女人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自己这次回到天海之后，碰见的人都有点不太正常？主人，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吗？我……打住！叶诗雨，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能不能正常一点？你很喜欢玩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吗？陈木无奈地说道。那你喜不喜欢？叶诗雨盯着陈木，妩媚的一笑。我不适应，不适应，那就是喜欢了。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今天下午你走了之后，我买了好多呢。买了好多？这就是你说的处理工作？还说你们叶家干的是正经生意？我喜欢第一次见你时，你那冷若冰霜、生人勿近的样子，能做到吗？陈木无奈地说道。可是见到你，我浑身发热，冷不起来啊。浑身发热？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叶诗雨，我是一个男人，血气方刚的男人，你懂不懂？咱们两个孤男寡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彼此都注意一些。况且，我们现在从法律层面来说，是姐弟关系，别玩火。陈木的提醒，对于叶诗雨就等同于放屁。玩火？叶诗雨巴不得陈木兽性爆发，他会在乎自己玩火吗？这么说，你对姐姐也是有感觉的，对不对？叶诗雨一步步的贴近陈木，彼此都能够清晰的闻到对方身上的味道，以及彼此的呼吸。两人四目相对，叶诗雨那充满了攻击性的目光，仿佛在时刻的提醒陈木：亲啊，你倒是快点亲啊！你要是再不亲，老娘就不客气了。叶诗雨越靠越近，陈木一个转身，直接将叶诗雨压在了墙上。叶诗雨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要壁咚我吗？来吧，宝贝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叶诗雨慢慢的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1秒、2秒、3秒，足足过去了3分钟。叶诗雨突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睁开眼睛一看，陈木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靠，这么好的机会，他居然跑了！他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叶诗雨从来没有想过，以自己的条件追求一个男人，居然会如此的坎坷。自己是颜值不够，还是身材不行？没道理啊！这个禽兽不如的狗男人，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叶诗雨看了看自己这一身女仆装，垂头丧气的向着2楼走去。再接再厉，我就不信老娘还睡不了你！实在不行，老娘就给你下药。下药？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想到这里，叶诗雨看向陈木房间所在的位置，诡异的一笑：“小样，你给我等着！”而此时的陈木在回到房间之后，便对房间布置了一个结界，先将床收入到那戒之中，随后从里面取出了炼丹炉和药材。没办法，房间就那么大，要是不将床收起来，炼丹炉有点摆不下。这内戒是陈木那个不知名师傅所留下来的，里面的空间很大，只不过被加了禁止，以陈木的实力，只能够解开第1层。第1层之中，除了炼丹炉之外，还有一把剑器。至于是什么级别的宝贝，陈木并不清楚，因为没有人给他讲解这些。他只知道，此剑名为逍遥剑。调整了一下心情，陈木着手准备开始炼丹。第12大哥出事了，一夜努力，陈木将购买的药材全部炼制成了丹药。虽然中途有过几次失败，但总体上成果还算是不错。10枚洗髓丹，5枚驻颜丹，12枚炼体丹。不错。对于这一次的炼丹效果，陈木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他炼丹的次数并不多，能够炼制出这么多丹药，已经算是天赋很高了。看了一眼时间，居然已经早上8点了。陈木简单的洗了一个澡，出来之后，正好看到叶诗雨准备出门。起来了，我要去公司一趟，中午会有人过来做饭。你今天出去吗？如果出去，我告诉他们中午不用做饭了。看到恢复了正常的叶诗雨，陈木也是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昨天他应该是心血来潮，想要捉弄自己。你不开车？我上班的时候都是司机接送，中午就不用做我的饭了。我如果饿了，自己会弄东西吃。好，那我先走了。叶诗雨离开之后，这偌大的别墅就剩下了陈木一个人。如今的陈木有实力有钱，就是没有事干。不过既然现在有了钱，有些事情倒是真的可以干一干。想到这里，陈木拿出手机拨通了大哥陈潇的电话。陈潇，陈木的堂哥，大伯家的儿子。虽然是堂哥，但两人的关系极好。陈潇比陈木大了6岁，从小陈木就喜欢跟在大哥陈潇的身边玩，而陈潇也是把陈木当成了亲弟弟一样，从小就对他十分的照顾。甚至于陈木上了大学之后，陈潇每个月都会给他打钱，就怕他在学校过得不好。而陈潇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其实也并不高，所以都已经28岁了，连个对象都找不到。怎么没人接？电话拨通了，但对方并没有接电话。陈木没多想，又将电话拨了过去。这一次没响几声，电话就已经被接通了。喂，大哥，你今天有空吗？陈木笑着问道。陈木啊，你找你大哥有事吗？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大伯的声音。大伯，我大哥呢？陈木疑惑地问道。在医院。在医院？大伯，怎么回事？我大哥怎么了？陈木脸色一变，连忙问道。唉，别提了，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让人给打了。你过来再说吧，在3院5楼。好，我马上就过去。挂断电话之后，陈木的表情异常冰冷。陈潇在陈木心里面的地位很重，甚至都超越了他父亲。毕竟他爸过去没正事的时候太多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住在大伯家，跟大哥一起。可现在居然有人敢动他大哥，陈木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半个小时之后，陈木开车已经来到了3院。陈木，你来了。看到陈木过来，大伯陈建华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陈木见大伯这憔悴的模样，不由得心头一沉。我来看看我大哥情况怎么样了。陈木一边说，一边向着病床上面的陈潇看了过去。唉，都快1个星期了，一直没有好转，伤得很重，左腿断了，肋骨骨折了6根，头部受到重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陈建华一边说，一边心疼地看着陈潇。这短短几天的时间，他整个人苍老了10岁，每天看着昏迷不醒的儿子，他的内心比谁都要煎熬。陈潇才28岁，他不想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大伯你放心，我大哥一定不会有事的。打人的是谁？抓到了吗？陈木问道。不知道，
报警了，但是什么消息都没有。陈建华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抓到，那真是太好了。大伯，要不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可以了。你放心，我大哥很快就会没事的。陈木安慰道。陈建华擦了擦眼泪，随后点了点头，倒也好，你在这我放心。兜里有钱吗？我给你留点钱，中午买饭。大伯不用了，我最近赚了点钱，够用。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晚上我再过来。陈建华离开之后，陈木直接来到了陈潇的床边，简单的检查了一下陈潇的伤势。陈木脸上的表情满是冰冷，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才会下这样的死手？陈潇的情况很糟糕，加上因为条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医治。陈木如果不过来，等待陈潇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死亡，另一个是植物人。紧紧握住陈潇的手，陈木开始慢慢的帮助他治疗身上的伤势。随着时间的流逝，陈潇的伤势也在慢慢的复原。10分钟之后，陈潇终于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当看到陈木的那一刻，陈潇的眼神也出现了意外之色。陈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陈潇有些惊讶地问道。大哥，你醒了，感觉怎么样？陈木笑着问道。我感觉有点渴，我这是在医院。陈潇昏迷了好几天，此时也说不上身体是一个什么感觉。看了一眼四周的环境，发现自己是在医院之中。陈木给陈潇倒了一杯水，随后表情严肃地问道：大哥，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谁打的你？听到陈木的话，陈潇的眼神同样发生了变化。我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陈木，帮我报警。大哥，从现在开始，就算有警察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报警简直太便宜了他们。看到陈木冰冷的目光，陈潇心头一震。陈木，你别乱来，你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别惹祸。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报警抓他们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向着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人多。陈潇可不想陈木出现任何的意外。陈木还年轻，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大哥，这一次就听我的吧，如果我不来，你觉得你真的会没事吗？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伤的有多重？算了，这些以后再说，我先去帮你办理出院手续。陈潇还想要说什么，陈木已经转身走出了病房。什么？出院？开什么玩笑？你们家属是想要他的命吗？第13，不靠谱的老陈。医生在得知了陈木要给陈潇办理出院手续的那一刻，对着陈木就是一顿训斥。身为陈潇的主治医生，他十分了解陈潇的情况。陈潇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很糟糕，出院就等同于要他去死。你确定是出院，不是转院？等会，我记得3号病房陈潇的家属是他父亲才对。你是谁？医生看着陈木询问道。我是他堂弟，我大伯回家休息了，那就等你大伯回来了之后再说这个事情。我并不建议病人出院，他还不到30岁，难道你们家属就这么放弃治疗了吗？这简直就是胡闹。这个出院手续没有直系亲属的签字，我不会给你办的。一方面，医生并不希望陈潇出院，另外一方面，随随便便签字之后，他也担心出了问题，最后家属来闹事。这种情况在医院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大哥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可以出院。身体恢复了？你知道他的身体情况吗？他随时都有恶化的可能。我今天早上刚查完房，这才过去多久？你告诉我他身体恢复了？对陈木的说辞，医生嗤之以鼻。这才查房刚过去还不到1个小时，陈潇的身体状况他清楚得很，就算真的有好转，最多是苏醒过来，可身上骨折的地方没有几个月养不好，而且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伤害，必须留院观察才行。不信，跟我过来。陈木也没想到办个出院手续居然都如此的费劲。医生不信，但既然家属都这么要求了，他也只能够跟着陈木来到了陈潇的病房。刚进入病房，正巧看到陈潇一瘸一拐的向着房门处走来。倒不是陈潇的伤势没好，而是左腿上面的石膏确实有些影响行走。你能走路了？不对，你醒了。医生看到这一幕，不由得也是瞪大了眼睛。怎么突然就醒了？而且看状态好像很清醒，还能够独立下床了，这简直是活见鬼了。我想去一趟厕所。啊，那你先去。医生此时的大脑明显已经不够用了。陈潇去上厕所的这个功夫，医生在病房之中来回踱步，怎么就醒了呢？早上查房的时候明明情况还很糟糕，而且刚才他走路除了有点别扭，好像他一点也不疼。不行，我要给他检查，全身检查，这太神奇了。看到有些魔怔的医生，
陈木在一旁出言提醒道：“我们只要办理出院手续就好，其他的事情就不劳烦医生你费心了。”啊，这不行，一定要检查，必须好好检查一下。抱歉，没有这个义务。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大哥的身体已经恢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忙，被浪费大家的时间。陈木坚持。陈潇回来之后，也听从陈木的安排，无奈之下，医生只能够开具了出院证明。陈木，你现在这力气不小啊，那石膏医院都得用工具才能卸下来，你一捏就捏碎了。办理好出院手续之后，陈木也帮陈潇将左腿上面的石膏卸了下来。只不过这操作让陈潇目瞪口呆，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堂弟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还好吧，咱们先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大伯那边，等他晚上来医院之前再告诉他就行。陈潇仔细地盯着陈木打量了几眼，总感觉陈木的变化很大，说不出来，但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上一次两个人见面还是陈木放寒假的时候，这才半年时间，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以前自己身后的跟屁虫看来是真的长大了。大哥，你干嘛去啊？打车呀？不用，我开车了。你开车了？你买车了？借的。哦，我就说你哪来的钱买车？对于陈木的经济情况，陈潇十分的了解。可当看到陈木借的车之后，陈潇不淡定了。这就是你借的车？你能借到布加迪？这一次陈木开出来的是布加迪，这直接让陈潇的大脑出现了短路。布加迪也是随便能借出来的？所以我爸结婚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陈木问道。啊，二叔结婚了？这我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的事情？陈潇一脸懵逼。听到这话，陈木无奈地摇了摇头，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这么大的事情，果然是谁都没说。陈木怀疑自己如果不是他亲儿子，自己正巧又毕业回家，老爸都没打算告诉他一声。边走边说吧。好，要不你来开。见陈潇看着布加迪的眼神都发着光，陈木将车钥匙扔给了陈潇。接过车钥匙，陈潇显得有些激动，可想了想之后，还是将钥匙还给了陈木。我刚出院，就算了吧，这么好的车，要是撞了可赔不起。没事，撞了再买，咱家有钱。此话一出，陈木也是一愣，怎么感觉这句话有点耳熟呢？最终陈潇还是没敢开车。随后陈木开着车，在陈潇的坚持下，回到了陈潇租的房子处。所以我二叔是入赘，嫁入了豪门，还是100亿豪门？这也太扯了吧！豪门看上二叔啥了？陈潇对此十分的不理解。好问题，我也想知道。也许是看脸吧。你也知道，咱家人长得都不差。对于这一点，陈潇并没有否认。陈家的人，不管是上一辈还是陈木这一辈，身高没有低于1.8米的，而且一个个的颜值都很出众。如果说有一个例外，可能就是三叔家的那个堂妹了。没道理啊，我长得也不差，这么多年了，对象都找不到一个，我还不如二叔。陈潇简直要怀疑人生了。大哥，先别说这些了，你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你的性格可不太像是能够得罪人的。对方这一次下手这么狠，直接奔着要你命去的，他们是什么人？陈木冷声问道。陈潇的性格老实本分，也不喜欢斤斤计较，所以陈木才想不通，他怎么会得罪人？其实我也并不清楚这些人是谁，但是我怀疑这件事情跟我半个多月前遇见的一件事情有关。当时第14带你去个没人的地方。陈潇平时下班之后都会选择出去兼职摆摊，也算是增加收入的一种方法。大概半个月之前，陈潇有一次收摊准备回家的时候，偶然碰见女同事被人欺负。这么狗血，你英雄救美，然后被人找麻烦。那你出事之后，这个女同事呢？我听大伯说，警察那边一点进展也没有。他什么都没说。陈木皱着眉头问道。也不算英雄救美，就是同事一场。帮他报警之后，过去警告了那些人一声，对方见我报警了，说了几句狠话就走了。我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找我麻烦。至于周元，他什么都不说，很正常，就是他把我约出去之后被打的。提起周元，陈潇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愤怒。自己明明是好心，周元不领情就算了，怎么还帮着那些人教训自己？所以周元一定知道是谁动手的，对吗？大哥，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就好了，你要不先回大伯家一趟，报个平安？陈木问道。陈木，要我说，这件事情还是报警吧。虽说
你现在也算是半只脚踏进了豪门，但惹是生非，容易让人家瞧不起咱们。我相信警方会给我一个公道的。陈潇不希望陈木因为自己的事情惹麻烦，况且有事找警察，这才是正常的流程。但对于陈潇的提议，陈木摇了摇头，没有多说废话。陈木直接转身离开，不给陈潇继续劝说的机会。大哥，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欺负我的亲人，谁也不行。陈潇看着陈木离开的背影，无奈的苦笑一声。他太了解陈木了，平时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可一旦有人触碰到了他的底线，他疯起来，比谁都可怕。陈潇16岁那一年，陈木只有10岁。陈潇带着陈木去打篮球的时候，陈潇和别人起了冲突，对方人多，把陈潇打了一顿。而当时只有10岁的陈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块板砖，过来就给对方的脑袋开了瓢。这一下吓得其他人都不敢动手。这一幕陈潇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的陈木眼神十分的可怕，甚至可以说他第一次从人类的眼神之中看到了杀气。而陈木开车直接来到了陈潇工作的地方。周元听说有人找，走出来看到陈木，不由得眼前一亮。帅哥，你找我有事吗？周元笑着问道。有时间吗？咱们找个地方聊聊。陈木笑着说道。这可是我在工作啊。这样啊，那就真的太可惜了。陈木一边说，一边摇晃着手中的车钥匙。周元虽然不懂车，但布加迪的车标他认识。看到陈木手中的车钥匙，周元的眼睛都在发着光。帅哥，你等我一下。周元连忙走到前台，让前台的工作人员帮自己请个假，随后一脸微笑的走到陈木身边。帅哥，咱们去哪啊？去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听到这话，周元脸色一红，心中又是紧张又是期待。看到周元的表现，陈木心中冷笑不已。看来大哥当初真的不应该帮忙。周元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好货色。坐上了布加迪之后，周元仿佛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前前后后看个不停。想不到我也有坐上布加迪的这一天。帅哥，咱们之前认识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上班？周元好奇地问道。不认识你也敢跟我上车，就不怕我对你怎么样？陈木笑着问道。我相信你不是什么坏人，你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对吧？我的直觉很准的，你找我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周元装作纯情少女一样，摆出一副可爱的表情。陈木也不挑破，而是笑着说道，可我要是想对你怎么样呢？哎呀，不，这不好啦，咱们才刚刚认识，我不是这样的人。周元故作矜持地说道。没事，很快就会熟悉的，走吧。陈木也不再废话，直接开车带着周元离开。这一路上，周元不断地问东问西，就是想要打听一下陈木的身份。陈木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开出了市区。看着四周越来越空旷，周元不由得也有些紧张了起来。帅哥，你这到底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啊？咱们已经出了市区了吧？周元略显紧张地问道。我喜欢没人的地方。放心，马上就要到了。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陌生，周元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他不会真的要对自己做什么吧？这可是白天啊，难道有钱人都喜欢这个调调吗？周元有些紧张，却又感觉很刺激，似乎血液都在沸腾。在布加迪里面坐，他可是从来都没有体验过。就这吧，这里不错。陈木将车停了下来，四周已经杳无人烟，而且还有不少树木。陈木也是没办法，布加迪的底盘太低了，现在这路没办法继续开下去。前面环境不错，走吧，过去走走。帅哥，我还没准备好，要不下次吧，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周元继续将矜持进行到底。这可是一条大鱼，但我是一个随便的人。怎么，真不陪我过去走走吗？陈木目光死死地盯着周元，眼神是不容拒绝的警告。看到陈木的目光，周元也慌了，于是连忙娇羞地说道，要不在车里吧，人家还没有试过在车里。哎呀，羞死人了。看到周元这做作的姿态，陈木感觉太恶心了。对比之下，叶诗雨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叶诗雨？陈木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随后走下车，自顾自地奔着前面的小树林走去。周元见此，也不敢继续装矜持，连忙下车跟了过去。进入到小树林之中，周元的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了起来。陈木不管是颜值，还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财力，都是周元无法拒绝的，甚至已经开始期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想到这里，周元脸色潮红，盯着陈木背影的目光也开始灼热了起来。突然，陈木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转头看向了周元，道：“这地方不错，很适合你。”听到这话，周元一脸娇羞又期待的向着陈木走近。“那你一定要好好的疼惜人家哦，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说罢，周元缓缓的闭上了双眼，等待着下一刻陈木的狂风暴雨。感受到陈木越走越近，周元的心也开始剧烈的跳动了起来。“你认识陈潇吧？”此话一出，周元不由得心头一震，猛地睁开双眼。你说什么？第15金凤凰夜总会，周元怎么也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会听到陈潇这2个字。此时的周元神色慌张，眼神闪躲。什么陈潇？好像听过这么一个人。对了，他是我公司的一个同事，不过我跟他并不熟悉。你认识他？周元不清楚面前这个男人和陈潇是什么关系，但他很清楚，现在的陈潇情况并不好，只要他咬死不认，他相信自己做过什么，没有人知道。我当然认识他，他叫陈潇，我叫陈木，他是我堂哥。你刚才说跟他不熟悉，难道他被人打成重伤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陈木冷笑一声，目光冰冷地盯着周元。堂哥？陈潇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有钱的堂弟？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居然清楚陈潇被打的事情跟自己有关。难道陈潇醒了？不对，如果陈潇醒了，他一定会报警才对。是在吓唬自己吗？不过瞬间，周元的脑海之中闪过了无数的念头。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带我来这里问这些事情，但我和陈潇真的不熟悉，他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但跟我没有关系。我想你可能是找错人了，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说罢，周元转身就要离开，陈木一个闪身，直接挡住了周元。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周元见陈木不让自己离开，心中既紧张又气愤。我堂哥醒了，你确定还要报警吗？此话一出，周元拿起手机的手也僵住了。醒了？陈潇醒了？这个消息让周元顿时慌了心神。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又没有让他帮我，是他自己上赶着的。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能够有什么办法？要不是陈潇，我哪有那么多麻烦事？他就是咎由自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是受害者好吗？周元一脸的委屈，仿佛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陈潇帮你，你可以不领情，就算是他多管闲事，但你别忘了，如果不是你把他约出去，他不会被打。说，打人的到底是什么人？听到陈木的话，周元也明白了对方约自己出来的目的。周元大脑快速运转，最后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报警吧，反正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是约了陈潇，可打人的不是我，就算到了警局，我也不怕。别以为陈潇醒了就可以吓唬我，你们愿意报警就报警，真是搞笑。我又没求着他帮忙，惹了麻烦，跟我有什么关系？自己没能耐，被打了也是活该。别以为你有2个钱就了不起。我……”周元的话还没有说完，陈木一把抓住了对方的脖子，直接将周元提了起来。周元死死地抓住陈木的双手，那窒息的感觉让他如坠冰窟，看向陈木的目光充满了惊恐。他完全想不到陈木居然这么狠。你觉得我把你叫到这里只是为了报警吗？不想死就给我老老实实的说清楚。说完之后，陈木随手一甩，将周元扔到了一旁的地上。周元痛苦地咳嗽了几声，身体的疼痛，心中的惊恐，让他整个人都在颤抖。你不要乱来，杀人是犯法的，你最好想清楚。陈木目光一凝，周元感觉一股寒气将自己包裹住了。天空艳阳高照，他却感觉置身于冰雪之中。是高贺，是他干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敢得罪他。你要找人报仇，就去找高贺。高贺？周元感觉自己最近很衰，非常衰。早知道当初要睡自己的是高贺，自己从了不就完了，哪里会搞出来后面这么多的事情？最可恨的就是陈潇，没有能力跑出来英雄救美干什么？害人害己，简直是该死。高贺是谁？陈木问道。我只知道他是金凤凰夜总会的老板，手下有不少小弟，我就知道这么多了。陈木不是自己的钻石王老五，周元自然也不会再笑脸相迎。此时的周元坐在地上，看着陈木的眼神充满了怨恨。有能耐去找那些人的麻烦，对付自己一个女孩子算什么本事？陈木懒得跟一个下头女多计较，没有继续理会对方，而是转身离开。见陈木要走，周元脸色一变，连忙喊道：“喂，你是不是个男人？你……”
话还没说完，周元突然脸色一变，因为陈木的身影已经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下一刻，布加迪引擎的轰鸣声出现在耳边。鬼！有鬼！有鬼啊！周元所在的位置距离布加迪起码得有40-50米，不过转眼之间，陈木就回到了车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对方根本就不是人，这不是人类可以拥有的速度。想到这里，周元顿时浑身颤抖，眼神之中充满了恐惧之色。回去的路上，陈木给陈潇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去警局撤案。当陈木来到金凤凰夜总会的时候，也不过才下午2点多钟。这个时间，夜总会并没有什么客人。见陈木出现，夜总会的工作人员也有些好奇。对不起先生，我们现在还不是营业的时间，高贺在不在？找老板。不好意思，我们高总不在。如果你想要找高总的话，请先给他打个电话。工作人员也不知道陈木和高贺之间是什么关系，只能笑脸相迎。不在，那就让他过来。陈木冷声说道。看到陈木的表情，工作人员哪里还看不出来，这明显是来闹事的呀。小子，你胆子不小啊，居然敢来我们金凤凰夜总会闹事。高总是你想见就见的？哥几个，这有个闹事的，把他扔出去。不远处，几个保安听到这话，凶神恶煞的向着陈木冲了过来。陈木冷笑一声，抬腿一脚，直接将面前的那个工作人员踢飞了出去。这一脚，陈木虽然控制了力道，但也足以让对方断了几根肋骨，昏死了过去。这小子有2下子，大家小心一点。妈的，掏家伙！更有一个人直接拿出对讲机，大声喊道：有人闹事，全都出来！然而3分钟之后，金凤凰夜总会哀嚎一片，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着一片。听到声音了吗？金凤凰夜总会，给你半个小时。陈木用保安的手机给高贺打了一个电话，听着电话那边传来的哀嚎声，高贺也是脸色阴沉。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在自己的夜总会闹事。小子，够胆就别跑，第16那就一个也别走了。半个小时之后，高贺带着人急匆匆地赶到了金凤凰夜总会。刚一进来，就看到1楼大厅地面上躺着的都是自己的人。妈的，一群废物！人呢？高贺脸色阴沉，目光扫视了一圈之后，并没有发现陌生人的身影。下一刻，陈木的身影在2楼出现。看到陈木，高贺眼神之中除了愤怒还有疑惑。小子，让你的人出来，别躲躲藏藏的。高贺冷声说道。只有我一个人，不用这么害怕。一个人？就他一个人，将这20多个保安全都干躺下了。高贺十分了解，自己手底下这群保安，那可都是打架的一把好手，有几个更是能够1挑3、1挑5的存在。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那恐怕这一次是碰到硬茬子了。我好像不认识你，你平白无故跑到我这里闹事，就真的没把我高贺放在眼里吗？你到底是谁？高贺冷声问道。我也不认识你。什么？陈木这一句话让高贺差点喷出来一口82年老血。你特么的不认识我？你过来打我的人，砸我的场子，你有病吧？你还记得陈潇吗？陈木冷声问道。陈潇？老子哪知道谁特么是陈潇？你们认识吗？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没听说过。高贺没听过这个名字，他带来的这群小弟同样一脸懵逼。高贺越想越气，妈的，不会是找错人了吧？如果是这样，那自己也太冤了吧。差不多5-6天之前被你派人打进医院的那个，有印象了吗？5-6天之前，高贺仔细的想了想，还是没有什么印象。妈的，老子打的人多了，我哪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大哥，我好想有点印象。这时候，高贺身后的一个小弟小声的提醒了一句：你知道？高贺眉头一皱，随后小弟小声的将自己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么一说，高贺才想起来，半个月之前自己看上了一个妞，没想到被人捣乱扫了兴致。虽然最后还是睡到了这个女人，但心里很是不爽，于是就让那女人把人约了出来，让小弟教训了一顿。至于后面的事情，高贺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这种事情他经常做，没想到这一次惹到了麻烦。可他记得那女人说过，那小子不就是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吗？现在想起来了，当天打人的那几个人是谁？陈木冷声问道。小子，你有点本事，但别忘了，你只有一个人。想要让我把人交出来，那我高贺以后还怎么在天海混？我打你一个人，你打了我20多个，我不跟你计较，这件事情扯平，怎么样？陈木的来历和身份，高贺并不清楚，
但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实力，高贺并不想和对方闹得太僵，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不要得寸进尺。扯平，你不教人，那就别怪我自己动手了。陈木冷声说道。小子，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别以为有点本事就可以无法无天，能打又怎么样？出来混，靠的是实力，是背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高贺目光冰冷地看着陈木，既然不教人，那今天就都留下来吧。妈的，小子，是你自己找死！上，把这小子给我废了！高贺冷哼一声，大手一挥，身后数十名小弟直接向着2楼的陈木冲了过去。你们很喜欢打断别人的手脚吗？那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这个滋味。以陈木的能力，完全可以在无声无息之间将这里的人全部干掉，但那样实在是太无趣了，更是便宜了这些假货。陈木挥舞着手中的拳头，每一拳打出去都仿佛是一辆速度100迈的汽车撞击的力道。砰，咔嚓，砰，咔嚓，每打出一拳，咔嚓声便会在这夜总会之中响起，伴随着的便是对方凄惨的吼叫。高贺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冷汗直流，猜到了陈木可能有点拳脚功夫，可没想到居然会如此变态。这还是人吗？这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杀人机器。自己手下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得住对方的一拳之力。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一个的倒地不起，哀嚎不断，高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行，不能够继续留在这里，否则的话，下一个断手断脚的恐怕就是自己了。高贺也不废话，直接转身就跑。这里是夜总会，但对于高贺来说更是修罗地狱，他是1秒钟都不想要在这里多待。可高贺刚一转身，却发现陈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你！高贺一脸震惊，猛地回头一看，发现原本还在2楼楼梯口的陈木消失不见，自己的那些小弟也全都倒地不起了。糟了，你是武者，你是武者对不对？你难道不知道武者不能够随意对普通人出手的吗？你就不怕受到武者协会的制裁吗？高贺心中惊恐，但依然强装镇定，希望能够用武者协会的名头震慑住陈木。陈木也没有想到，这个高贺居然会知道武者协会，知道武者，也知道武者协会。你也算是有点本事，可你真的以为武者协会就能够救你吗？敢动我家人，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陈木一步一步地逼近高贺，对方吓得连连后退，颤抖的双腿仿佛随时都要瘫软摔倒。突然，高贺从身后掏出来一把手枪，手枪在手，高贺的心情似乎轻松了不少，人也有了一丝底气。武者又怎么样？时代已经变了，你武功再高，还快得过子弹吗？我告诉你，我的手枪是上膛的，10项点就给我让开，不然我要你的命！高贺冷声喝道。面对高贺的威胁，陈木丝毫没有放在眼中，依然一步步地向他逼近。高贺一边后退，一边威胁，心中更是慌乱不已。疯子，这就是一个疯子，难道他不怕死的吗？你再过来，我真的开枪了！妈的，老子毙了你！见陈木不为所动，高贺直接用力扣动扳机。可下一秒，高贺震惊地发现，自己已经使出了全部的力气，竟然无法扣动扳机。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不等高贺说完，陈木直接一把抓住高贺的手腕，用力一抖，只听咔嚓一声，高贺的手臂寸寸断裂。傻逼，你特么没开保险！第17，我会让你生不如死！陈木一个没有真正碰过枪的人，都很清楚地发现，高贺的手枪虽然上膛了，但并没有开保险。高贺不知道是过于紧张，还是真的第一次用到手枪，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失误。此时的高贺由于剧烈的疼痛，整个人都已经晕了过去。陈木手指轻轻一点，一道灵气直接冲入到高贺的额头之中。下一刻，高贺便从昏迷之中清醒了过来。可随着大脑的清醒，手臂传来的疼痛让他忍不住痛呼出声：“我的胳膊！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高贺疼的浑身都已经被汗水浸湿，看向陈木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怨恨。很疼吗？你派人去殴打别人的时候，想过别人也会这么疼吗？陈木冷笑一声，一脸玩味地看着高贺：“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哦，是吗？陈木不屑地一笑，随后一脚踩在了对方的左腿上，用力一碾，直接将对方的腿骨碾成粉碎。啊！腿骨粉碎所带来的疼痛，一点也不比刚才手臂断裂来的少。高贺痛呼出声，脸上青筋暴起，目光死死地瞪着陈木，仿佛要生吞了他一样。
杀了我，有种你就杀了我！高贺此时是一心求死，这种非人的折磨，他是一点也不想要承受了。想死？你觉得死亡真的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我不会要你的命，但我要你生不如死。陈木并没有多说废话，直接将高贺的四肢打成粉碎性骨折，碎得不能再碎，完全没有任何医治的可能。此时高贺的四肢只是一团烂肉，看上去惨不忍睹。而高贺又一次疼晕了过去。还没结束，你怎么又晕过去了呢？你这身体不行啊！陈木再一次将高贺唤醒，而此时的高贺连说话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在高贺的眼中，陈木就是一只恶鬼，来自地狱的恶魔。求你，杀了我吧！高贺艰难地开口，用尽最后的力气，只希望陈木能够给他一个痛快。不，杀人可是犯法的，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怎么能杀人呢？不过，我听说你很喜欢睡姑娘是吧？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来，我帮你一把。此话一出，高贺已经明白了陈木想要干什么。可现在的他什么也做不了，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的瘫软在地上，就连想要大声呼喊救命都做不到。砰！啪！一道清脆的声响传入到耳朵之中，高贺遭遇了更为刺激的感受，那直冲灵魂的痛苦和羞辱，让高贺身体不停地抽动。没了，就连最后的快乐也没有了。生不如死，对于高贺而言，他真的已经生不如死了。这样的自己，还有活着的必要吗？希望你能够好好享受接下来的余生。再见。陈木的声音仿佛不是从耳朵进来，而是从灵魂深处传出来的一样。高贺听到这句话之后，彻底失去了意识。足足过了1个小时，才开始有人不断的苏醒了过来。看着四周的环境，众人都是面面相觑。刚才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我靠，好痛！妈的，我的胳膊好像骨折了，我的腿骨折了。高总呢？高总在那边。苏醒过来的人一个个瘸胳膊瘸腿的向着高贺走去。当看到高贺的情况之后，众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会被人打成了这个样子？报警！快报警！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啊！妈的，不许报警！报了警，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没错，不能报警。那现在怎么办？没办法了，只能通知强哥了。可是我们没有强哥的联系方式啊。高总有，用高总的手机。好，金凤凰夜总会这些人不敢报警，毕竟他们本身在警方那边就属于重点关注对象。要是报了警，抓不抓得住对方不知道，但他们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很多事情往往因为一点小小的线头，就会扯出来一个巨大的线团。强哥，原名刘志强。高贺在刘志强面前不过也就是一个小弟而已。刘志强本身就是野路子起家，虽然说近几年慢慢的在洗白，但狗改不了吃屎，暗地里面的买卖依然在做，为人心狠手辣。金凤凰夜总会明面上老板是高贺，其实背地里面真正的老板就是刘志强。刘志强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顿时火冒三丈，带着人急急忙忙的赶到了金凤凰夜总会。妈的，居然敢在老子的地盘上闹事！说对方是谁？妈的，高贺呢？这小子滚哪里去了？看到金凤凰夜总会的情况，刘志强眼中充满了愤怒。强哥，高总他怎么了？死了？刘志强冷声问道。没死，但也差不多了，被人断了5肢，粉碎性骨折。我们不敢送他去医院，怕医院报警，所以暂时先放在楼上的房间里面了。断了5肢，还是粉碎性骨折？再看看夜总会这些人，一个个都是瘸胳膊瘸腿。刘志强脸色冰冷的可怕。对方来了多少人？一个。你确定？对，就是一个年轻人。对方应该是个练家子，出手很快，我们连一拳都招架不住。一个人把这70、80号人全都干废了。刘志强此时的表情也变得凝重了起来。对方应该是个武者，没交过手，不知道实力如何，但如果是我，也能够轻松做到这一点。不过对方是一个年轻人，最多就是一个外境武者。这时候，刘志强身后的一个中年男子随口说道。听到这话，刘志强稍微松了一口气，毕竟他身边可是有2个外境巅峰级别的强者，2位如果对上这个小子，有把握吗？面对着2个外境巅峰强者，刘志强也不敢太放肆，虽然明面上他才是老大，是老板。哼，你这是在小瞧我们2人吗？不敢。刘志强笑着摇了摇头，随后问道：你们知道那小子是谁吗？这不知道叫什么，
不过对方好像提起过一个叫陈潇的人，他应该是为了那个陈潇过来的。找到陈潇，或许就会找到这个人。陈潇是吗？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是。强哥，第18真假千金。大哥，你说陈潇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啊？你还没把我当你亲弟弟。对了，二哥呢？三叔陈建军得知陈潇的事情之后，同样十分的愤怒。当时的情况告诉你也没有什么用。不过陈潇的情况好转的这么快，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至于你二哥结婚了，不知道死哪去了。陈建华每次提起自己的二弟陈建军，都是一脸不耐烦的表情。从小到大都没有正事，连结婚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谁都没有告诉。啥？结婚了？这二哥咋没提过呢？不用管他，死不了就行。对了，陈木把咱们都叫过来，到底什么事情？陈建军有些懵逼，刚刚接到大哥陈建华的电话，让自己一家人都过去找他，还挺急的。陈建军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带着老婆就赶了过来。结果到了之后，陈建华一家3口带着他们2个直接开车就走。不清楚，一会到了就知道了。原来陈木从金凤凰夜总会离开之后，就给大哥陈潇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带着一家人以及三叔一家人来找自己。陈木很清楚，高贺能够得知武者存在，那么他背后必定有更大的靠山。如果有靠山，地方肯定会找自己报复，那么陈潇他们的情况就会很危险。对方找不到自己，但会从这些人身上下手。陈木不会冒险去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从现在的生活圈子里面彻底的剥离，让人找都没有地方找。而紫禁城这个地方，目前来讲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这里的安保很不错，而且谁会想到陈潇他们会有能力居住在这里。第二，陈木住在这里，距离他们比较近，毕竟陈木不能随时随地的跟在他们身边。第三，陈木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有能力之后能够改变陈家所有人的现状。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陈木现在有能力，赶早不赶晚，完整早晚都要买。大哥，这是紫禁城吧？陈木怎么把咱们叫到这个地方来了？陈建军看到是紫禁城，心中也是充满了疑惑。天海人几乎都知道紫禁城，这可是金钱的象征。不知道，但陈潇听陈木说，老二这一次是把自己嫁进豪门了，好像是挺有钱的人家。嫁进豪门，这好像还真是二哥陈建国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你好，请问你们是陈木，陈先生的家里人吗？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走了过来。我们是，陈木先生在这边，你们跟我过来吧。陈潇等人一脸懵逼的被带入了售楼处。说是售楼处，可对于陈潇他们来说，这里面太豪华了，简直和会所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豪宅售楼处的规格吗？都过来了，那就直接办手续吧。陈木坐在 VIP 休息室之中，看到大伯他们出现之后，随后对着一旁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声：好的，麻烦陈建华、陈建军2位先生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证。陈建华兄弟2人此时都是一脸懵逼。办手续？什么手续？还要出示身份证？再加上身处的环境，买房还是紫禁城的别墅，这得多少钱？等等，不是一套吗？这是2套。当看到工作人员拿过来的购房合同之后，陈建华兄弟2人都是心头一震。本以为陈木买了一套别墅送给他们兄弟2人，没想到居然是一人一套。大伯、三叔，你们2个不用犹豫什么，跟着他把手续先办了吧。这2套别墅虽然不算很大，但好在都是精装修，可以直接入住，不算大。陈建华兄弟2人看了一眼这2套别墅的实际面积，一个是670平，一个是710平，这还不算大，那多少算大？陈木，这得多少钱？你花这么多钱，真的没问题吗？陈潇心中有些犯嘀咕。虽然说陈木现在半只脚踏入了豪门，可这毕竟不是自己的钱啊，如此大手大脚的，这多少有些不合适。大哥放心吧，没多少钱，而且是我自己的钱。对了，从今天开始，你们暂时就不要工作了，好好休息一下，顺便考虑一下，你们以后想做点什么。放心，我出钱。听到陈木的话，陈潇明显有些不信。陈木什么情况他还不清楚，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在他看来，陈木只是不想要让他们有负担才这么说的。对了，陈娇呢？他怎么没一起过来？他应该高考结束了吧？陈木看了一眼，三叔叫的堂妹陈娇并不在这里。虽然说陈木和陈娇之间的关系很一般，但毕竟是自己的堂妹，
而三婶在听到陈娇这2个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不太对劲。小木，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别提了，陈娇不是你三叔的亲生女儿。唉，你说这种糟心的事情，怎么让你三叔三婶给摊上了呢？大伯母在一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三婶更是一脸忧愁。不是亲生女儿，当年抱错孩子了？陈木惊讶地问道。呵呵，狗血吧，真假千金的事情发生在咱家了。真假千金？这么说来，陈娇的亲生父母还是个有钱人。卧槽，这也太狗血了吧！我说这陈娇怎么从小就不像咱们老陈家的人？原来她还真不是。三婶，那你的亲生女儿呢？不肯放弃有钱人家女儿的身份，不肯认你们吗？听到这话，三婶苦笑一声，说道：孩子确实报错了，但娇娇亲生父亲家里面那个，不是我和你三叔的女儿。我们的亲生女儿到底在哪？我们也不知道。虽然报警了，但还没查到什么线索，这问题就变得有些复杂了。当年报错的孩子并不只有2个，那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唉，不是我们发现的，是人家找上了门，对方怀疑陈娇是他们的孩子，带去做了 DNA 比对，结果还真是人家的孩子。都已经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他在亲生父母那边过得怎么样。毕竟是养了18年的女儿，就算不是亲生的，但感情还在。三婶心中还是比较担心想念陈娇的。然而从三婶的话之中，陈木听到了不一样的内容。不知道陈娇怎么样，说明陈娇回到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里面之后，一次都没有联系过三叔三婶，还真是一个白眼狼。18年都不如养一条狗。老三媳妇，你就别在这瞎担心了，毕竟是他的亲生父母，还能虐待他吗？要我说，这孩子走了也好，不然就他那骄纵蛮横的劲，以后有你们2个的罪受。你们2口子都是讲理的人，那陈娇怎么教都教不好，这就是根上有问题。大伯母从小就觉得陈娇这孩子本性不行，都是自家孩子。陈木跟所有人都亲，可陈娇跟所有人都不亲，就是想要对这孩子好，人家也不领情。久而久之，大伯母也就不怎么待见陈娇。还是我们没教好。三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18年的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算了，都不是咱们陈家的人了，还说他做什么？大伯他们的手续应该办得差不多了，咱们去看看房子吧。第19，你们也配出现在这里？陈建华和陈建军一家，怎么也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能够住得上别墅，更加想不到，还是紫禁城这里的别墅。前往别墅的路上，2家人还有些恍然若梦。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这地方确实不错，就是稍微有点偏，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好像有点不方便啊。三叔，这里的人哪有不开车出门的？况且家里面还有保姆。对了，要不要给你们找几个保姆？不然房子这么大，收拾卫生可不容易。找保姆？要不算了吧，这得花多少钱啊？就是，我们平时待着也没事，自己收拾就行。大伯母和三婶2个人都不太想要找保姆，舍不得花这个钱。可他们明显低估了别墅的面积，偶尔收拾一下还行，天天收拾这么大的别墅，那可够他们喝一壶的了。陈木，距离别墅还有多远啊？早知道我去把车开进来好了，应该快到了，就在前面不远了。陈木买的这2个别墅相隔不远，不过距离叶诗雨的别墅倒是有点远，走路或许需要10分钟左右。娇娇，建军，你看那边那个人，是不是娇娇？突然，三婶神色激动地看着远处。陈建军听到这话也连忙看了过去，好像真的是娇娇。他也住在这里。见到是陈娇，陈建军2口子都是心头一喜。陈娇走了好几天，他们一直都很想念陈娇，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娇娇，娇娇！三婶对着陈娇大声地呼喊了一声，冲着陈娇不停地挥手。陈娇听到这个熟悉又厌恶的称呼时，整个人都是一愣。确定真的是陈建军2口子之后，陈娇的脸色并不好看，厌恶、紧张、气愤，还有一丝敌意。该死，他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陈娇并不想要和过去的人再有任何的接触，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不堪回首的黑历史，更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曾经在这么贫穷的家庭生活了18年。现在的他可是千金大小姐，高高在上，他很享受这一切。他绝对不希望陈建军2口子出现，给他带来任何的麻烦。如果让亲生父母看到了，怀疑他对过去的家庭还有留念，只怕会影响他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关系。陈娇有些紧张的回头看了一眼，见并没有引起别墅里面父母的注意，
于是脸色不善的向着陈建军两口子跑了过去。见到陈娇跑过来，陈建军两口子心头一喜，在他们看来，陈娇急急忙忙的跑过去，那一定也是十分想念他们。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以后我跟你们没有关系了，你们不要找我。还把一家子都带过来了，怎么着？知道我现在亲生父母有钱，过来乞讨来了？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我爸要给你们一笔钱，感谢你们照顾了我18年，是你们自己不要，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陈娇的一番话，直接让陈建军两口子脸上的笑容凝固，就连陈木几人的表情也变得异常冰冷。娇娇，你……三婶一脸悲伤地看着陈娇，这就是自己养了18年的女儿，她怎么如此狠心？别叫我娇娇，我讨厌这个名字，一直都讨厌。告诉你，我现在叫孟青青，这是我亲生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最后警告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出现在我眼前。我和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懂不懂？也不看看你们什么家庭，我什么家庭？这紫禁城是你们这种人能来的地方吗？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骗过安保进来的。说到这里，现在应该说是孟青青脸上出现了担忧的神色。你们不会跟保安说是我的父母吧？我告诉你们，要是因为你们影响了我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饶不了你们。三婶此时已经泪流满面，这就是自己养了18年，疼了18年的女儿，现在居然这么对待自己。陈建军看向陈娇的目光也变得冰冷了起来，知道陈娇从小就骄纵蛮横，没想到现在会如此变本加厉。孟青青，你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我们出现在这里，就一定是找你的吗？你算个什么东西？陈木冷笑着说道。听到陈木的话，孟青青不屑的一笑，看向陈木等人的眼神满是鄙夷。我算什么东西？陈木，那你又算什么东西？你还以为自己是我堂哥呢？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紫禁城，是你们这群穷鬼可以来的地方吗？信不信，我只要跟我爸说一声，就能够让你们陈家人生不如死。识相点，就赶紧滚，别在这讨人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跑这来说大话，你配吗？你们陈家配吗？孟青青那让人作呕的嘴脸，激起了陈家所有人的愤怒。孟青青，告诉你，我们陈家在这紫禁城也买了房子，还是2套。我们今天是来买房子的，不是来找你的，不过是碰见看见了你而已。别给自己脸上贴金。陈建华脸色不善地看着孟青青，要不是身份不合适，他真想给孟青青一巴掌。买房子还2套？孟青青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脸上鄙夷神色更盛。毕竟在陈家生活了18年，陈家什么样，他太了解了。就算是他的亲生父亲，都不敢说在这里直接买2套房子。陈家开什么玩笑？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穷鬼。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知道这里的房子多少钱吗？最便宜的都要5000万。5000万懂吗？什么都不懂就敢说大话，把你们全家人绑在一起卖了都不止5000万，更别提是2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再不走，我就要叫保安了。孟青青已经懒得跟这些人多说废话了，这简直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叫保安？好啊，你叫吧。陈木冷笑着说道。见陈木一行人死猪不怕开水烫，孟青青也是气急。行，是你们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现在就叫保安。孟青青说完之后，看到陈木他们依然是平静地站在这里，心中更是气愤，还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穷鬼。紫禁城的保安可不是那些破小区的老大爷。青青，你在那边做什么？他们是谁？就在这时，孟青青的亲生父亲孟国凯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听到亲生父亲的声音，孟青青心头一震，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爸，没。孟青青刚开口，就看到孟国凯已经向着这边走了过来。走近之后，孟国凯也认出了陈建军两口子。原来是你们，怎么后悔了？想要钱了？真是可笑，当初给钱不要，现在反倒是跑过来了。早就知道你们这些穷人没脸没皮。说吧，想要多少钱？告诉你们，拿了钱以后不许出现在我女儿面前，不然别怪我孟国凯对你们不客气。第20你还能要点脸吗？有其父必有其女这一句话，在孟国凯父女2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难怪孟青青从小到大都是蛮不讲理，骄纵蛮横，果然是随了他亲爹的根。孟国凯面对陈木一行人，高高在上，仿佛是在对他们进行施舍一般。毕竟他从来就没有将陈家人放在眼里，当初要给钱，目的就是为了让孟青青和陈家彻底的断绝关系。
怕的就是以后陈家会时不时的过来他们孟家乞讨。当初还以为这些人有点骨气，现在看来，无非就是想要的更多罢了。爸，你出来的正好，我正打算叫保安呢。他们一群穷鬼，居然说自己在这里买了2套别墅，还说不是过来要钱的。爸，你说他们可笑不可笑？孟青青在一旁嘲讽道。听到孟青青的话，孟国凯也是一愣，原本只是瞧不起陈家人，现在更是深深的厌弃和鄙夷。你们陈家什么身份，也敢说跟自己住在一个别墅区？想发财想疯了吧？赶紧滚！真特么晦气！孟国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见陈木一行人不为所动，孟国凯眉头紧皱。恰巧这个时候，不远处有几名保安正在巡逻，孟国凯直接对着保安招了招手，将那些人叫了过来。您好，请问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吗？保安走过来之后，看着孟国凯问道。这几个人冒充咱们这里的业主，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赶紧把人带出去，别让他们骚扰我女儿。孟国凯冷声说道。冒充业主，还骚扰了业主的女儿，这话让这几名保安都是心头一震，这可是严重的失职啊，搞不好可是要被开除的。能够在紫禁城当保安，那工资可是让不少人羡慕，他们可不想丢掉这个工作。你们胆子还真是不小，这也是你们随便胡闹的地方吗？赶紧离开这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保安看着陈木一行人冷声说道。他说我们冒充业主，你们就信了？你们没长脑子？那你们是哪户的业主？18号别墅和21号别墅。18和21号别墅的业主。小子，下一次弄清楚再出来骗人。这2套别墅还没有卖出去，哪来的业主？行了，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赶紧走吧。保安说着就要上来赶人，一旁的孟国凯父女2人也是一脸冷笑。白痴，有没有业主？你都不先给售楼处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吗？不先调查就随便下判断，如果我是你老板，一定炒你鱿鱼。陈木冷声说道。我说你这人，等等，还是先给问问售楼处那边吧。问什么？你看他们这个样子，像是能够在这里买得起别墅的人吗？行了，问一下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行，你愿意打就打，要是被骂了，别说我没提醒你。其中一名保安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售楼处，听到18号、21号2个别墅确实刚刚卖掉之后，整个人都变得紧张了起来，心中更是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打了这个电话，要不然的话，他们真的不用干了。售楼处经理此时也是火冒三丈，一次性买了2套别墅，还是全款的人，那能是普通人物吗？可没想到刚买没多久，居然就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妈的，你们要是敢得罪了金主，就等着被炒鱿鱼吧。你们现在在哪？告诉我位置，我马上就到。售楼处经理得知了位置之后，连忙开车向着这边飞奔来。对不起先生，刚才的事情是我们的错，还请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真的十分抱歉。打电话的保安在挂断电话之后，直接对着陈木几人赔礼道歉。看到对方的反应，其他几名保安都是脸色一变，真的是业主？卧槽，这下糟糕了。尤其是刚才嘲讽陈木的那名保安，此时更是面如死灰，浑身颤抖。一旁的孟国凯父女2人面面相觑，他们完全想不到陈家人居然真的有能力在这里购买别墅。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就算是别墅被卖了，怎么确定就是他们？他们一定是冒充的业主。孟青青在一旁近乎疯狂一般的咆哮着。对，青青说的没错，别墅被卖不代表买主就是他们，你们不要被他们给骗了。孟国凯也不相信陈家这种穷人比自己还有实力。此时这些保安面对孟国凯父女2人也没有什么好脸色，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怎么可能会得罪业主？虽然都是业主，但孟国凯住的这35号别墅完全不如人家的，更何况人家还是一次性买了2套，经理马上就会过来，是不是被骗？马上就知道了。保安没好气的说道。妈的，你跟谁说话呢？你一个臭保安，还敢给我甩脸子？你特么想不想干了？孟国凯不管怎么说，都是身价10多亿的大老板，哪里能够容忍一个保安对自己甩脸子？保安也知道谁都不能得罪，于是也不答话。不过一根烟的功夫，售楼处总经理就已经开着车赶了过来。下车之后，完全没有理会孟国凯，而是直接向着陈木一行人走了过去。陈先生，真是抱歉，这些保安应该不知道你们就是业主，没有得罪你们吧？总经理连忙上前陪笑。总经理的一番话，对孟国凯父女2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般。他们居然真的在这里买了2套别墅，他们居然真的是这里的业主。这个人，我不想要再看见他。其他人就算了，
陈木指了指刚才出言嘲讽的那名保安，倒是没有去为难其他人。听到陈木的话，刚才出言嘲讽的那名保安瞬间冷汗直流。完了，而其他保安也是心有余悸，要不是他们其中有人还算是有理智，说不定他们今天谁都跑不了。好，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总经理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冷着脸看向那名保安，沉声说道：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我们紫禁城的保安了，一会我会让财务给你结算工资。滚吧。经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陈先生，我找到这么一个工作不容易，您就原谅我一回，求求您了。行了，谁他妈找工作容易？别在这废话了，赶紧滚！你们几个，把他给我带走。总经理不耐烦地说道。是，总经理。如今的场面已经完全超出了孟国凯父女两人的掌控，尤其是孟青青，她不敢相信，更不愿意相信，陈家怎么会这么有钱？那自己那18年算什么？凭什么自己走了之后，陈家就飞黄腾达了？这不公平！孟青青越想越觉得委屈，陈家的钱必须有她的一份才行。好啊，你们陈家原来这么有钱，你们居然让我吃了18年的苦，我不管，你们陈家一定要赔偿我这18年的损失，赔钱1分都不能少，1000不1亿，你们要赔偿我1亿，这是你们欠我的。第21，叶诗雨的两副面孔，孟青青的一番话，让陈木等人都是开了眼界。见过不要脸的，可如此理直气壮不要脸的，还真是不多见。1亿，你哪来的脸？娇娇，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养了你18年，没缺过你吃，没缺过你穿，我们更没奢求过你回报我们什么，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三婶此时也是被气得浑身颤抖，他甚至想不通，孟青青怎么会说出这番话？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我不可理喻，你们陈家明明这么有钱，居然让我过了18年的苦日子，这就是你们对我的好，你们就是欠我的，必须还，要是不还，我就去告你们，我告你们偷孩子，我告你们虐待。孟青青是打算胡搅蛮缠到底，反正他必须从陈家这边捞到好处，不然的话，自己这18年不是白吃亏了吗？孟国凯此时脸色阴晴不定，一方面不知道陈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当初在找回孟青青之后，孟国凯调查过陈家，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人家了，怎么会突然就有了这么多钱？有点钱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如果陈家真的有什么背景，他孟国凯可得罪不起。另一方面，孟国凯听到孟青青的话，也受到了一点启发。如果陈家真的只是有点钱的话，那孟青青刚才说的告他们，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如果真的可以，是不是能够从陈家捞到一笔好处？正是因为如此，孟国凯并没有阻止孟青青的发疯，而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就算最后真的闹崩了，那也是孟青青的问题，他可是一句话没说。陈建军指着孟青青的手都在颤抖，胸口不断起伏，半天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偷孩子，虐待，他到底有没有良心？自己的亲生女儿到现在还下落不明，那18年更是对陈娇百依百顺，哪怕家庭并不富裕，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如今就换来了这样的结果。白眼狼，孟青青，你他妈就是一头白眼狼！1亿，你他妈穷疯了！别忘了，你自己说过，跟我们陈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要告就去告，真以为我们怕你不成？陈建华脸色铁青地看着孟青青，手掌已经快要控制不住的去扇对方耳光了。怎么，你还想打我呀？来啊，你来打呀！我就站在这，你有种就过来打呀！孟青青死猪不怕开水烫，要是陈建华真的动手，反而对他有利，正愁没有证据呢。他巴不得陈建华对他拳打脚踢。陈建华他们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孟青青这样的泼皮无赖，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是气愤不已，却也没有上前动手。大，高跟鞋碰撞地面的声音传来。陈木先是一愣，扭头一看，发现叶诗雨竟然过来了。叶诗雨对着陈木甜甜的一笑，随后直接向着孟青青走了过去。啪！叶诗雨二话不说，直接给了孟青青一个巴掌。这一巴掌把在场除了陈木以外的所有人都看愣住了。孟青青捂着自己的脸，震惊又愤怒地看着叶诗雨。然而真正看到叶诗雨之后，孟青青顿时被对方的样貌吸引了目光。自惭形秽，看到叶诗雨，孟青青感觉到了一丝自卑。对方不仅仅容貌出众，身材高挑，身上的气质更是他做梦都想要拥有的。打你了，你又能怎么样？叶诗雨面若冰霜地看着孟青青，
眼神之中满是轻蔑之意。你是谁？你凭什么打我？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爸，他打我，你快帮我教训他呀！孟青青本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主，现在挨了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被孟青青这么一喊，孟国凯这才回过神来。我不管你是谁，打了我的女儿，你们就要付出代价。今天这件事情，我孟国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你们就……孟国凯还在放着狠话，一直在旁边看戏的总经理却是有些待不下去了。那个叶总，我还有事，就不在这打扰各位了。陈先生，我先走了。总经理的态度让孟国凯的话彻底说不下去了。紫金承受楼处的总经理面对这个女人如此毕恭毕敬，叶总？哪个叶总？突然孟国凯脸色大变，看向叶诗雨的目光充满了忌惮。你是盛天集团的叶总？孟国凯紧张的额头布满了冷汗。知道我是谁？这更好，省得浪费我的时间。叶诗雨冷笑一声，强大的气场让孟国凯忍不住浑身颤抖。孟国凯的身价不过只有10几亿，但叶诗雨不同，叶诗雨也是盛天集团的总裁，更是未来的董事长，人家可是100亿富豪，在天海市更是真正的上流人士。得罪了叶诗雨，对他没有一点好处。可他想不通，叶诗雨这样的人怎么会和陈家人认识？难道陈家真的有大背景？孟国凯越想越害怕，心中更是恨死了孟青青。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至于面对如此窘境吗？叶总，都是我的错，我真不知道你和他们陈家之间的关系。这样，孟国凯还没说完，就直接被叶诗雨抬手打断。什么都不用说了，给你1天时间，我以后不想要在这紫禁城看见你，再让我看见你，后果你清楚。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档次，居然敢跟我住在一个小区，你配吗？曾经孟国凯嘲讽陈木他们的话，如今被叶诗雨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但孟国凯不敢有半点的意见，因为他很清楚，得罪了叶诗雨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叶总您放心，我马上就搬，今天晚上连夜搬。爸，孟青青没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非但没有帮自己出头，反而认怂了。这别墅是咱们家买的，住得好好的，凭什么他一句话咱们就要搬家？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咱家也有钱啊。况且，啪！孟青青的话还没有说完，孟国凯上去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孟青青原本就疼痛的脸颊，遭遇了2次伤害之后，肿得更高了。孟青青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爹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打自己。陈木的3婶看到孟青青再次被打，下意识地上前了一步，不过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又默默退了回来。千言万语最终只能够化为一声叹息。孟国凯此时一脸怨恨地看着孟青青，怒声说道：你个丧门星，要不是你，我会得罪叶总吗？老子要怎么做？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嘴了？妈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接回来，给我滚回去，还不快滚！孟青青一脸怨恨地看了在场所有人一眼，随后哭着跑进了身后的别墅。对不起叶总，这孩子从小不在我身边，都被……孟国凯本想要说孟青青不在自己身边，都被教坏了，可一想到陈建军这一家都在这里，这话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滚！叶诗雨脸色一沉，不想要跟对方多说废话。是，我这就滚，这就滚！孟国凯离开之后，陈建华等人也是面面相觑。叶诗雨的气场让他们也感觉到了极大的压力，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气场。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叶诗雨表情一转，一脸害羞地看向众人，这前后变化让陈建华等人怀疑，这丫头不会有人格分裂症吧？刚才还是吃人的老虎，现在就变成邻家小妹妹了。对了，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叶诗雨，是陈木目前名义上的姐姐。第22，相亲相爱一家人，名义上的姐姐。陈建华等人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应该是陈木继母的女儿。知道陈建国嫁入了豪门，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豪门居然这么好。孟国凯在陈家人的眼中，那就是高不可攀的豪门，绝对的有钱人。可在叶诗雨面前，孟国凯连大气都不敢喘，这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加上刚才叶诗雨的强大气场，让陈建华等人都变得紧张了起来。毕竟在他们的心里面，陈木给他们买房子的钱可全都是叶家的。叶诗雨也没想到陈建华他们这些人居然会这么紧张，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大伯、大伯母还有大哥，那个是我三叔三婶。陈木介绍完之后，叶诗雨礼貌地挨个问好：大伯好，大伯母好，大哥好，三叔好，三婶好。你看，你们今天过来，陈木也没告诉我，这什么都没有准备，太怠慢了。这样，咱们先回家。一会叶诗雨还没说完就被陈木给打断了。我给大伯、三叔他们在这里买了房子，刚买的，正准备过去看看。陈木说完之后，陈建华等人都十分的紧张，生怕陈木乱花钱，让叶诗雨不高兴。啊，买房子了？几号别墅？那我给你的钱够吗？你不会是分期的吧？还差多少钱？我明天去补上。叶诗雨的反应出乎了陈建华等人的意料，不但没有任何的不高兴，反而有些兴奋。他在兴奋什么？我昨天赚了点钱，够用，还剩下不少。你给我那1个亿，我一会转给你。听到这话，叶诗雨脸色一变，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你还给我干什么？不把我当一家人吗？叶诗雨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好像陈木还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算了，先去看看房子吧。见陈木没有继续纠结还钱的事情，叶诗雨脸上又重新恢复了微笑。众人分别看了一眼18号和21号别墅，随后在叶诗雨的坚持下，先去了他所在的8号别墅。大伯、三叔，房子虽然是精装修的，不过里面并没有生活用品，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一会他们就会把东西都送过来，你们就先在我这里待着，今天晚上在我这里吃饭。这会不会太麻烦了？不麻烦，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可麻烦的？平时这里就我一个人住，有你们在，还热闹一点，热闹一点。陈木似笑非笑地看了叶诗雨一眼，没记错的话，他因为不喜欢家里人太多，平时都不让保姆在家里逗留太久。不过叶诗雨这么做也是为了让大伯他们放松一些。陈木又不是傻子，叶诗雨释放出来的善意，他不可能察觉不到。大伯，就听他的吧。对了，一会我给你们转些钱过去，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有空的话让大哥带着你们去把车买了，住在这里没有车不太方便，不用心疼钱，我手上还有不少。之前大家猜测陈木的钱都是叶诗雨给的，不过刚才陈木说了，叶诗雨给了他1亿，可这1亿连买那2套别墅的钱都不够，所以陈木说自己有钱，陈建华等人也相信。虽然不知道他怎么赚到了这么多钱，陈木不说，他们也不会多问。叶诗雨此时倒是有些好奇地看向陈木，毕竟在叶诗雨的记忆之中，上一世陈木并没有带陈建华他们来到紫禁城，或许买了房，但绝对不是这里。很显然，如今的走向已经和他上一世的情况出现了偏差，这对叶诗雨来说是一件好事。哎，你们说陈娇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这时，三婶神情落寞地叹了一口气，很显然她还没有从先前的打击之中解脱出来。女人毕竟是感性的，18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还提她干什么？刚才她怎么对我们的？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不是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她一直都这样，只不过以前在咱们家她没有底气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她以前难道还不够骄纵蛮横吗？养了18年，教了她18年，我现在都感觉这18年我特么还不如去养一条狗。陈建军已经彻底对陈娇绝望了，今天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同样很大。算了，别提他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我觉得是赶紧把你们的女儿找回来。18年了，也不知道这丫头现在过得怎么样。陈建华有些担心地说道。提起亲生女儿，陈建军两口子也是一脸忧愁，可是目前为止没有一点的线索，毕竟过去了18年，想要找到难度很大。听着众人的交谈，叶诗雨眉头一皱，陈木三叔的亲生女儿，上一世叶诗雨和陈木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漠不关心，但是这件事情他多少听说了一点。那个时候陈木已经找到了堂妹，但他堂妹的情况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叶诗雨上一世还是从母亲的口中听说了一些，对方好像是被卖到了南天市那边的一个村子里面。对，就是南天市。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会调查出三叔女儿的下落。听到叶诗雨的话，陈建军两口子一脸激动地看着他。真的有办法吗？诗雨，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三叔三婶，一点也不麻烦，就放心的交给我吧。诗雨，这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要是能够找到他，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啊。三叔，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三婶，
我需要你把当年生产的医院还有日期告诉我，当年到底为什么会抱错孩子？这件事情咱们必须弄清楚。18年的骨肉分离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叶诗雨冷声说道。好，我当年是在2月生产，生孩子那天是7月18号。2月7月18号，我知道了。说完之后，叶诗雨走到一旁开始打起了电话。小木，看不出来这个诗雨还挺不错的。对啊，这么有钱有本事，对咱们还这么友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你爸这辈子总算是干了一件正事。听到这话，陈木也是无奈的苦笑一声，确实还不错，就是有点精神不正常。你这臭小子，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人家就不错。可不，我告诉你，你可不能欺负人家呀。你看人家对咱们家的事多上心啊，这么好的姐姐，你上哪找去？陈木无奈的看了众人一眼，这才多大一回功夫，怎么全都向着叶诗雨说话了呢？不过大家能够融洽的相处，这是陈木希望看到的。至于向着谁，陈木根本就不在乎。大伯，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叶诗雨打完电话走过来，好奇的问了一句。我们啊，让陈木对你好一点，不能惹你生气。对，你这孩子这么好，陈木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让着他一点。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要相亲相爱才是。听到众人的话，叶诗雨连连点头，说的简直不要太对，尤其是这个相亲相爱。陈木，听到了吧？以后对我好一点，相亲相爱哦。第23，充满智慧的大伯。吃过饭后，叶诗雨安排的人也已经将2套别墅收拾了出来。将众人送出门之后，大伯陈建华单独将陈木留了下来，要跟他说几句话。大伯怎么了？陈木疑惑地看了大伯一眼。陈木，我知道你现在有本事，也有钱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戒骄戒躁，不能失了本心。你可不能像那些暴发户一样，千万不能走歪路啊！大伯陈建华语重心长的一句话，让陈木心中十分感动。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大伯对自己的关心从不减少。大伯，你放心吧，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陈木认真的说道。那就好，关于你大哥的事情，你放心，我们都不会说出去的，这是个秘密，我们懂。几个意思？大伯，你这……行了，你大伯我不是傻子，你大哥也不是，你大哥的情况有多糟糕，我们都很清楚。你今天去了医院，你大哥就没事了，你敢说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不知道你这几年大学都经历了什么，但你现在有本事，我们都替你高兴。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叶诗雨那丫头，看你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大伯，我是过来人，我都懂，可你们现在的关系可是法律意义上的姐弟，你最好想清楚。你要是真的……叶诗雨是公司总裁，是上流社会的人，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陈木哪里不清楚大伯的意思，如果自己和叶诗雨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那就是一个禁忌，被别人知道之后，就会成为攻击叶诗雨的一个武器。对普通人而言，这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叶诗雨这种有头有脸的人来说，这就是绝对的丑闻。竞争对手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打击盛天集团的机会。大伯，以前没发现你居然懂得这么多。陈木对大伯也是十分的佩服，这就是一个人的阅历，这是时间、学识、见闻、经验的积累。陈木虽然是一个元婴期强者，但他的人生阅历只有22年，其中还有几年幼儿时期。这一刻，陈木感觉自己应该多学习学习，他所欠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难怪有那么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你大伯我毕竟活了这么多年，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回去吧。大伯你慢点，我先回去了。好。回到别墅之后，叶诗雨坐在沙发上，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大伯都找你聊什么了？怎么偷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听到？从刚才陈木和大伯聊天的时候，他就发现叶诗雨一直在窗边偷听，倒不需要他感知力有多强大，窗户上的影子就已经出卖了叶诗雨。嗨，隔音效果有点太好了，距离又有点远，一句没听到。叶诗雨尴尬地咳嗦了一声，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没说什么，就是简单的聊了聊我堂妹的事情。你真的有把握吗？放心吧，我找的人一定靠谱，有消息了之后我马上通知你。那就麻烦你了。嗨，我说有消息之后我马上通知你。我知道。喂，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手机号，我怎么通知你？陈木这才想起来，自己似乎真的没有和叶诗雨互相留过联系方式。两个人交换了一下联系方式，陈木便转身打算回房间。你干嘛去？回房间？这才几点？你房间里面藏人了？回家就回房间？叶诗雨感觉有些郁闷，自己这么一个大美女，她不搭理，天天就想着回房间。房间里面有什么这么吸引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一个上进的好青年，我要学习。学习？听到这话，叶诗雨的嘴角不由得抽动了一下。你都大学毕业了，还学什么习？还有更烂一点的理由吗？天河高级会所找了一天，你告诉我，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老子怎么就养了你们这么一群废物？那些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刘志强此时心中充满了愤怒，被人砸了场子，伤了小弟，可现在居然连对方的影子都找不到。强哥，我们已经问过了，陈潇他们一家子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工作的地方、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不过我已经派人守在他们家附近，还有这一家子工作的地方，只要他们出现，一定第一时间将他们带过来。听到这话，刘志强心情稍微好了一点，还不算是太废物，直接派人守着。对了，伤人的那个，查出来对方的身份了吗？查出来了，叫陈木，是那个陈潇的堂弟。整件事情都是因为高贺打了陈潇引起的。不过听说这个陈木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家里很穷。陈木的父亲我们也找过了，对方有点不着调，经常不见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只要抓到陈潇他们一家子，陈木一定会出现的。陈木对于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十分的陌生，你们听过这个人吗？刘志强看向身边的两位武者问道。没听说过，就是一个无名小卒，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学了点本事，回到天海就敢为所欲为了。其中一人不屑地说道。哼，当时我没有在场，否则的话我会让他后悔活在这个世上。另一个武者冷哼一声，丝毫没有将陈木放在眼里。那等找到这个陈木之后，就劳烦两位高人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了。刘志强笑着说道。放心吧，你不说我们也会给他上一课的。一夜无话，当陈木脱离学习的状态之后，发现已经上午10点了。不得不说，这学习的海洋确实深不见底，不知不觉就过了这么久。叶诗雨此时已经去了公司，偌大的别墅又剩下了陈木一个人。陈木正准备去洗漱一番，手机突然来了电话，拿起来一看，是自己的发小宁涛。当初高考，陈木考上了大学，但宁涛没有。宁涛辍学之后，就在天海这边选择了工作。这几年两人很少联系，赶上陈木放假的时候，偶尔聚一聚。龟儿子，想我了？陈木接起电话，笑着问道。别废话，爹失恋了，在不在天海？过来陪我喝酒。失恋了？这小子什么时候谈的恋爱？行吧，在什么地方？给我发个定位，我一会过去。还是你孝顺，直接来老地方就行了。行，一会见。1个小时之后，陈木开着车来到了一个烧烤小店。这地方陈木他们以前常来，最开始是因为没钱吃别的，至于后来完全是因为习惯了。只不过陈木开着豪车出现在这里，画面十分的突兀。卧槽，这顶级豪车呀，开着豪车吃烧烤，这么有性格。我的天，这是什么车？太帅了吧。废话，这特么是布加迪，当然帅了。布加迪那得老值钱了吧。废话，那可是价值1000万的豪车。4000万，妈的，太恐怖了。在路人的议论声之中，陈木直接走进了烧烤店之中。陈木来了，涛子在里面那屋呢。行，老地方嘛。我知道，刘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哎呀，这年头生意不好干，勉强对付吧。你先过去，我这边马上就给你们烤好。行，刘哥，那我先过去了。和烧烤店老板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陈木就来到了他们经常聚会的那个包间。宁涛看到陈木出现之后，不由得也是心头一震。妈的，你个龟儿子怎么又变帅了？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第24，舔狗界的天花板。陈木没搭理一脸哀怨的宁涛，走到一旁直接坐了下来。他们两个呢？还没到。陈木的发小除了宁涛之外，还有乔斌和郑强，4个人家都住在一个小区，从小又是一个班的，所以关系极好。他们两个没告诉你，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学校当地找工作了。妈的，
兄弟4个，就特么我没考上大学，你们这群龟儿子，一点也不考虑爹的感受。看着充满怨气的宁涛，陈木也是笑着摇了摇头。虽然大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了，都和当年一样，没有任何的生疏。你自己当初不好好学习，天天想着搞对象，暗恋人家高瑶，最后人家上了大学，你辍学，你就是活该。呸！陈木，你也不要个碧莲了。你当初高中没搞对象，你不也和卢玲玲搞得一团火热吗？我听说卢玲玲都订婚了，还是跟你高中的死对头刘凯。怎么样，这感觉爽不爽？宁涛一脸挑衅地看着陈木，那眼神仿佛在说，来啊，互相伤害啊。但是陈木的平静让宁涛很是受伤。妈的，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和卢玲玲早就是过去式了，他愿意跟谁和我都没有关系。倒是你和高瑶后来怎么样了？对了，你说失恋了，你什么时候处的对象？过年那次我回来，你可是单身啊。听到陈木的话，宁涛一张脸直接垮了下来。这是，我说的就是高瑶。高瑶？卧槽，你把她追到手了？兄弟，你可以啊。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宁涛和高瑶之间还能有后续。不是，是高瑶跟我表白了。表白了？这一下陈木有些反应不过来了。不是说失恋了吗？怎么成了高瑶跟他表白了？这小子特么的不会是叫自己过来显摆的吧？可看他的表情有点不太像。再看看，确实不像。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陈木皱着眉头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暗恋高瑶，这件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从高中一直到他上大学，我和他其实没断过联系。我愿意当他的舔狗，我喜欢这种他需要我的感觉。可他怎么能够跟我表白呢？他辜负了我对他的喜欢。宁涛的话让陈木彻底懵逼了。你喜欢人家，还愿意当舔狗，难道不就是为了和别人在一起吗？结果人家表白，你倒是不乐意了。你知道吗？她在我心里那就是女神，高高在上的女神。我就是她的舔狗，我也只配当她的舔狗。她对我做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吩咐，那都是正常的。作为女神，她怎么可以感动，怎么可以动心？她根本就不配成为我的女神。此话一出，陈木满头黑线。这都是特么什么歪理邪说？宁涛这是魔怔了吧？他这算什么？舔狗界的天花板吗？可是他这操作放在整个舔狗界，恐怕也是相当的炸裂。看着黯然神伤、痛心疾首的宁涛，陈木竟然已经不想要安慰他了。这尼玛纯纯的活该，脑子有病！你这最多算是女神坠落，不算失恋。不行就换一个人舔，下一个更香，下一个更高贵。听到陈木的话，宁涛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后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觉得我有病，我特么都感觉自己有病。可是我仔细想了想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看到宁涛这严肃的表情，陈木好奇的问到什么问题？开始我或许真的很喜欢高瑶，可后来慢慢的，我似乎更喜欢暗恋他，甚至是当他舔狗的这个过程。一旦突破了这个临界点，那我就浑身不舒服，甚至是对他感觉到了失望。你说我是不是心里有点问题？没想到他居然还知道自己心里有问题，真是不容易。陈木感觉宁涛在暗恋和追求高瑶的这漫长过程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病态心理。我以后不会一辈子都只能够当别人的舔狗了吧？虽然我现在很喜欢这种感觉，可我不想打一辈子光棍啊！宁涛哭丧着脸说完之后，猛地一口将一瓶啤酒喝得一干二净。哥，我也想吃肉，可我又讨厌他跟我表白，我是不是没救了？陈木无奈地拍了拍宁涛的肩膀，他的这种病情还真是不多见。现在有2个办法。第一，你切断一切和高瑶之间的联系，重新找一个女朋友，记住，是找女朋友，不是让你继续去当舔狗。第二，那就是你强迫自己接受高瑶的告白，看看能不能够在相处之中改变你这种病态的心理。你这属于后天变态，应该能够转变过来。陈木考虑了一下之后，给宁涛想了一个办法。听到陈木的话，宁涛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可是人家高瑶是毕业的大学生，我就是一个臭打工的，我跟他在一起给不了他幸福啊，我不配。得，不光心理变态，还特么自卑，这可怎么整？叫爹，我给你想办法。陈木一脸坏笑的说道。爹，你是我亲爹，我以后给你养老送终，你快给我想办法吧。
宁涛感觉自己犹豫一秒，那都是对亲爹的不尊重。乖儿子，其实你爹我现在很有钱，我也能给你安排一个不错的工作。怎样一来，你不就配得上高瑶了？你们两个先处着，别的不说，先把病治好。毕竟你喜欢了人家那么多年，当了这么多年舔狗，我觉得你们是有感情基础的，没准就能收获一份甜甜的恋爱。你说对不对？陈木说完之后，宁涛一脸的鄙夷，还以为有什么好办法，就这白他妈叫爹了，还叫得那么真情实感。陈木，我拿你当兄弟才跟你说这么多，你拿我开涮呢？你啥条件我还不知道，别扯这没用的，要是真有办法就说，没办法就陪我喝酒。咱们哥们之间，你整这虚头巴脑的干啥？见宁涛不信，陈木直接将车钥匙拿了出来，看见没有？布加迪的车钥匙。切，这玩意网上买的吧？行，给你看看老子的账户余额。说罢，陈木又将手机上面的账户余额拿给了宁涛看。个十百千万亿，你他妈有7亿多？你这图 P 的吧？陈木自己赚的，加上叶诗雨给的，一共有11亿。长生堂买药材，一共花了3000多万，买别墅2套又花了将近2亿。昨天晚上给大哥转过去了1亿，目前账户上面还剩下7亿多。尽管如此，宁涛还是不信。没办法，两个人太熟悉了，从小一起玩到大。陈木要是有7万，他或许还能相信，7亿，做梦他都不敢这么做。你他妈是傻逼吗？自己好好看看，这是手机银行，不是截图。卧槽，真是手机银行！妈的，你个王八蛋有7亿，那你这个布加迪也是真的？你他妈贩毒了吧？激动了，宁涛这一刻是真的激动了起来。有什么是除了自己发财之外更开心的事情？那就是发小发财了呀。可这么多的钱，在宁涛的认知之中，恐怕只有这歪门邪道才能够在短期之内赚到。滚蛋！老子是遵纪守法好公民，要真是赃款，我敢大摇大摆的存在银行。呼呼呼！宁涛感觉自己现在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太突然，太意外，太刺激了。啥也别说，你在这等我，我出去一趟。你干嘛去？爸爸，我去接您的儿媳妇去呀。第25，谁说我是外境舞者？陈木拦住了已经激动到癫狂的宁涛。如果不是很肯定，宁涛不知道自己发财了，陈木都怀疑这王八蛋是在故意套路自己。刚才还要死要活呢，这么一会就特么从失落变兴奋了。怎么，现在不说他不配成为你的女神了，不难受了？陈木调侃道。哎呀，难受多少还是有些难受的。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话，让我重新去找一个女朋友，恐怕一时半会不太可能。你说的对，我和高瑶毕竟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尝试一下也行。宁涛是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虽然心理上会有点难受，但为了治病，高瑶明显是他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几瓶啤酒下肚，陈木啥事没有，宁涛已经开始有些迷糊了。行了，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吧，工作的事情等我安排好了给你打电话。你现在住哪？我送你回去。宁涛迷迷糊糊地说出了自己目前住在什么地方，随后陈木结了账，将他送了回去。喂，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哪个？就那边那个，好像真有点眼熟。卧槽，这不就是陈木吗？陈木，你确定？确定？不信你看，老子手机上面还有当时监控拍到他的截图呢。妈的，这一次咱们哥俩可是立功了。陈木将宁涛送到楼上，下楼的时候正好被2个刘志强的手下看到了。他们也没想到居然在这地方能够碰见陈木，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给强哥打电话啊！对，我现在就给强哥打电话，咱们2个一定要跟住了，别他妈让这小子又跑了。两人一边给刘志强打电话，一边在后面远远地跟着陈木。找到了，好，干得漂亮，给我盯住了这小子，随时报告我他的位置。对方不是普通人，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打草惊蛇，记住了吗？刘志强挂断了电话之后，脸上出现了残忍的微笑，还以为会找几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2位高人，陈木出现了，咱们一起过去一趟吧。走吧。而此时的陈木早就已经发现了后面有人跟着，对方刚才的谈话也全部都被陈木知晓。强哥，看来这个人就是高贺背后的靠山了。既然如此，那就一劳永逸吧。陈木上车之后，
甚至还故意等了那2个人一会。妈的，这小子开的是布加迪，咱们的车能跟上吗？跟不上也要跟。强哥可都已经出发了，这小子车技不行啊，布加迪开得这么慢，特么的，可惜这么好的车了。见陈木开车的速度不快，两人开心之余，也不忘了吐槽一番。妈的，这小子大白天的来这地方干嘛？不会发现咱们2个了吧？见陈木最终将车开到了一处偏僻的废弃工厂，刘志强的那2个小弟也是泛起了嘀咕。毕竟正常人，谁大白天的来这种地方？怎么办？对方10有8九是注意到咱们2个了，这是故意引咱们过来的呀！妈的，这小子可不是普通人，要不先撤？怕个屁！强哥马上就过来了，等强哥到了，咱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强哥就好。现在走了，要是陈木跑了怎么办？别说得到奖赏，不被惩罚就烧高香了。给强哥打个电话，把事情说一下，顺便看看他们到哪了。好，2个小弟再一次给刘志强打去了电话。当刘志强听说陈木将车停在了一个废弃工厂的时候，也明白了对方的举动。看样子，这小子是打算故意引我过去，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们2个给我把人盯住了，最多10分钟我就能到。另一边，陈木下车看了一眼，这地方确实够偏僻，没有监控，更没人。卧槽，他怎么过来了？见陈木向着他们所在的位置走来，那2名小弟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妈的，把车门锁上，打死也能出去。对，车门锁上。2人躲在车上瑟瑟发抖。当陈木来到车门旁的时候，2人的额头上已经布满了冷汗。陈木挥了挥手，示意2人将车窗摇下来。车上的2人连连摇头。开玩笑，摇下来你要是动手怎么办？见2人不理会自己，陈木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非得让我动手。手指轻轻一弹，只能咔嚓一声，车窗瞬间碎裂。就在车窗碎裂的那一刻，2人仿佛从碎裂的车窗玻璃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外婆。外婆，你是来接我了吗？你们大哥还有多久才到？啊？你说什么？快了，10分钟。10分钟？陈木点了点头，速度还可以，不至于让自己等太久。陈木并没有理会这2个家伙，直接转身离去。看着陈木走远，2人都是松了一口气，随后才尴尬地发现2人不约而同地尿了裤子。陈木依靠着布加迪，掏出香烟点了一颗，吧嗒吧嗒抽了2口。自从修仙之后，他这还是第一次抽烟。唉，没意思，找不到曾经的快乐了。无奈地摇了摇头，随手将烟丢在了地上。身体的变化让他在抽烟的时候身体没有任何的感觉，就跟吸了几口空气没太大的区别。香烟入口好像就被自动过滤了一样。喝酒不醉，抽烟没味，人生的乐趣又少了2样。不过好在刘志强并没有让陈木等得太久，还不到10分钟，刘志强就开着车出现在了陈木的视野之中。看到刘志强的车，他的2名小弟也都是松了一口气，救星终于到了，你们2个做得不错，回去之后不会亏待你们的。刘志强赞赏地看了2名小弟一眼，随后向着不远处的陈木看了过去，果然很年轻，而且很淡定。陈木是吧？真是后生可畏，砸了我的场子，伤了我的人，居然还敢主动把我引过来。我今天倒是想要看看，你是真的艺高人胆大，还是无知者无畏。刘志强目光冰冷地看着陈木，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里。毕竟自己的身边可是跟着2名外境巅峰武者，你的底气就来自于你身边这2个人吗？我和高鹤之间只是私人恩怨，你确定要为他强出头？陈木淡淡的说道。哼，天海谁不知道高鹤是我的人，你把他废了，那就是在打我的脸。这件事情我要是搞不定，以后别人怎么看我刘志强？行了，跟他费这么多话干什么？浪费我的时间。说罢，其中1名武者直接向着陈木冲了过去。对方的速度很快，但陈木更快，还没等对方出手，陈木便直接一脚将他踢飞了出去。砰！噗！对方被陈木一脚踢飞出10米多远，口中更是直接喷出一口鲜血。如此转变，让刘志强等人都是心头一震。好强！你不是外境武者，你的实力是内境。另外1名武者此时看向陈木的目光没有了轻视，转而变成了深深的恐惧和忌惮。他虽然是外境巅峰，但和内境武者完全就是2个概念。外境武者毕竟只是肉体的提升，但到了内境则完全不同。我有说过我是外境武者吗？当然，我也不是内境。陈木冷笑着说道。不是外境，更不是内境，难道是？
华静，想到这里，对方毫不犹豫，直接跪倒在地。前辈饶命，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认打认罚，还请前辈饶我们一命。刘志强此时已经彻底懵逼，毕竟这两个武者是他最强的底牌，现在他们都在跪地求饶，自己到底惹到了什么人？高贺这王八蛋，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高贺，你特么的害死老子了！第26，神一般的存在。刘志强看向陈木的目光是恐惧，是绝望。高贺对于武者所知道的只是一星半点，但刘志强不一样，毕竟他身边就跟着两个武者，平时也没少听他们提起过武者的事情。在武者的世界之中，实力代表着一切，能够让武者心服口服，甚至是跪拜的，只有远超过他们的强者才可以。陈木不是外境，也不是内境，而是化境。这是什么样的存在？天海市武者协会的会长便是化境，这可是武者协会，别说是他刘志强，放眼整个天海市，谁敢招惹？而陈木呢，年纪轻轻，实力就和武者协会会长一样，这特么的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行了，都起来吧，我要是想杀了你们，你们还有机会开口吗？陈木平静地看了这几人一眼，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起来。听到这话，刘志强三人都松了一口气。陈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的将他们都杀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多种，杀人只是其中一个。说到底，陈木和刘志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恩怨，与其干掉，倒不如收为己用。刘志强在天海混了这么多年，留着他多少会有点用处。多谢前辈，多谢前辈。那两名武者感激地看了陈木一眼，而一旁的刘志强大脑飞速运转，随后眼神坚定，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陈先生，我叫刘志强，我以后想要跟着您混，您看我有这个资格吗？资格？你在想屁吃？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跟着前辈混？刘志强说完之后，旁边的两位武者都是露出了鄙夷之色。想要跟着我混，那可要按着我的规矩办事，你能做到吗？陈木冷笑着问道。能，一切听从陈先生的吩咐。刘志强连忙点头。开玩笑，抓住这个机会，说不定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这么多年混下来，虽然在不少人眼里风风光光，但他自己很清楚，在真正有实力的人面前，他不过就是一个小丑。天海能够随手捏死他的大有人在，如果能够搭上陈木这条大船，他才算是有了真正的靠山。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见陈木真的答应了下来，刘志强顿时喜出望外，这让一旁的两人都是羡慕不已，还真让他成功了。毕竟在这两人心里面，化境强者那可是高傲得很，一般人根本就瞧不上。难道是因为陈木的年龄，所以导致他的行事风格有所不同？想到这里，两人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前辈，那我们两个能不能跟随您？对，我们也愿意跟随前辈，还请前辈给一个机会。虽然这两个人的年龄已经快40了，但毕竟都是武者，有基础在，帮着刘志强一起处理事情，成功率会大大提升。可以，多谢前辈。刘志强，你先跟我说说，你在天海的实力怎么样？陈木问道。是，陈先生，我在天海有高级会所2个，还有3家夜总会，5家酒吧，还有1家建材公司，规模还可以，总体算下来，1年的利润还算不错。至于暗中的一些生意，说到这里，陈木打断了刘志强的话。暗中的那些生意，从今天开始就全都断了吧？我不喜欢。好，我会尽快解决掉这些问题。刘志强虽然这些年一直在洗白，但有些快钱赚的确实容易，他一直也割舍不下。虽然很不舍，但既然陈木这么说了，他也只能够听从。毕竟这些事情都见不得光，没出事还好，一旦出事了，刘志强也不会好过。陈先生，那接下来我要做些什么？您有什么吩咐的吗？刘志强恭敬地问道。做什么？关于这一点，陈木目前还没有想好。毕竟想要将刘志强收服这个主意，陈木也是临时起意。但陈木感觉自己应该有一批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手下，不然很多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假借他人之手。就好比堂妹的事情，如果陈木有人脉，根本不需要叶诗雨出手，他就可以直接让刘志强这些人去调查，暂时维持原样。但你要记住一点，你们的将来并不会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天海，我陈木所要组建的势力也绝对不会是普普通通的低级帮会，你们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否则的话，你们注定会被淘汰，明白了吗？此话一出，
刘志强三人都是兴奋不已。陈木这话是什么意思？岂不是说他的野心很大？尤其是那2名武者，在他们看来，陈木这是要组建一个类似于武者协会那样强大的存在。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的未来前途一片光明。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内心。看到三人的反应，陈木满意的点了点头。不会画饼的老板不是一个好老板。不过简单的说了几句话，瞧瞧，员工的眼睛都有光了。你们2个暂时就先协助刘志强，不过你们的实力低了一点。陈木的话让2人有些羞愧。面对陈木这样一个变态，他们2个比废物都废物，外境巅峰这样的实力根本就入不了人家的眼。前辈说的是，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争取早日突破到内境，不用那么麻烦。接着说着，陈木直接扔出去2枚洗髓丹，吃了它。看着陈木扔过来的丹药，2人都是有些摸不着头脑。虽然是武者，可丹药这种东西并不在他们的认知之中。是，前辈。2人不过质疑了1秒，便将丹药送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随后一股能量冲进了2人的身体之中。感受到这股能量在身体之中横冲直闯，2人的目光充满了震惊和紧张。洗髓的过程十分痛苦，2人倒在地上不停地翻滚，这种痛苦无异于剔骨扒皮。看到2人的模样，刘志强也是冷汗直流，完全看不懂陈木的用意是什么。时间1分1秒的过去，2人身体上面的疼痛也在逐渐减轻。当疼痛消失之后，那种重获新生的感觉让2人松了一口气。身体的变化更是让2人大吃一惊。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内境？我突破到内境了。这小小的药丸究竟是什么东西？2人对视一眼，从彼此的目光之中都看到了震惊之意。一枚小小的药丸就能够突破到内境，而且他们感觉如今的身体情况比他们年轻时候都要好。脱胎换骨，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啊！陈木随手赠送的药丸就有如此奇效，这简直就是神人一般。化境强者有这样的能力吗？2人不知道，但心中隐隐有一种感觉，恐怕陈木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化境强者。多谢前辈赠药。陈木此举对他们无异于再造之恩，心中对陈木有敬畏，有感激，更多的是恐惧。这个也吃了吧？陈木想了想，随后将炼体丹也一并给了他们2个。有了洗髓丹的经验，2人毫不犹豫地将炼体丹吃了进去。不同于洗髓丹，炼体丹并没有带来任何的疼痛，而他们的实力直接飙升到了内境巅峰。虽然只是2枚最普通的丹药，可毕竟是陈木用灵气炼制而成，对于普通武者而言，说是仙丹也不为过。内境巅峰，这就内境巅峰了，随随便便就能够打造出内境巅峰强者，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陈先生，我能成为武者吗？刘志强在一旁看得羡慕不已，看向陈木的目光之中带着恳求之意。想成为武者吗？好好为我做事，你一定会有机会的。第27他是来拉屎的吗？刘志强今年已经45岁了，在接触到武者这个层面之后，他何尝不羡慕？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他原本所追求的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一切不过是一个笑话。奈何已经过了成为武者的年纪，只能够花钱雇了2名武者。与其说是雇了2名武者，不如说是请了2位大爷，不仅1年要给500万的年薪，每天还要好吃好喝的供着。所以陈木的这一句话对刘志强拥有着致命的诱惑。他可以，他居然也有机会成为武者了。陈先生放心，我一定会用心为您做事。刘志强激动地说道。放心，用心的人我不会亏待。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人？大概1000人左右吧。1000人左右，这人倒是不少。你们2个，对了，你们叫什么？陈木还不知道这2个武者的名字。我叫薛龙。我叫秋鹤。你们2个最近这段时间从这些人之中挑选一下人进行训练，刘志强也跟着一起训练。只有你们2个武者，太少了。听到陈木的话，薛龙2人点了点头。他们很清楚，陈木这是要大规模的培养武者了。如果是其他人，薛龙2人肯定会认为这么做没什么用处。要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成为武者，武者早就烂大街了。但陈木的手段他们亲身体会过了，别人不能，但陈木一定可以。前辈，需要多少人？先挑选100个左右吧。好好训练，先打好基础。好，前辈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刘志强，我有一个朋友，一会我把他的电话给你，你联系他。从明天开始，他去你那边，你先带带他。
陈木原本打算让叶诗雨给宁涛安排一个工作，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把宁涛安排到刘志强这边更好一点。毕竟宁涛才是陈木真正能够信得过的人，以后时机成熟了，宁涛也能够帮助自己管理这些人。对于陈木要安排自己人的这件事情，刘志强没有任何的意见。对了，我这个朋友给我狠狠地练他。陈木脸上的笑容让刘志强三人都是不寒而栗，这到底是安排过来一个亲信，还是仇人啊？怎么感觉这笑容如此恐怖？三人不约而同地咽了一口吐沫，心中都在默默地为陈木这个朋友默哀。处理好了这些事情之后，陈木开车返回了别墅。接下来陈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炼丹。先炼制大量的洗髓丹和炼体丹，至于其他丹药，目前并不需要。而且有些丹药所需要的原材料真的不好弄，就比如筑基丹，这可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服用之后能够直接突破到筑基期的修为。陈木没有见过太强的武者，并不知道宗师和大宗师的实力如何，但画境绝对达不到筑基期这样的实力，所以保守估计，筑基期的修仙者实力高于宗师，甚至是大宗师。如果拥有了炼制筑基丹的原材料，陈木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批超级武者。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回去的路上，陈木给长生堂的徐经理打了一个电话，把别墅的地址告诉了他，让他将自己上一次买的那些药材多送过来一些。大哥，你想不想要练武？回家之后，陈木将大哥陈潇叫了过去，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陈潇愣住了。陈潇先是一愣，随后脸上出现了兴奋之意。所以你现在成为了武林高手，你大学这4年被世外高人收为弟子了，不仅实力超群，还拥有一手超凡的医术，对不对？果然跟我猜测的一模一样，你这经历妥妥的爽文男主啊。那我也可以成为武林高手吗？你别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仗剑天涯，太帅了。对了，有轻功吗？能飞吗？能不能和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些武林高手一样？陈潇的兴奋程度让陈木也有些无奈。不得不说，陈潇的接受能力极好，联想能力更不错。虽然猜测的并不完全正确，但大体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以地球的灵气而言，在没有筑基丹这种灵丹妙药的情况之下，想要成为修仙者很困难。原本陈木的打算是以后有机会让身边人跟着他一起修仙，但目前来看，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所以不如先让大哥陈潇成为武者，也算是提前适应一下，顺便拥有了自保的能力。毕竟他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跟在他们身边保护。大哥，能飞是一定能飞的，不过这可不容易，大伯他们毕竟年纪有点大了，就暂时不折腾他们了。所以你就是目前家里面唯一的希望，你得努力啊。陈木笑着说道。这你放心，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可能会偷懒？说吧，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要先练基本功啊？看到陈潇这兴致勃勃的样子，陈木直接将一枚洗髓丹扔进了他的嘴里。嗨，什么玩意？丹药入口即化。陈潇压根就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可紧接着丹药所爆发出来的能量让陈潇顿时脸色一变。陈潇没有任何的基础，不像是薛龙两个人有底子在，这剧烈的疼痛直接让陈潇晕了过去。陈木走到陈潇身边，将一股灵气输送到陈潇的身体之中，一边是减轻他的疼痛感，另外一方面在这股灵力的作用之下，能够更加完美的吸收洗髓丹的功效。好爽，身体好爽。陈潇从昏迷之中清醒之后，感觉身体格外的舒服，是那种由内而外的舒适感，甚至于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有使不完的力气。什么味道？怎么这么臭？是我身上的？陈木，你房间有没有洗手间？我洗个澡。有。那边。陈潇足足清洗了3遍之后，这才心满意足的从洗手间里面走出来，换上了陈木准备好的衣服，整个人神采奕奕。就是可惜了这一身衣服，看样子不能要了。唉，今天新买的呀，牌子班尼路。听到陈木的调侃，陈潇苦笑一声。不过很快，新衣服报废的心疼就被兴奋取而代之。我现在这就算是成为武者了吗？陈潇兴奋地问道。还不算。陈木摇了摇头。陈潇没有任何的基础，更没有学过武，他现在最多就算是一个空有一身力气的莽夫。这枚丹药你先拿好，回去之后再吃就行。至于练武的事情，我会帮你安排，你等我通知吧。陈木不会武，但有人会啊。魏明礼就是一个最好的人选，或许他的实力一般，但经验足够，让他好好的教一教陈潇，应该问题不大。行，我听你的。话音未落，
叶诗雨下班回家，一进门不由得眉头一皱，什么味道？陈木，你在家里干什么了？怎么这么大的味道？叶诗雨不解地问道。听到这话，陈潇脸色有些尴尬，连忙将刚才换下来的衣服找个东西包了起来。大哥你也在啊？嗨，那个我刚才找陈木有点事，现在没事了，我先走了。说完之后，陈潇抱着脏衣服直接跑了出去。大哥怎么了？叶诗雨一脸懵逼，有些疑惑地看向陈木。没事，可能是闹肚子了。所以大哥是来拉屎的吗？嗨，就是这样。叶诗雨疑惑地看了陈木一眼，不过并没有纠结这件事情。对了，你明天有事吗？明天？什么时间？晚上。要是没事，陪我参加一个宴会。宴会？这玩意还真是没有体验过。第28陈木，你连傻子都不放过。叶诗雨已经发出了邀请，但陈木会不会同意，他心里面也没底。毕竟前世这个时候，叶诗雨可是烦透了陈木，绝对不可能邀请他参加任何的宴会。我应该有时间。见陈木答应了下来，叶诗雨也是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是咱们天海封家举办的宴会，封家的小女儿18岁的成年礼。封家在天海很有实力。对了，这紫禁城的5号别墅就是封家的，紫禁城的开发商也是封家，紫禁城的开发商就是封家，但他们家也只是住在了5号别墅。那前面4个别墅的主人是谁？比封家还厉害的存在吗？前面4个别墅，封家都送人了，送给了咱们天海市真正的4个顶级家族，天海的4个顶级家族。听到这话，陈木的脑海之中想起了江家的那位老爷子。江家？你知道江家？没错，江家是其中之一，还有3家，分别是唐家、周家以及程家。这4个顶级家族才是天海市真真正正的豪门。他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外人根本就不清楚，但他们的地位一直都无可动摇。紧随其后的就是封家。至于咱们家，虽然盛天集团的财力也不算弱，但比不了他们。最重要的是，盛天集团的底蕴太差了。盛天集团在外人看来，那可是超级大公司，绝对的有钱人，可是跟真正的豪门相比，差距很大，甚至可以说完全无法比拟。100亿，就算拥有过100亿的身家，但真要是得罪了4大家族，分分钟会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只不过如今的叶诗雨却并不惧怕4大家族，因为有陈木在。对了，关于堂妹的事情，我这边有点眉目了。堂妹的事情找到线索了。这叶诗雨的速度确实够快，这才1天时间就已经有了眉目，而警方那边却毫无线索。根据调查，当年3婶生完孩子之后1个月之内，2院有3个产科的护士离职，而其中有2个人在7月18号当天上班。经过排查，最后确定了其中一个名叫刘淑媛的护士有问题。刘淑媛离职之后就跑回了老家，在当地做起了买卖。一个普通家庭的护士能够有钱做买卖，这笔钱的来路一定不正常。今天下午，我的人找到了刘淑媛，用了点手段，对方也就什么都说了。不过当年他只是把3婶的孩子送了人，知道对方是南天市那边的，如今孩子的具体下落他也并不清楚。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了南天市，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很快就能找到，3天之内一定会打听出来堂妹的具体下落。听到叶诗雨的话，陈木并没有和他说谢谢，以他对叶诗雨的了解，要是真的说了谢谢，又要不开心了。所以当年是有人故意将孩子调包，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孟家，但是又担心事情被人发现，所以干脆就多弄丢一个孩子，造成一个意外的假象。我3婶的女儿就是那个倒霉蛋，用来掩人耳目的，对吗？陈木冷笑着问道。没错，根据那个护士所说，确实是这样。原本的打算就是，要是真的被发现了，就说是医院的问题，毕竟3家的孩子都报错了，而且孟家的孩子去了3婶家，3婶家的孩子却不在孟家，这样可信度也很高。至于真正换孩子的那家人是孟国凯的司机，也就是说，孟国凯家里面那个假千金是他家司机的亲生女儿。这司机也是够狠的，为了换女儿，直接让老婆剖腹产，就是为了能够和孟国凯老婆同一天生孩子。也不知道孟国凯现在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狗血，太他妈狗血了。最后倒霉的只有3叔3婶还有没见过面的堂妹。陈木冷笑一声，并不打算放过这个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他的话，3叔3婶怎么可能跟亲生女儿分离18年，又用18年时间养了一个白眼狼？
找个时间，你让人把这件事情告诉孟国凯。我相信，孟国凯知道真相之后，他会好好的感谢一下自己的心腹司机。陈木冷声说道：“行，我明天找人去通知他。”叶诗雨刚说完，突然听到门铃响起，开门之后，看到外面一个小姑娘，身后跟着几个男人，大包小包的，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你好，请问这里是陈木哥哥家吗？女孩看到叶诗雨，兴奋地问道：“是，你是？哦，我是来送货的。送货的，是我买的东西。”陈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叶诗雨这才让这些人进来。女孩带着人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别墅，随后让众人将东西放下，一挥手，那些人直接转身离开，但女孩却并没有跟着一起。陈木哥哥，终于见到你了。女孩不是别人，正是陈木前2天遇见的脑残少女江可可。刚才江可可说话的时候，陈木就已经听出来了，他也没有想到这丫头怎么会追到这里。当天陈木离开之后，江可可就十分后悔没有陈木的联系方式。江老爷子没有得到陈木的允许，也不敢随便将陈木的手机号告诉江可可。不过对于江可可喜欢陈木这件事情，江老爷子十分的支持，于是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守株待兔。陈木既然在长生堂买了药材，那么很有可能会再买。江老爷子让江可可联系徐经理，一旦陈木联系徐经理，就通知江可可。这不，陈木这边刚联系徐经理买药材，江可可那边立马就得到了消息，随后便带着人马不停蹄地跑了过来。叶诗雨看了一眼江可可，童颜巨乳，而且声音甜美，和她不是一个类型的。但不得不承认，江可可的出现让叶诗雨压力很大。这是一个完全不输于自己的极品妹子，一口一个陈木哥哥，叫的还真是亲热。你是谁？叶诗雨看向江可可，语气不善地问道。我叫江可可，姐姐你好。江可可听到这3个字，叶诗雨心头一震。江家大小姐？你是江家大小姐？对啊，姐姐认识我吗？抱歉姐姐，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对了，姐姐，你和陈木哥哥是住在一起吗？那你也是他的后宫吗？江可可一脸兴奋地问道。后宫？对于江可可的言论，叶诗雨也是充满了震惊，看向陈木的目光更是疑惑之中充满了幽怨。好啊，跟我这装的跟个贞洁烈男，似乎不近女色一样，转过头居然都跑到江家开上后宫了，自己到底是有多差，才会让陈木这么嫌弃？叶诗雨越想越是委屈，看向陈木的双眼也开始出现了水雾。看到叶诗雨的目光，陈木也是有些头疼，随后开口解释了一句：他脑子有病。不信你问他。脑子有病？叶诗雨转过头看向江可可，问道：你脑子有病吗？叶诗雨问完之后也有点感觉不合适，哪有这么问的？就算真的有病，那也不会回答呀。陈木哥哥是神医，他说我脑子有病，那我脑子应该是真的有问题了吧？江可可一脸认真的表情，让叶诗雨彻底懵逼了。他承认了，而且还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承认了。这丫头不会真的有问题吧？陈木，你连傻子都不放过。第29，你不是傻子，你是个天才。我特，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什么叫老子连傻子都不放过？这是跟自己有半毛钱关系吗？和女人讲理辩论，陈木觉得是一件特别傻逼的事情，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会听你说了什么，他们只会听自己想要听到的。甚至于你说了一大堆，他们非但不会因为你的理论折服，反而会从你的言论之中挑出来一大堆的毛病，并抓住这一点不放。比如，亲爱的，我爱的人只有你，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她就只是我认识的一个小妹妹。这样的一句话有问题吗？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前面说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妹妹这3个字。通常这种情况，女人会抓住小妹妹3个字然后疯狂输出。所以陈木选择了闭嘴，没有给叶诗雨任何的回复，直接收起药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打死也不出去。陈木哥哥，你怎么走了？人家才刚刚看见你，你是不是讨厌我呀？看到陈木离开，江可可双眼通红，满脸的委屈，这小模样看得叶诗雨都有些心疼。他这个人就这样，不用搭理他，叶诗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安慰他，但话都说出来了，也不能收回。哦，那就是说陈木哥哥不讨厌我了，谢谢姐姐。对了，姐姐，你和陈木哥哥是什么关系啊？江可可好奇地问道。什么关系？叶诗雨无奈的一笑，随后将2人的关系简单的说了一下。按照叶诗雨的理解，江可可在知道2人的关系之后，应该会表现出松一口气，
或者是暗自开心，认为自己和陈木的关系不会跟他抢男人才对。可江可可的表情让叶诗雨有些看不懂了，他在兴奋，他在激动，甚至于他看向自己的目光都变得热情了起来。再婚低姐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刺激，这太刺激了。姐姐，那你这个角色定位，你很有可能是陈木的正宫啊。没错了，一定就是这样。哇，想想就好刺激，你们的这个人设搭配太过瘾了，好羡慕姐姐啊。江可可一脸羡慕地看着叶诗雨，脑海之中已经脑补了一整套电视连续剧。看到这样的江可可，叶诗雨彻底蒙圈了，更加明白了陈木那句他脑子有病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丫头的脑子确实有问题，什么角色定位，什么人设，她这是电视剧看多了，还是小说看多了？那个可可，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叶诗雨对江可可也产生了好奇心，这丫头有点意思。江可可也没有任何的隐瞒，就将自己如何跟陈木相遇，又将后面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和狗头军师唐鹤年的猜测全部都说了出来。虽然很多人都说江可可有病，脑子不好，但江可可并不认同。现在她多了一个伙伴，那就是叶诗雨。江可可脑补出来关于陈木的一切，在别人看来很离谱，很不着调，甚至是无稽之谈，但叶诗雨不敢苟同。在叶诗雨的心里面，江可可不是有病，她特么简直就是一个天才。反正叶诗雨是自愧不如。上一世，如果叶诗雨有江可可这样的脑子，她还至于错过了陈木吗？她是运气好，遇到了重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重生呢？那她真就是含恨终了。可可，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说，我觉得你的想法和猜测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你没有病，你是个天才，你是这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叶诗雨毫不吝啬自己对他的夸赞。听到叶诗雨的话，江可可也是心头一震，看向叶诗雨的目光之中有感动，有惊喜，有太多太多复杂的情绪。知音，这就是知音啊。除了唐鹤年那个家伙之外，叶诗雨是第一个认为他脑子没病的人，而且还十分的认同他。姐姐，你懂我。江可可感动得热泪盈眶，终于找到小伙伴了，太不容易了。可可，别哭，那些不过都是世俗人对你的看法，姐姐不会那么肤浅的，他们根本就不懂你的智慧，他们才是最肤浅的笨蛋。叶诗雨搂着江可可安慰道。不过短短片刻时间，两个人就已经打成了一片，甚至是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姐姐，我要是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这样我就不孤单了，平时就唐鹤年还能跟我聊一聊，可我还是更喜欢跟女孩子玩。姐姐，你太好了，以后你也当我的姐姐可以吗？叶诗雨一边安慰江可可，一边点头，不过心中却在暗自说道，早点认识就算了吧，早点认识，我也当你是傻子。两人又聊了一会，已经成功的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江可可恨不得直接搬到这边，一方面能够天天看到陈木，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要和叶诗雨多相处。就在叶诗雨和江可可聊得火热的时候，21号别墅之中，三婶看着手机上面的来电显示，表情十分的纠结。建军，电话又打到我这边了，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啊？三婶有些纠结的问道。从刚才开始，孟青青就一遍一遍的给陈建军打电话，不过陈建军一个都没有接。刚以为孟青青放弃了，没想到居然把电话又打到了三婶这边。你要是愿意接就接，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上一次他怎么对我们的，到时候给你气个好歹，可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陈建军不悦的说道。听到这话，三婶犹豫了一下，当手机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最终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妈，你终于接电话了，我是娇娇啊。妈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当初的本意真的不是不跟你们联系，是我亲生父亲不让，是他说的，我要是再跟你们联系，就和我断绝关系，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其实离开你们之后，我每天都在想你们。昨天在紫禁城遇见，我其实心里面真的很开心，可我不敢表现出来，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怕一旦我对你们表现得太热情，我亲爸就会不要我，甚至会对你们不利。至于我当时的态度，甚至是说出来的那些话，真的不是我心里话。妈妈，我想你们了，我后悔了，我想回家。电话接起来之后，对面就传来了孟青青哭喊的声音，说的那叫一个身不由己，说的那叫一个委屈。三婶也没想到孟青青居然会说出来这样一番话，原本已经对孟青青绝望的内心，突然又开始泛起了一丝涟漪。难道她真的是身不由己？难道她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
都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以才会断了联系，说那么多的狠话。这一刻，三婶的内心发生了动容。18年的感情，哪里那么容易说放下就放下？这段时间，虽然对孟青青绝望，但内心之中依然还有一丝情感存在。妈，你在听吗？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我，我真的想你了。我明天能去看看你和爸爸吗？孟青青紧张地问道。此时的孟青青紧张的浑身都在颤抖，她在赌养母对自己还有很深厚的感情。当初强硬的耍无赖不行，那么就走怀柔政策。以她对养母的了解，对方一定不会那么狠心不认自己。叫青青啊，你让我考虑一下吧。说完之后，三婶神情复杂地挂断了电话。第30夜诗雨的劝告。挂断电话之后，孟青青的脸上流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哼，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考虑，这不就是心软了吗？孟青青心中十分的得意，任何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自从昨天在紫禁城，孟青青得罪了陈家人，得罪了叶诗雨之后，在孟家，孟青青的地位一落千丈。本来孟国凯就对她很有意见，再加上养女昨天晚上的不断挑拨，孟青青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但孟青青并不害怕，因为她还有养父养母，现在他们有钱了，而且比自己的亲爸还要有钱，只要自己回到陈家，照样能够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甚至会比现在还要好。毕竟养父养母对自己一直大方，哪怕以前没钱的时候，也不会亏待自己，比亲爸要好得多。孟青青眼神轻蔑地看了一眼孟家的四周，心中充满了不屑。不就是有点破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你们，我的日子过得更好。谁稀罕一直赖在你们家？原本孟青青心目中完美无瑕的豪门孟家，如今似乎显得不堪入目，甚至感觉孟家的财富已经配不上她这高贵的千金大小姐了。另一边，三婶挂断了电话之后，心情也是十分的复杂，来回踱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能不能安静一会？走来走去的，烦不烦？不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吗？你这就心软了？安静一会，转得我脑子都迷糊了。陈建军没好气地说道。建军，刚才青青电话里面说的你也听见了，你说万一青青对咱们有感情，他说的都是真的怎么办？我养了他18年，疼了他18年，那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孩子，你知道昨天他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我有多难过吗？三婶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看到三婶这样，陈建军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自己老婆心里面怎么想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三婶是不是信了孟青青的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希望这些话是真的。这样一来，似乎自己付出的那18年并没有浪费。行了，别哭了，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但昨天的事情不只是我们在，大哥大嫂在，陈潇在，陈木在，叶诗雨也在。要是我们就这么让孟青青回来，怎么跟他们交代？我虽然是陈木的三叔，但现在咱们陈家陈木说了算，你要是真有想法就去问陈木，他要是同意我就同意，他要是不同意，我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从今以后就当咱们从来没有养过孟青青。陈建军冷声说道。听到这话，三婶擦了擦眼泪，她也不是老糊涂，自然明白这里面的事情。要是真的一意孤行的让孟青青回来，那可就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陈家人，怎么面对叶诗雨了。要是没有陈木，没有叶诗雨，昨天的事情他们两口子恐怕不仅仅要伤碎了心，丢尽了脸，还会被人狠狠地教训一番。我去问问陈木吧，要是他不同意，我也就彻底不去多想了。三婶考虑了片刻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去找陈木问问。不管成不成，他也算是没有任何的遗憾了。叶诗雨送江可可离开的时候，这丫头还依依不舍，可刚送走江可可，叶诗雨就看到不远处一个人，好像是三婶。仔细一看，不是好像，就是三婶。你怎么过来了？找陈木？叶诗雨好奇地问道。诗雨，你怎么出来了？我是过来找陈木的。三婶有些紧张地点了点头。叶诗雨看出了三婶的紧张，心中不由得感觉有些好奇，这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我刚刚送一个朋友离开，陈木在房间，好像是有事情要忙。三婶，你是不是遇见什么事情了？要不然先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叶诗雨问道。三婶犹豫了一下，最后想想，或许先跟叶诗雨说一下也好，毕竟叶诗雨是个女孩子，要是叶诗雨同意了，到时候让叶诗雨去和陈木说，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想到这里，三婶没有迟疑，便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和叶诗雨说了一遍。三婶说完之后，
叶诗雨眉头紧皱，没想到这个孟青青居然还有脸打电话，而且这谎话是张口就来，亏他说得出口，他的脸皮到底有多厚？诗雨啊，你说青青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三婶有些忐忑地问道。叶诗雨看着三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很理解三婶心中放不下，但他更能够理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三婶，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吗？您养了他18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比任何人都清楚。孟青青因为昨天的事情，在孟家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但您和三叔，因为陈木的关系，现在是他眼中更有钱的人。他为什么今天打这个电话还不明显吗？如果你和三叔还是一穷二白，你觉得孟青青会说出这番话，会想要回家看看你们吗？三婶，不是我说你，你从来都不亏欠孟青青，你亏欠的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想没想过，你细心呵护孟青青的这18年，你的亲生女儿过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你现在所有的心思，难道不应该放在亲生女儿的身上吗？你怎么还有心思去理会这种白眼狼的死活？退一万步讲，孟青青真的后悔了，她真的知道错了。可那又怎么样？孟青青这种人是什么性格，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骄纵蛮横，不讲道理，这是她的本性，永远都不会改变。当有一天你的亲生女儿被接回来了，你觉得孟青青会怎么对待她？她会允许多出来一个人抢夺她所拥有的一切吗？会吗？叶诗雨的话让三婶如遭雷击，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她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甚至于扪心自问，她虽然也十分想念自己的亲生女儿，但对孟青青的感情似乎更深一点，毕竟那是她当成亲生女儿养了18年的存在。可她没想过这样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公不公平，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原本还有一丝动摇的三婶，在这一刻彻底下定了决心，她的女儿不是孟青青，孟青青和陈家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关系，从今以后她只有一个女儿，虽然这个女儿如今下落不明。诗雨，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今天的这番话，我可就要犯糊涂，犯大错了。孟青青的性格我了解，如果她和我女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一定会欺负我女儿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再心软了，一定不会。三婶是在跟叶诗雨保证，更是在跟自己保证。三婶，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好母亲，也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对了，我已经找到一些堂妹的消息了，相信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将她接回来了。叶诗雨笑着说道。此话一出，三婶浑身一震，一脸激动地看着叶诗雨，嘴唇都在微微颤抖。真的有消息了？有消息了，太好了，这真的太好了。诗雨，谢谢你。对了，我要赶紧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三叔。诗雨，我先回去了，刚才的事情就不要跟陈木说了，别让他多想。三婶你放心，我不会多嘴的。送走了兴奋不已的三婶，叶诗雨刚回到别墅，就看到陈木正注视着自己。你不是在房间吗？什么时候出来的？第31，你知道武者的存在吗？你和三婶聊天的时候，我就出来了。你说的挺好，如果是我，大概也会这么和三婶说。陈木笑着说道。叶诗雨和三婶刚聊天的时候，陈木就已经察觉到了，所以特意听了一下两人的谈话内容。不得不说，叶诗雨的那些话，陈木十分的赞同，甚至可以给他点个赞。经过叶诗雨的劝导之后，三婶那边应该不会再有任何的犹豫，也算是解开了三婶的一个心结。你不怪我瞎掺和就好。难得被陈木夸奖了一下，叶诗雨也有些飘飘然。我又不是好赖不分，那给你的奖励。说着，陈木将一枚驻颜丹扔给了叶诗雨。这是什么东西？上一世叶诗雨可没有资格获得陈木的赠与，虽然陈木也帮助过他不少，但很大程度都是看在父亲陈建国以及叶诗雨母亲的面子上，所以他虽然知道陈木是个修仙者，但也仅仅如此了。美容养颜的，你们女孩子应该会喜欢。美容养颜的，这功效让叶诗雨眼睛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啊！越是美女，越对自己的容貌更加在意，尤其是陈木出品，那必属精品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之中的驻颜丹？如果真是这样，自己岂不是能够永葆青春了？看到叶诗雨毫不犹豫的直接将丹药服用，陈木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开心还是头疼。叶诗雨对自己就这么信任，一点也不担心这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就不怕自己心有不轨。他好像并不在意这个。
似乎总感觉他一直都很是期待自己不轨。服用了驻颜丹之后，叶诗雨连忙站在镜子前，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自己，皮肤似乎变得更加光滑，容貌也稍稍有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丹药的原因，叶诗雨就是感觉自己变得更漂亮了。陈木，我现在是不是……你怎么又回房间了？你不会房间里面真的藏人了吧？发现陈木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让叶诗雨很是郁闷。难道就不能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吗？一个破房间，到底有什么好的？比自己这么一个大美女还吸引人？一夜无话。经过上一次的炼丹之后，陈木炼丹的熟练度又提升了不少，所以昨天晚上的炼丹效果喜人，让陈木也十分的开心。如今炼制洗髓丹和炼体丹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一整个晚上，陈木一共就失败了2次。按照这个速度来看，再有几天时间，炼制的数量应该暂时够用了。一天晚上的时间，并不足以让陈木炼制出目前所需要的丹药数量。不过，随着他炼丹熟练度的不断提升，他的炼丹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况且，这本就不是一件着急的事情。不过，通过这2次炼丹，陈木发现，这灵力增长的效果似乎比修炼的时候要好。并不是说修炼的速度太慢，而是灵气的缺失，导致了功法的进步缓慢，倒也是一个提升修为的办法。有，大家闺秀舍得出来了。叶诗雨早上简单的吃了点东西，正准备出门上班，就看到陈木从房间走了出来。大家闺秀？什么鬼？你难道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听得出来叶诗雨是在调侃自己。陈木也懒得搭理他。你这个总裁还挺负责，天天都要去公司。陈木好奇地问道。不然呢？你不会以为我这个总裁只是一个摆设吧？不过最近确实有些事情在忙，平时的话倒也不一定每天都去公司待着，毕竟我花钱请了那么多员工，不是让他们过来当花瓶的。怎么，你对上班感兴趣？要不要去公司当几天总裁？叶诗雨笑着问道。当总裁？还是算了吧，这玩意就算适当了。陈木又不懂做生意，过去了不过就是发呆浪费时间。对了，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你知道武者的存在吗？武者的存在？听到陈木的话，叶诗雨点了点头。果然知道，刘志强这样的人都知道武者的存在，甚至不惜花重金聘请武者当保镖。叶诗雨这种身价的人，要是不知道才是奇怪的事情。我也是听我妈说的，但我以前对这些不太感兴趣，也觉得我妈把那些武者说的太过于夸张了。毕竟我从小到大的所见所闻，包括所学习的一切知识，都在告诉我，现在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科技化的法治社会。武者总感觉不是江湖骗子，就是莽夫，完全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不过这也不能怪我，你想想，我10几岁的时候，我妈告诉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之中，有一群人能够像武侠片里面那些大侠一样，武功高强，飞檐走壁。你说我怎么信？上一世的叶诗雨其实从头到尾就没有相信过这些，哪怕是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见到了一些超出了他认知的情况，他也会找个理由否定看到的一切。上一世的他不愿意信，不敢信，因为他怕自己的世界观彻底的崩塌，否定自己曾经所知道的一切，否定自己曾经活过的每一天。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不管信不信，这个世界就是那么的操蛋。不仅有武者，还有修仙者，还特么有重生者，而他正好成为了这其中的一员，一名死得憋屈的光荣重生者。那你身边有武者存在吗？陈木问道。应该没有吧，没听说过。况且我就是一个公司的总裁，做正经生意的，身边带武者没什么用。别忘了，以前的我是个法治咖，相信这是个法治社会。或许我是相信正道的光的大好青年吧。我这叫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没错，就是这样。以前的叶诗雨认为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完全不需要聘请保镖这些存在。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真的是很傻很天真。那现在的你呢？不是法治咖了？陈木好奇地问道。听到这话，叶诗雨微微一笑，盯着陈木认认真真地说道，现在我相信实力改变命运，实力可以凌驾于一切。叶诗雨到现在都十分清楚地记得，上一世陈木的身份被曝光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那个时候他就清楚地认识到，有些实力真的会凌驾一切，超越一切，甚至是拥有重新制定规则的权利。时间不早了，我先去上班。
别忘了晚上陪我去参加宴会。忘不了。你先走吧，一会我也要出去一趟。好，那我先走了。叶诗雨并没有询问陈木出去干嘛。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不需要过多的询问太多事情。陈木去哪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回家，这就足够了。叶诗雨离开之后，陈木便打电话把大哥陈潇叫了过来。他准备带着陈潇去一趟天海的舞者协会。第32天生的习武人，天海市青松精神病院。你的意思是，这里就是舞者协会？陈潇兴致勃勃地跟着陈木前往舞者协会，可没想到，最后被带到了精神病院。舞者协会，精神病院，这合适吗？其实陈木在和魏明礼打完电话之后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舞者协会居然在精神病院之中。不过仔细想想，倒也很合适。精神病院比较适合掩人耳目，而且十分的符合舞者协会。这些舞者的行为和言论，在普通人眼中，可不就是精神病吗？虽然陈木有点不理解舞者协会为什么要搞这一套，毕竟就算真的挂出来舞者协会的牌子，普通人恐怕也不会太当真，最多认为这不过就是一群没正事的人搞出来的一个休闲消遣，类似于一个健身的机构。因为在他们看来，习武和健身没啥区别，也就能够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魏明礼在接到陈木的电话之后就十分的激动，一早就在精神病院门口等着，看到陈木和陈潇两个人从车上下来，便连忙跑过去迎接。陈木，我这么称呼您，真的合适吗？魏明礼有些紧张地问道。没事，不过就是一个称呼而已。你们这地方还真是够新奇的，有必要吗？陈木好奇地问道。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舞者协会的存在，毕竟不能够曝光，不然的话，会引起普通大众的恐慌。另外一方面，也是不想要其他国家的人知道，咱们龙国的舞者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数量，都是什么样的实力。毕竟这风平浪静的和谐社会之中，还隐藏着很多的敌人，不仅有外部的，还有内部的。况且我们这地方够偏，也不会对外开放，对我们舞者协会的人没什么影响，最多名字不好听一点而已。魏明礼笑着解释了一下，随后才问到陈木这一次的来意。这是我大哥陈潇，我想要让你带着他习武。陈木的大哥？魏明礼看了一眼陈潇，年龄有点大，现在习武恐怕不会有什么成就。最让他不理解的是，陈木就是一个高手，一个强者，为什么不自己教，反而让他代劳呢？难道是师傅不允许他随意将本领传给其他人？这个可能性似乎很大。魏明礼不过略微思考了一下，就已经帮助陈木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走吧，咱们先进去再慢慢聊。魏明礼带着陈木两人进入到了舞者协会，这让舞者协会里面不少人都是一愣。什么情况？来新人了？没听说最近咱们这有新人加入啊？那是其他地区协会的人，有什么事情来咱们这？不清楚，但魏明礼副会长亲自出面迎接。这两个人只怕是来头不小吧？算了，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还是老老实实的练武吧。说得对，练武吧。还是舞者协会的其他人不过是简单的讨论了几句，就将注意力再一次放在了练武上面。魏明礼身为副会长，居住的地方环境很好，而且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练武场地，将陈木两人带到了一个凉亭之中。魏明礼亲自为两人倒了一杯茶。陈木发现，这上了年纪的人怎么都喜欢凉亭喝茶呢？难道这样比较有格调？陈木，既然你将陈潇交给我，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武者的数量之所以有限，就是因为条件很苛刻，不仅要从小就打下扎实的基础之外，还要进行很多专门的训练，而且还要看一个人的天赋如何，毕竟这个决定了对方将来的成就。陈潇的年纪确实大了一点，现在开始练武的话，恐怕……魏明礼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陈木和陈潇两个人都明白他的意思。28岁开始练武，这绝对是晚的不能再晚了。魏明礼虽然愿意教，但这都是看在陈木的面子上。可魏明礼并不看好陈潇，认为他就算是跟着自己练武，将来的成就也不会大，最多也就是成为外境武者，终其一生不会突破到内境，除非遇到天大的机缘。魏老，我既然让我大哥过来，就一定有我的原因，有些话别说得太早。听到这话，魏明礼心头一动，难道说这陈潇有什么过人之处？陈木，你的意思是你大哥是个练武奇才？来，陈潇，打几拳让我看看。魏明礼对陈木的话还是很认真的，于是便提议让陈潇随便打2拳，好进一步的判断一下。陈潇点了点头，
走到一旁的空地处，可他哪里会打拳，只能够回忆了一下曾经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东西，随后有样学样的打了几拳。仅仅就是这搞笑一样的几拳，让魏明礼整个人都呆住了。陈潇的步伐凌乱，出拳毫无法，甚至可以说他连怎么能够将自身的力量发挥出来的窍门都不懂，完全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随意的打了几拳，但有一点魏明礼看得清清楚楚，陈潇的拳带着拳风。陈潇，你看着我。说罢，魏明礼亲自演示了一下出拳的动作，随后吩咐陈潇按照刚才的动作用尽全力对着自己打过来。陈潇犹豫了一下，便按照魏明礼的话全力一拳打向了魏明礼。哼！魏明礼措不及之下，被陈潇这一拳打得后退2步，更是发出了一声闷哼。再次看向陈潇的目光又发生了转变，震惊、喜悦、兴奋，甚至还带着一丝的疯狂。奇才，这简直就是一个奇才啊！陈潇很显然没有学过武，但他刚才这一拳，内境初级武者都抵挡不住，岂不是说陈潇还没有习武，他身体所拥有的力量就已经超越了内境初级武者？这简直就是一块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的璞玉，只要精心的雕琢一番，必定能够惊艳世人。不可思议，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从未习武就拥有内境武者实力的普通人。陈木，你大哥就是为了习武而生的？可惜，太可惜了！武者协会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这样的人才居然都没有发现。陈潇如果从小就开始习武，现在的他实力绝对已经在我之上，未来超越武者协会的总会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魏明礼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看向陈潇的目光充满了炙热，搞得陈潇浑身不自在，生怕这老家伙有点什么特殊的癖好。既然如此，那暂时就先麻烦魏老好好的教一教我大哥了。陈木笑着说道。放心，就算你不说，我也一定会倾囊相授。如果顺利的话，说不定能够赶上2个月之后的武斗大会。武斗大会？这又是什么东西？第33，这里实力说了算。魏老，武斗大会是什么？武者之间的比斗？什么性质的比赛？陈木好奇地问道。是武者协会之间内部的比赛，1年1次。武者协会成立的年头很长，而且在咱们龙国，目前来说，应该算得上是最大的一个武者组织了。为了调动武者协会成员练武的积极性以及前进的动力，所以每年都会举办1次武斗大会，龙国武者协会的成员都可以参加。当然，年龄超过40岁的就不允许了。武斗大会胜出者会有奖励，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出风头的机会，对这些成员日后的发展也有利。说起来，我们天海武者协会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进入过总决赛了，不过这一次或许有机会，不是一定有机会。魏明礼的心情很好，天海武者协会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我大哥什么时候成了你们武者协会的成员了？陈木笑着看了魏明礼一眼，不过心中却在暗自盘算，让陈潇加入武者协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处？让陈潇成为武者协会的总会长倒也不是不行。陈木的话让魏明礼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一直以为陈木让陈潇过来就是为了加入到武者协会，难道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单纯的让自己指导一下对方习武？难道陈潇不打算加入到武者协会吗？魏明礼紧张地问道。这个我还是听一下陈木的安排吧。见魏明礼看向自己，陈潇也不知道陈木心里什么打算，只能将话题转移到陈木身上，自己保持沉默。陈木，你放心，只要陈潇加入到武者协会之中，我保证他绝对会成为我们武者协会重点培养的目标。我有信心用2个月的时间让陈潇在武斗大会之中大放光彩，到了合适的时机，我会推荐陈潇前往武者协会总部。怎么样？魏明礼紧张地看着陈木，生怕陈木开口拒绝。陈木并没有回答魏明礼的话，他的视线向着旁边不远处看了过去。魏明礼心中疑惑，顺着陈木的目光看去，不由得眉头一皱。魏明礼，别忘了我才是天海市武者协会的会长，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难道不需要跟我商量一下吗？你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吗？来人，正是天海市武者协会会长傅国宏。傅国宏听到有人说魏明礼带着2个陌生的年轻人过来，所以便想要过来看看什么情况，还以为是什么有身份的人，没想到居然是想要通过魏明礼走后门加入到武者协会。尤其是魏明礼刚才的话，这让傅国宏十分不爽。到底谁才是天海市武者协会的会长？不通过自己就敢口出狂言？副会长，我身为副会长，难道连这点资格都没有吗？
你未免过于咄咄逼人了吧？魏明礼冷声说道。听到魏明礼的称呼，傅国红脸色阴沉。他最烦的就是听到别人称呼自己副会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个会长是个副的。魏明礼，你确实是副会长，你也有权利带人加入到武者协会，但是你不经过我的允许就随意许诺，你觉得这合适吗？你什么身份，就敢许诺权力培养，许诺推荐到武者协会总部？不要以为你发现了古神教的事情，总部那边的人就会对你高看一眼。这是武者协会，实力说了算。别忘了，你不过是刚刚突破到化境，真以为自己成了副会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谁给你的胆子？傅国红冷声质问道。傅国红的话让魏明礼脸色一变，但对方说的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刚刚成为副会长不久，不管是实力还是背景，都不如会长傅国红。做出这些决定，也是因为他实在是太看重陈潇了，一时之间忘了和傅国红沟通一下。魏明礼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虽然傅国红一直都有些看不上魏明礼，两人之间也不算是太友善，可毕竟事关武者协会的大事，事关陈潇的大事，他必须好好的和傅国红沟通一下。会长，事发突然，没有和你沟通，这一点是我的问题。但是陈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天生习武的材料，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我也是想要将他拉拢到我们武者协会，才会心急之下说出了这番话。还有，说到这里，魏明礼走到傅国红身边，将他拉到一旁，小声地说了一句：陈潇的堂弟陈木乃是宗师境界的强者，不能得罪。魏明礼这鬼鬼祟祟的样子让傅国红很是不爽，听到这话之后更是流露出了疑惑、不解，甚至是讥讽的神情。魏明礼，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不可多得的人才，天生习武的材料，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你告诉我，一个20多岁没有练过武的人，将来成就不可限量，你觉得可能吗？更可笑的是，你居然告诉我，他们两个之中还有一个人是宗师境界强者，20多岁的宗师境界强者。魏明礼，你特么当我是傻逼是吗？这话你说出去，真不怕被人笑话？傅国红都已经被魏明礼气笑了，这种拙劣的谎言，他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以魏明礼的身份，他要是想开后门，想要安排一个人加入到武者协会，傅国红可以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身为副会长，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可魏明礼呢，居然把自己当傻子一样忽悠，还宗师境界，让他承认一个20多岁的宗师，他宁愿承认自己是头猪。他认为自己成为一头猪的可能性，都比一个20多岁的人成为宗师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傅国红，我句句属实，不信的话，你可以过来查看一下陈潇的实力。这是我天海市武者协会的一次机会，你可不要盲目自信，导致我们失去了陈潇这个人才。魏明礼此时也十分的气愤，这傅国红怎么就如此的不听劝呢？难道自己真会傻到开这种玩笑吗？我盲目自信？魏明礼，你把刚才那些话原原本本的汇报给总部，你看看总部那些人是不是和我一样的反应？到底是我盲目自信，还是你不知所谓？傅国红冷声嘲讽道。你……魏明礼正要说些什么，却被陈木抬手阻止了。看样子，要是想让陈潇在这武者协会能够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的获得培养，就必须先搞定这个傅国红。陈木向着傅国红看了过去，随后笑着说道：我很喜欢你刚才的一句话，这里实力说了算，第34他绝不止宗师境界。陈木的话让魏明礼心头一震，难道陈木打算出手了吗？魏明礼的心中十分紧张，虽然他和傅国红两个人的关系不太好，但毕竟都是武者协会的人，要是傅国红真的出了什么事情，这也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况且傅国红如果重伤，甚至是有了生命之危，武者协会总部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一来，别说让陈潇加入武者协会，双方必定会成为敌对关系。相比较魏明礼的担忧，傅国红却是毫不在意，甚至饶有兴致地看着陈木，想要看看这个年轻人到底在耍什么把戏。毕竟这里实力说了算的这句话，他同样十分认同。只见陈木轻轻地将茶杯放下，当茶杯落下的那一刻，一滴茶水从杯中淡起。如果不是傅国红和魏明礼的实力不错，甚至都发现不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傅国红和魏明礼都是心头一震，眼神之中更是出现了震惊之色。那弹起来的水滴居然在空中静止地停了下来，没有上升，同样也没有下落。这是什么情况？对方的内力已经达到了这种能够操控万物的程度了吗？陈木并没有说任何的废话，手指轻轻一挥，
水滴如雷霆一般，直接向着傅国红冲了过去。傅国红心中大骇，连忙运转内力，抵挡陈木的攻击。砰！一声巨响，傅国红的身体重重的倒飞而出。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看似不起眼的水滴，居然会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力量。傅国红一个化境巅峰级别的武者，全力防守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是招架不住，足足飞出去10多米的距离。傅国红这才稳住自己的身体，再次看向陈木的目光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轻视。恐怖，太恐怖了！这个年轻人的实力简直恐怖到了极致，平平淡淡的一击就可以让化境巅峰招架不住。如果全力出手呢，岂不是直接秒杀？宗师？这特么怎么可能是宗师？可如果是大宗师，傅国红不敢想象，一个20多岁的大宗师，这特么说出去谁会相信？但陈木刚刚的表现让他不得不信。别说傅国红这样，魏明礼同样是慌的一批。原本他以为陈木的实力是宗师，毕竟这就已经很让他不可思议了。况且如果陈木真的有一个神秘的师傅的话，那种世外高人加上超级天才，20多岁成为宗师或许也不是不可能。但大宗师，如果陈木是大宗师，那他的师傅会是什么境界？传说之中的存在吗？多谢前辈手下留情，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如有得罪，还请前辈见谅。傅国红能够成为武者协会的会长，并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刚才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以他的身份认知做出来他认为正确的反应。谁能想到居然真的会有这么年轻的强者？可既然不敌，那就要乖乖的认错。实力为王，强者为尊，和陈木这样年轻的超级强者认错一点也不丢人。对于傅国红的反应，陈木很满意。原本还在想，如果出手惩治之后，这傅国红还是一意孤行的话，究竟要不要直接干掉他？毕竟没有了傅国红，魏明礼就可以成为会长，到时候陈潇的事情也就没有阻碍了。可既然对方识时务，陈木也不会为难他。陈木前辈，会长并没有恶意，不过是职责所在罢了。您大人有大量，就不要跟他计较了。魏明礼此时也在一旁求情，见魏明礼帮自己求情，傅国红也是感激的看了他一眼。既然你已经认错，魏明礼也帮你求情，刚才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陈木淡淡的说道。多谢前辈。傅国红松了一口气，对着陈木毕恭毕敬的鞠了一躬，又转头感激的对着魏明礼抱了抱拳。前辈，能不能问一下，刚才您用了几成功力？傅国红有些好奇的问道。几成功力？陈木想了想，随后伸出了一根手指。1成？居然只有1成功力，这未免太恐怖了。傅国红和魏明礼都陷入到了深深的震慑之中。殊不知陈木正在心中算计，自己究竟是使出了1/1000的实力，还是1/1000呢？前辈可是大宗师境界。傅国红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看着陈木的目光更是充满了敬畏。大宗师？就算是吧。听到这熟悉的台词，魏明礼心中苦笑不已。上一次他问是不是宗师的时候，陈木就是回答的。这才过去几天，变成了大宗师，他依然是这么回答。那如果询问的是更高级别的境界，他会不会依然如此回答？魏明礼不敢想，但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陈木实力深不可测，永远不要相信他真的只有大宗师的实力。想不到我傅国红有生之年居然还可以见到大宗师级别的强者，看来我们龙国当真是藏龙卧虎，我们武者协会的工作真的是做得太不够了。傅国红感慨万千，一方面是感慨能够见到陈木这样的强者，另外一方面也是认为武者协会的工作真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陈木这样的人，武者协会之前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甚至陈木对于武者协会来说根本就是查无此人。陈木如此，那会不会还有很多和陈木一样的人存在？武者协会的存在，一方面是将大部分武者统一管理，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约束武者不要为非作歹，起码不能够明目张胆的作奸犯科。可现在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真的是做得太不到位了。长此以往下去，武者协会的存在感和威慑力都会大幅度降低。我大哥留在武者协会的事情应该没有问题了吧？陈木笑着问道。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副会长说的对，一定要全力培养我们天海市武者协会，绝对不会怠慢。傅国红连忙点头，哪里敢有半句不满。至于我的事情，你们两个知道就好了。我这个人讨厌麻烦，你们明白吗？明白明白，没有前辈的应允，我是不会说出关于前辈的事情的。陈木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一眼站在一旁有些懵逼的陈潇。刚才发生这一切，陈潇简直是大开眼界，没想到堂弟的实力居然这么恐怖，简直就跟看武侠片似的。大哥，以后你就好好留在这里练武吧，家里面不用担心。好，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行，那我就先走了。陈木并没有多待，事情处理好了之后，就直接离开了武者协会。直到陈木彻底消失不见，傅国红才彻底的放松了下来。没办法，陈木在，他太紧张了，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对方的不高兴。老魏，这陈潇当真是练武奇才？会长，我可没骗你啊。陈潇虽然已经28岁了，可他从未练过武，实力堪比内境武者。你说是不是奇才？什么？没练过武的内境？第35，渣爹找上门，变态！兄弟两个全都是变态。当傅国红发现陈潇居然真的拥有内境武者的实力之后，他承认自己就是一头猪，没错，还是一头二逼猪。可傅国红心中也十分的无奈，这兄弟两人完全超出了他对于武者的理解和认知，明明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发生在这两人的身上。甚至于傅国红都在猜测，这陈家会不会是一个超级无敌的影视鼓舞家族？不过很快就被他自己否定了。要真是这样，陈潇还至于来到武者协会习武吗？恐怕早就成为家族的重点培养目标了。怎么会28岁了还没有接触过武道？另一边，陈木在离开了武者协会之后，就直接开车返回了别墅。反正他也没有什么事情，正好趁着有时间回去多炼制一些丹药。可回到别墅之后发现，叶诗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你不是上班去了吗？这么快就下班了？陈木好奇地问道。今天没有什么事情，晚上有宴会，回来挑选一下礼服，顺便等几个人。叶诗雨淡笑着说道。等几个人？一会要不要看戏？叶诗雨双手托着下巴，眨了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戏也好。陈木点了点头，随后走到一旁的沙发坐了下来。陈木刚坐下来没几分钟，叶诗雨的手机就响了。叶诗雨接起电话之后，只是说了一句让他们进来吧，随后就挂断了电话。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个渣爹吧？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他那丑陋的嘴脸。渣爹？叶诗雨的亲生父亲？对方居然还找上门来了？不会是因为我吧？叶诗雨说过，父母离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渣爹，也没有对方的任何消息。算算时间，叶诗雨父母离婚应该已经过去20年了，现在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而这妖巧是陈木出现在了叶家之后，不得不怀疑这件事情是不是跟自己有关。聪明，就是因为你。陈木本以为只是看看戏，没想到自己还混了一个角色，似乎还挺重要的角色。嗨，要不然我还是回避一下。陈木轻咳一声，瞬间没有了看戏的心情。在自己家里面，哪有回避外人的道理？就坐在这，叶诗雨难得对着陈木表现出了霸气的一面。毕竟其他时候，叶诗雨不管对着谁霸气侧漏，对着陈木那可都是柔情似水。行，听你的。陈木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看到陈木的反应，叶诗雨满意的点了点头。与此同时，门铃响起，叶诗雨走过去把门打开，却并没有走出去迎接。不一会，从外面走进来了4个人，2个老人，一个中年男子，还有一个年轻人。诗雨，我的宝贝女儿，我想死你了。中年男子进来之后，看着叶诗雨，激动的热泪盈眶，本想要跑过去给叶诗雨一个爱的抱抱，在看到叶诗雨那冰冷无情的目光之后，停止了这样的举动。诗雨，乖孙女，你还记得爷爷奶奶吗？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们抱过你吗？这么多年了，我们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你知道你爸爸因为想你都患上抑郁症了吗？20年了，整整20年了。你妈也是真的狠心，居然让你跟我们分开了这么久。我可怜的诗雨，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叶诗雨的爷爷奶奶也瞬间开启了亲情模式，看着叶诗雨的目光充满了慈爱。可不管这些人说什么，叶诗雨的内心都没有任何的动摇。毕竟这一幕他不是没有经历过，他们现在说的话和上一世没有任何的区别。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策略，先用亲情拉近和叶诗雨之间的拒绝，然后再徐徐图之。行了，别演了，你们累不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跑到我这里玩这一套，你们真当我是3岁小孩吗？叶诗雨冷笑着说道。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跟爸爸还有爷爷奶奶说话呢？他们，闭嘴！你叫谁姐姐呢？我告诉你，
我妈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孩子，没生你，再敢乱说话，小心我拔了你的舌头。叶诗雨眼睛一瞪，强大的气场顿时让那年轻人心头一慌，竟然真的不敢再说一句话。诗雨，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他是我儿子，当然是你的弟弟，你们可是拥有血缘关系的姐弟啊！这么多年没见，你对我们有怨言，没有感情，我都能够理解。毕竟当年我们分开的时候你还小，你现在一时之间不能接受，我都懂。可这一切都和我们没有关系啊，是你妈威胁我，不让我靠近你。你也知道你妈那个人有多强势，手段有多狠，爸爸也是逼不得已。你以为我就不想你吗？20年了，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我多希望你能够跟在我爹身边。你知道，说到这里，叶诗雨的渣爹痛哭流涕，哭到已经说不下去，那悲伤的样子看得陈木也是大为感叹。好演技，好演员，不去娱乐圈真的是屈才了。这尼玛妥妥的影帝级别的演技啊！他是把这当成演员的诞生了吗？爸，你别伤心了，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年爸都是怎么过的？他经常拿着你的照片默默流泪，就是因为想你，思念成疾，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你怎么还能够这么伤他？那年轻人在看到父亲精湛的演技之后，似乎也激发了他表演欲。陈木甚至怀疑，这特么是不是谁演的好，谁分的钱多，所以一个个的这么卖力。叶诗雨一直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对于这一家人什么德行，他太了解不过了。上一世，叶诗雨就不待见他们，他讨厌陈木，同样也讨厌这一家人，只不过毕竟有点血缘关系存在，叶诗雨上一世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顺便恶心陈木。可没想到，这家人就是吸血鬼，是披着人皮的恶魔。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在叶诗雨母亲不在的这个阶段，尽量从叶诗雨手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为此，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也让叶诗雨认清了这一家人的本质。更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叶诗雨成为了一个笑话，成为了天海市上流社会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啪啪啪！叶诗雨一脸微笑的鼓了鼓掌，饶有兴致的说道：“你们不会以为我让你们进来，真的只是打算看你们在我面前演戏吧？”第36一家子的影帝，此话一出，叶诗雨的渣爹一家都是脸色一变，渣爹更是装出一副伤心的模样，悲伤的说道：“诗雨，你怎么能这么恶毒的怀疑我们？我们是你的亲人，我们过来不是演戏，是因为我们真的想你了，好不容易有了机会，所以打住，别以为当年你们离婚的时候只有5岁，我就什么都不懂。况且现在我已经25岁了，你们不会以为你们说什么我就会信什么吧？还有，我妈怎么样，轮不到你来说3道4，你算个什么东西？”叶诗雨直接打断了渣爹的表演，冷酷无情的话明显让渣爹这一家人有些措手不及。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叶诗雨就算对他们没有感情，但也不会太绝情。况且现在家里面出现了一个外人，只要他们努力，就能够通过这件事情想办法混进公司之中。可现在叶诗雨坚决的态度让他们有些慌乱，但也只能够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叶诗雨，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他是你爸，你亲爸，你说他算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你跟着你妈学不到什么好，看看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变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一点教养吗？要我说，当年就不应该因为害怕你妈把你的抚养权交给她，如果你跟着我们一定会给你养得十分优秀。叶诗雨的奶奶在一旁气愤地说道：“没错，咱们当年做的最错的事情就是没有争夺诗雨的抚养权，不然他一定会比咱们家周南还优秀的。”叶诗雨的爷爷也在一旁捧起了哏，只可惜叶诗雨完全不予理会，只是冷笑着说道：“你们的意思是周南很优秀，我比不过他？诗雨，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周南真的很优秀，而且他教养好，有素质，为人孝顺，有爱心，在学校学习好，喜欢帮助同学，而且每年都会利用放假的时间做义工。你弟弟他真的很棒。”来了，这一幕果然出现了。叶诗雨突然开心地笑了起来，不枉费这2天做出的努力了。原来在你们的眼中，周南就是这么的优秀，只不过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啊。说着，叶诗雨拿出来了一份资料，随后当着渣爹一家的面直接读了起来。周南，现年22岁，毕业于魔都大学，从小娇生惯养，为人自私自利，上中学的时候就在学校霸凌同学，
最后是你们花钱私了，才没有让周南被开除，事情也没有被记录到档案之中。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教养好，学习好，喜欢帮助同学？叶诗雨冷笑着问道。这都不是真的。诗雨，你不要听外面的人瞎说。渣爹连忙否认。别着急，我还没有说完呢。他的人生履历真的很丰富。高中时期，曾经为了要钱，3次将爷爷奶奶气进医院，最后更是数次从家里面偷钱。没有钱，就偷值钱的东西卖。这就是你们说的孝顺。你们家的家教还真是与众不同。对了，还有义工，我是真的没想到，你们居然好意思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周南为什么当义工，你们还不清楚吗？不就是因为学校有不少女同学去当义工了吗？最后，周南把其中一个女同学的肚子搞大了，还非礼过另外2名女同学。当义工期间，还发生过虐猫虐狗的情况。这就是你们说的有爱心。你们这些年为了周南这些破事，前前后后花了少说也有小100万了吧？最搞笑的是，他居然考上了魔都大学。我不得不佩服你们，胆子真的大。都现在这种年代了，居然还能干得出来，顶替别人成绩上大学的事情。如果对方不是家里面出现了问题，需要一笔钱，你们家优秀的周南还有机会上大学吗？叶诗雨的一番话彻底让渣爹一家人懵逼了。不是因为叶诗雨乱说，而是他居然全都说对了，就好像这些事情他都是一个旁观者，他亲眼目睹了一样。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有和叶诗雨联系过，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周南一脸惊恐地看着叶诗雨，他没想到自己的秘密居然就这么被发现了。上一世，周南进入叶诗雨公司的时候，用的就不是周南这个名字。起初叶诗雨就心生疑惑，但渣爹说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就没想那么多。最后才发现，周南是顶替别人名额上的大学，所以才不敢用周南这个名字。唉，诗雨，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就不瞒你了。这些年，你弟弟确实让我操碎了心，可我也没有办法。不管是你，还是你弟弟，都是我的亲骨肉，我能怎么办呢？我想疼你疼不到，就只能够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次我听说，你妈又结婚了，对方还有一个和周南年纪差不多的儿子。诗雨，我是担心你受欺负，所以才跑过来找你。我担心你啊。见事情败露，渣爹索性就不装了，顺便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对，我们就是担心你受欺负才过来的。诗雨，说到底，咱们才是一家人，怎么能够让外人霸占了咱们家的产业呢？毕竟周南才是你的亲弟弟啊。我们会帮你好好的守住家业，绝对不会让那个臭小子欺负你的。叶诗雨的爷爷奶奶也在这时候表现出了关爱之意，一副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叶诗雨的模样。陈木在一旁看得正过瘾，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自己的戏份。这个时候，自己要不要配合他们一下呢？毕竟他们演的确实挺好的。那个，要不要我回避一下，让你们好好谈论一下怎么对付我？陈木从沙发上站起来，看着众人笑着问了一句。陈木的突然出现让渣爹一家人都是一愣，他们进来这么久，愣是没发现沙发上面居然还坐着一个人。你是谁？渣爹皱着眉头问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欺负叶诗雨的臭小子？第3时期我可以让他们永远消失。陈木的话让渣爹一家子先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之后，看向陈木的目光十分的不友善，甚至是充满了敌意。至于说坏话被听到这件事情，他们压根就没有尴尬的这种念头。原来就是你啊！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诗雨现在就一个人，你就可以随意的欺负他。只要有我们在，你永远都别想欺负他。没错，我们绝对不会让你欺负诗雨的。只要你敢欺负他，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跟你斗到底。这一刻，一家人似乎找到了输出的目标，对着陈木放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豪言壮语。毕竟他们不敢得罪叶诗雨，还要靠着叶诗雨带着他们发家致富奔小康呢。刚刚心中所有的郁闷，所有的负面情绪，在这一刻全部都发泄到了陈木这里。说完了吗？没有。哦，那你们继续，演得挺好，比电视剧有意思多了。你果然就是个无赖。诗雨，你都看到了吧，这小子就是一个无赖，他和他爸绝对没安好心，他们就是在打咱家产业的主意，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的外表给骗了。听到这话，陈木笑了。果然，就算是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那无与伦比的帅气容颜。关于自己帅气这件事情，是他们就算想要说谎
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我觉得他说的对，你不应该被我的外表所迷惑。虽然我确实帅得一塌糊涂，但你要做一个清醒的女人。陈木一脸认真的说道。可我就喜欢你这英俊的外表，真迷人。那你太肤浅了，我可不肤浅，我也是看内涵的好不好？反正你的里里外外我都喜欢。放弃吧，我这样的男人是不会为了任何一个女人停留的。那我就跟着你走。陈木和叶诗雨的聊天内容让渣爹一家瞬间紧张了起来。他们没有想到，这才几天的时间，叶诗雨居然和这个新来的小子有了这么深的感情，而且这两个人的谈话内容信息量太他妈大了。这确定是姐爹，不是他妈痴男怨女吗？诗雨，你们两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你怎么能这么做？渣爹一脸气愤地看着叶诗雨，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气愤到底出自于什么原因。我的个亲娘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哦？诗雨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你们这叫乱伦啊！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叶诗雨的奶奶能是悲痛欲绝，不过心里面却升起了另外一种盘算。我们是什么关系，就不劳烦你们费心了。你们也不用跟我继续演戏了。告诉你们，这么多年来你们做过什么，打的什么算盘，我一清二楚。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在公司里面找了个眼线，帮你们打听消息这件事情能够瞒住所有人吧？不怕告诉你们，今天我就是故意等你们来的。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有多远滚多远。如果你们敢出现在我面前，别怪我叶诗雨翻脸不认人。信不信我有100种方法能够让你们生不如死？叶诗雨的话让渣爹一家人彻底绝望。完了，所有的事情都被发现了吗？可他到底是怎么发现的？明明一直都隐藏得很好，20年了都没有任何的动作，为什么还是会被发现了？叶诗雨，你别忘了，我是你亲爹，你有责任，有义务对我负责。既然都已经摊牌了，渣爹也没有必要再装下去了。既然怀柔政策不行，那就走蛮横路线。周怀仁，你还好意思说是我亲爹？你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吗？你们周家就是一群吸血鬼，白眼狼。当年你明明是入赘，是嫁给了我妈，但你是怎么做的？就因为我妈生了一个女儿，并且说不准备再生，你居然就跑出去找别人给你生儿子，还好意思说是为了给你们老周家传宗接代？想要传宗接代，早干嘛去了？还入赘干什么？还有你们两个，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多重男轻女。从小到大，你们压根就没有抱过我一次。从我出生之后，你们听说是个女儿，压根就没有见过我。你们想要让周南进我的公司，还想要拿我给周南当垫脚石，你们做梦！叶诗雨激动的双手都在颤抖，看向渣爹一家人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怨恨。虽然上一世叶诗雨就看穿了他们一家人，可再一次面对他们的时候，叶诗雨心中还是充满了恨意。从小到大，叶诗雨也想要父爱，想要有父亲疼。每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爸爸陪伴，有爷爷奶奶疼爱，叶诗雨都会十分羡慕。这是他人生之中缺失的一块，是他永远都不会得到的部分。越是如此，叶诗雨的恨意越盛。为什么自己的爸爸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自己的爷爷奶奶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倒霉的是自己？看到叶诗雨眼神之中的恨意，陈木也变得认真了起来。刚才还乐得陪着叶诗雨演戏，但现在看到叶诗雨这个样子，陈木的眼神变得异常冰冷。陈木也没想到，就这么几天的时间而已，叶诗雨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分量。没事，一切都过去了。陈木走到叶诗雨身边，轻轻地将她抱在怀里，低声安慰了一句。在被陈木抱住的那一刻，叶诗雨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除了母亲之外，她终于也有人心疼了，而且还是她最爱的那个男人。哼，告诉你叶诗雨，今天既然我们来了，就别想那么容易把我们打发了。我们老了，你爸也老了，你以后必须给我们赡养费。还有，把周南安排进你们公司，要不然的话，我就出去把你们两个这不伦的关系公布出来，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办。识相的，你就现在答应，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叶诗雨的奶奶直接坐在地上开始耍无赖，完全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叶诗雨目光冰冷地看了这家人一眼，心中也在考虑到底要怎么对付他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让他们永远消失。此话一出，叶诗雨心头一震，让他们永远消失吗？第38，你看我漂亮吗？叶诗雨很清楚陈木这一句让他们永远消失的含义是什么，这也不得不让他仔仔细细地考虑了起来。他恨这一家人不假，但是毕竟和他有着血缘关系，
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可当叶诗雨看到这一家人看向自己的目光，是贪婪，是冰冷，是无所顾忌，毫无感情的掠夺之后，叶诗雨的心也慢慢的变得坚定了起来。上一世，自己给过他们机会，但他们没有把握住，而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那么，从自己重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全新的人生，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叶诗雨自己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他和这家人就已经彻彻底底没有了任何的关系。他为什么还要顾虑？为什么还要迟疑？陈木，我永远都不想要再见到他们，永远。叶诗雨语气坚定地说道。好，交给我就可以了。你先上去好好休息一下，晚上还有宴会。我先上去了。叶诗雨点了点头，随后没有理会还在喋喋不休的渣爹一家，直接上了2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叶诗雨的离开并没有让他们就此停止，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达目的绝对不会罢休。身为叶诗雨的亲人，你们也算是极品了，从来都没有付出，却想要从他的身上获取高额的回报。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考虑随之带来的后果。你们不配为人。陈木看着渣爹一家的目光充满了寒意，陈木的目光让渣爹一家都是浑身一抖，仿佛被一股寒意笼罩全身。你不要以为吓唬我们就会害怕，就会你用眼神吓人吗？你以为就你有眼神戏吗？我也有。告诉你，叶诗雨就算上楼了，我们也不会走的。今天要是不能够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待在这不走了。渣爹虽然心中惊慌，但还是装作一副什么也不怕的样子，甚至是努力地瞪了陈木一眼。只可惜没有丝毫的震慑力。小兔崽子，我告诉你，别想着吓唬人。老太太，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什么样的泼皮无赖老太太我没见过。你要是敢叫人把我们赶出去，我告诉你，我就在外面大声宣扬，我去找记者，我去上电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2个人的不伦关系，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叶诗雨是个不孝女。你要是敢动我们一下子，信不信我能讹得你穷3代？不得不承认，这一家子都是极品，绝对的极品。陈木十分好奇，叶诗雨母亲这种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怎么就没有看清这些人的丑恶嘴脸？这绝对是人生的一大污点，而且是无法洗刷的污点。你们的生意真的很刺耳，下辈子好好做人。下辈子什么意思啊？这小子想要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不成他还真的敢杀人不成？渣爹一家人看向陈木的目光从疑惑、紧张慢慢变成了惊恐。2楼的叶诗雨听到楼下没有了那家人叫嚣的声音时，不知为何突然之间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想要出去看一看情况，却又有些不敢，因为他害怕下去之后看到的场面是他目前所无法承受的。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叶诗雨躺在床上竟然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多钟。叶诗雨连忙起来洗漱化妆，毕竟晚上还要参加宴会。忙完了这一切之后，叶诗雨发现自己竟然十分的平静，仿佛白天在家里面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样。今天1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续的情况如何？陈木是怎么处理的？他都一无所知。当叶诗雨从2楼走下来的那一刻，别墅之中安安静静，和以往没有任何的不同。叶诗雨似乎想要从这别墅之中找到一丝那群人曾经出现过的痕迹，但发现完全没有。甚至有一瞬间，叶诗雨有些恍惚，今天这些人真的出现过吗？就在叶诗雨胡思乱想的时候，陈木发现叶诗雨下楼，所以停止了炼丹，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当看到叶诗雨的那一刻，陈木也是一愣。此时的叶诗雨换上了一身蓝紫色的晚礼服，脖子上戴着一条精致的蓝宝石项链，精致的妆容让原本就漂亮的叶诗雨变得更加光彩照人，高贵冷艳，让人心生向往，却又不敢靠近，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当叶诗雨看到陈木的那一刻，脸上绽放的笑容仿佛要将冰川融化一般。好看吗？叶诗雨紧张又期待地问道。陈木十分诚实地点了点头，确实很好看，而且是目前为止陈木见过最漂亮的女人。江可可同样是个极品，但和叶诗雨完全是2种风格。江可可更多的是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走的是呆萌甜美风，但叶诗雨不同，她身上冷艳高贵的气质会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疏离感，但也会让人产生一种征服欲。2人平时的相处之中，叶诗雨更多时候所展现出来的
都是主动热情的一面，但陈木很清楚，现在的叶诗雨才是他真正的样子。被陈木夸奖，叶诗雨心中也是欢喜不已。起码从刚才陈木的眼神之中，他看到了那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欣赏以及经验。看样子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近了，但这还远远不够。经过几天的相处，叶诗雨也很明白，这种事情欲速则不达，不能天天一味的主动，要松弛有度，隔三差五的诱惑一下，说不定效果更佳。你要不要去换一套衣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出发了。现在陈木穿着一身休闲装，明显不适合参加今天的宴会。陈木点了点头，回到房间，随便换上了一套西装，反正这些西装都不便宜，合身就好。换上了西装的陈木，整个人的气质也发生了改变，看得叶诗雨也是眼睛一亮。叶诗雨走过去，搂住陈木的胳膊，笑着问道：怎么样，咱们两个是不是很配？简直是天生一对。陈木无奈地看了叶诗雨一眼，完全搞不懂他怎么会从见到自己的第一面开始就这么执着这个问题。走吧，该出发了。第39出现了，歪嘴小王子。关于渣爹一家子的事情，叶诗雨没有问，陈木也没有说，两个人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就当今天那些人压根没有出现过。两人从别墅走出来之后，叶诗雨的司机已经在外面等了有一阵子了。由于是去参加宴会，所以叶诗雨并没有让陈木去开车，不然的话说不定就有那不开眼的人把陈木当成司机。封家这一次的宴会举办的地点是在圣皇酒店的顶楼空中花园，从紫禁城开车过去，大概的路程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陈木两人上车之后，陈木不由得眉头一皱，目光向着前面的司机看了过去。这司机的年纪看起来应该30多岁，不到40，可对方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武者。叶诗雨的司机居然是武者，但很明显叶诗雨自己并不知道，陈木并没有过多的留意对方。过了一会之后，随意的问了一句：你这司机开车技术不错，跟了你很久了？有几年了吧，国外留学回来，进入盛天集团工作之后，他就一直是我的司机，开车确实很稳，这么多年了，一次刮碰都没有发生过。叶诗雨想了想之后说道：所以是叶阿姨给你安排的司机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怎么了？听到叶诗雨的话，陈木摇了摇头，不过暗中却开始留意起这个司机。如果对方是叶阿姨派来的，那么很可能不只是司机这么简单，应该也是为了保护叶诗雨的安全。如果不是叶阿姨安排的，那一个武者跑过来给叶诗雨当司机，这目的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路无话，司机将两人送到圣皇酒店之后，这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小姐，等你们回去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一声，我就在附近。好，辛苦你了，马师傅。没事，这是我的工作。马师傅开车离开之后，陈木对着叶诗雨说道：诗雨，晚上回去之后，你联系一下叶阿姨，问问她，这个司机是不是她给你安排的？听到这话，叶诗雨眉头一皱，他又不是傻子，很明显陈木是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怎么了？马师傅有问题？叶诗雨惊讶地问道。还不确定，你先问问再说吧。好。两人进入到圣皇酒店之后，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因为封家今天举行宴会，所以整个圣皇酒店都没有对外营业。来到这里的人，除了工作人员，就是参加宴会的嘉宾。可陈木和叶诗雨两个人实在是太亮眼了，不仅气质超凡，样貌更是无可挑剔。这样的组合搭配，任谁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好帅啊！这个男的怎么会比那些明星都帅？真的好帅，而且看起来很阳光，很硬朗，完全没有一点柔弱的感觉。那个女人也好美，他们不会是封家请过来的明星吧？明星？不会吧，从来没见过啊。闭嘴！你们知道什么？那个女人我认识，人家可是盛天集团董事长的亲生女儿，也是盛天集团的总裁。明星？你们觉得人家这样的身份会去当一个戏子吗？什么？他就是盛天集团的总裁？在工作人员议论纷纷的声音之中，陈木两人上了电梯。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名。陈木笑着说道。还好吧，这圣皇酒店毕竟是封家的产业，平时这里除了对外营业之外，就是封家用来招待一些宾客。至于那空中花园，是不对外营业的。这一次为了给小女儿过成人礼，封家也是邀请了不少人，天海政商两界的人都会到场，其他地方的人相信也会过来不少。能够参加这场宴会的人身份都不一般。趁着还没有到顶楼，
叶诗雨简单的和陈木讲述了一下。当电梯到达顶楼之后，空中花园此时已经来了不少人。虽然现在距离宴会开始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但大多数人都会早点到，毕竟不少人也想要利用这封家的宴会，扩展一下自己的人脉圈子。叶诗雨的出现，又一次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毕竟叶诗雨的身份摆在这里，天海市的商界人物，不可能会无视他。这不是盛天集团的叶总吗？他身边居然跟着一个男伴，这情况可不多见啊。在宴会碰见过叶总几次，每一次都是自己，从来不会带着男伴。你们说，这人是谁？会不会是叶总的男朋友？不清楚，不过看起来似乎和叶总很般配啊。哼，长得帅有什么用？叶诗雨这样的女人，小白脸是配不上她的。众人议论之时，旁边传来了一个男人不屑的冷哼声。众人闻言望去，发现是封家的二少爷。看到是他，不少人也不敢反驳什么，毕竟封家的实力很强。不过他们有些好奇，没听说过这封家二少爷和叶诗雨之间有什么接触，但他刚才的反应明显是有些不高兴啊。难道这封家二少爷喜欢叶诗雨？可众人明明记得，叶诗雨当上盛天集团总裁都3年了，而这封家二少爷应该是近期才从国外回来。你先忙你的吧，我去那边坐一会，我可不愿意跟这些人假客套。看到有不少人不断的过来和叶诗雨打招呼假客套，陈木感觉有些无聊，于是和叶诗雨说了一声，就知道走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陈木刚坐下没一会，封家二少爷就端着一杯红酒走了过来。陈木早就发现这个人看向自己的目光有敌意，不过并没有理会。叶诗雨这么优秀的人，要是没有一个追求者，那才是怪事。封家二少爷来到陈木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不屑的冷笑一声：小子，我不管你是谁，从现在开始离叶诗雨远一点，否则的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听到这话，陈木抬头看了对方一眼，当看到对方那3分凉薄3分讥笑4分漫不经心的神情之后，陈木悟了，这封家二少爷活脱脱的反派人设啊！你就是封家二少爷？陈木问道。哼，算你有点眼力，告诉你，我们封家是你招惹不起的存在。封家二少爷歪嘴冷笑，眼神轻蔑的看着陈木。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表情那么丰富，真的很扭曲，你不会觉得这样很帅吧？第40，叶诗雨打你又怎么样？陈木丝毫没有惯着这位所谓的封家二少爷。别说你是封家二少爷，你特么就是封家老祖宗，你多鸡毛！陈木这个人不喜欢麻烦，不代表他怕麻烦。对于封家二少爷这种脑残货色，陈木不介意，给他换换脑子。封家作为东道主，不管心中愿不愿意，都应该大度一点，毕竟来者是客。就算封家二少爷对陈木心中不喜，也绝对不应该在宴会上找麻烦，这让外人看见了，一定会觉得封家人不大度。就算大家表面上不敢表现出来，心里面也会记住这件事情。但是很显然，封家二少爷并没有想到这些，或者想到了，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在封家的地盘上，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敢说一个不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男人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嘲笑自己。封家二少爷习惯性的又想歪嘴冷笑，可刚笑到一半，突然想到了陈木刚才的话，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这么笑。殊不知，此时他这想笑不笑的表情更显得十分滑稽，甚至有点诡异。你面瘫，应该去医院看看，晚了就没救了。陈木十分认真地说道。放屁，你才面瘫，小子，你知道这么跟我说话会有什么后果吗？别以为巴结上了叶诗雨，你就能无所顾忌。告诉你，就算是叶诗雨，面对我们封家，也得低头做人。给你1分钟的时间，给我下跪道歉，否则今天你别想站着从这个地方走出去。封家二少爷冷傲地看着陈木，表情那叫一个狂拽炫酷吊炸天。1分钟下跪道歉？你特么的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吧？原来这就是你们封家的待客之道，有点意思。陈木冷笑着说道。听到这话，封家二少爷不屑的一笑，嘲讽道：你算什么客人？不过是叶诗雨身边的一条狗罢了，就凭你也配成为我封家的客人？要不是叶诗雨，你有资格来到这个地方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算个什么东西？封家二少爷还真是好大的威风，那你又算是什么东西？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封家二少爷脸色一沉，转头一看，发现居然是叶诗雨。叶诗雨原本还被一群人围着聊天，不过当他注意到陈木这边的情况之后，便直接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
听到封家二少爷的话，叶诗雨的表情变得异常冰冷。诗雨，我跟你不熟，请注意你的言辞。封家二少爷看见是叶诗雨，对于他刚才的话，全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这可是他一直喜欢的女人。哈哈，不重要，反正早晚都是一家人。当年，我可是为了你，才跑去国外上的大学。谁知道，你居然那么快就毕业了。要不是我爸让我必须念完才能回来，我早就回来找你了。你都不知道，这几年我有多想你。听到封家二少爷的话，叶诗雨眉头一皱，连忙打断：“你去哪上大学？跟我有关系吗？再说一遍，我跟你不熟。还有，给陈木道歉。”叶诗雨冷声说道。叶诗雨的态度让封家二少爷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妈的，给脸不要脸是吧？真以为老子喜欢你，你就能在我面前肆无忌惮了？让我给他道歉，他算个什么东西？叶诗雨，你确定要这么和我说话吗？你就不考虑一下，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得罪我封家，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是一个聪明人，我劝你考虑清楚。啪！面对封家二少爷的威胁，叶诗雨的回答十分简单，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得封家二少爷也是一个踉跄。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叶诗雨敢在这个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打自己，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备。这清脆的巴掌声让四周瞬间都安静了下来。本来就有不少人在注意这边的情况，当看到叶诗雨挥出那一巴掌的时候，所有人的脸上都异常的精彩。打起来了，居然打起来了！在封家的地盘上，叶诗雨居然打了封家二少爷一巴掌。这叶诗雨还真是年轻，做事也太不考虑后果了吧。唉，这盛天集团虽然不错，可跟封家还是有不少差距的。这一下，盛天集团可是要惹大麻烦了。今天可是封家举办的宴会，这无异于在打封家的脸，封家怎么可能会让他好过？不过，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叶诗雨怎么会突然打了封家二少爷一巴掌？两男一女，还能是什么事情？争风吃醋呗？啥？就为了一个男人？叶诗雨这也太胡闹了吧！年轻人嘛，总是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其他宾客议论纷纷，封家的人此时也是脸色难看，毕竟是自家的二少爷，当着众多宾客的面被一个女人打了一巴掌，这也太难看了。快去跟老爷子说一声，今天是三小姐的成人礼，千万不能搞砸了。是。封家的人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封家二少爷这边的情况，如果情况不对，他们会立刻冲过去。叶诗雨，你他妈的居然敢打我！你！周围人的议论以及盯着自己的目光，让封家二少爷心中气愤不已，这太让他丢脸了。封家二少爷看向叶诗雨的目光充满了愤怒和怨恨，他不明白，叶诗雨居然为了一个小白脸，当着众人打自己的脸。诗雨姐姐，陈木哥哥，你们在这里啊！封家二少爷刚准备动手反击，突然又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妈的，谁他妈在说话？给老子！”封家二少爷话没说完，当看到来人是谁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江可可，江家大小姐。卧槽，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好在江可可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封家二少爷的身上，而是直接向着叶诗雨跑了过去。诗雨姐姐，我找了你半天，没想到你和陈木哥哥躲在这里。对了，这是怎么了？他是谁？他刚才想要做什么？江可可挽着叶诗雨的胳膊，先是甜美的一笑，随后疑惑不解地询问了一声。看到江可可对待叶诗雨的态度，所有人都愣住了。叶诗雨和江家大小姐的关系居然这么好，难怪叶诗雨没有将封家二少爷放在眼里，原来是靠上了江家这座大山。这个人刚才要让你陈木哥哥下跪道歉，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可能是想要打回来吧？叶诗雨笑着说道。什么？你他妈的敢让我大哥下跪道歉？第41，我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说话的人正是陈木的小迷弟唐鹤年。唐鹤年从江可可那边得到消息，说是陈木今天会来参加封家的宴会，于是也就跟着过来了。当听到封家二少爷让陈木下跪的那一刻，唐鹤年怒了。妈的，这可是自己心中认定的大哥，是自己要抱的大腿，你一个封家二少爷算个什么东西？你也配让我大哥下跪？封家二少爷知道江可可，但是这唐鹤年他就没有什么了解了，毕竟他对男人没兴趣，加上唐鹤年很少参加任何的宴会，他没见过也正常。你他妈又是谁？封家二少爷冷声说道。我是谁？你他妈连我都不认识，你还想在天海混？告诉你，老子唐鹤年，听过爷爷的名字吗？唐鹤年冷笑着问道。唐鹤年，唐家的少爷，这
先是江可可，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唐鹤年。天海市顶级4大家族，居然出现了2家。别说是封家二少爷没想到，在场众人谁都没有想到，封家的面子什么时候这么大了？虽然封家在天海市号称第5家族，但也不过是他们封家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自己弄出来的这么个名号。封家是不错，但和4大家族相比，差距就有点大了。一般这种宴会，4大家族从来都不会参加，最多派个人过来送点礼物，意思意思。像是这种4大家族的小姐少爷亲自出马的情况，在众人的印象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是4大家族从不交际，而是别人不配。快去通知老爷子，江家大小姐还有唐家少爷过来了，还他妈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封家的人看到这2个人，可是丝毫都不敢怠慢，况且他们也没有资格出面去招待，只有封家老爷子出面才合适。原来是唐家的少爷，刚才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少他妈说废话。我问你，刚才是不是你让我大哥下跪的？唐鹤年不耐烦地打断了封家二少爷的话，冰冷的眼神让封家二少爷不免有些胆寒。这可是他得罪不起的主，可他想不通，叶诗雨和江可可认识，关系不错也就算了，为什么叶诗雨带来的这个男人能够让唐鹤年叫大哥？可他不是姓陈的吗？陈家，天海4大家族之中有陈家吗？难道他不是天海的人？对于陈木的身份，封家二少爷猜测不出，但很肯定，这特么的能够让唐鹤年叫一声大哥，对方绝对不简单。别说封家二少爷现在有点慌，在场众多宾客此时也是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个陈木的身份是什么。就在封家二少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封家老爷子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听到有人打了孙子的耳光，他都没有这么着急，但江家小姐和唐家少爷来了，他不得不重视起来。封老爷子出现之后，先是狠狠地瞪了封家二少爷一眼，随后想着江可可和唐鹤年看了过去。真是没想到，今年我封家小孙女的成人礼，江家大小姐和唐家少爷能够大驾光临，这是我封家的荣幸。2位是我封家的贵宾，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2位见谅。不知道这边刚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封老爷子也是装糊涂的一把好手，我可不是为了你们封家来的，我是听说诗雨姐姐和陈木哥哥在，我才过来的。江可可丝毫没有给封老爷子面子，不过他也是有话直说，没那么多心眼。没错，我也是为了陈木大哥过来的，没兴趣当你们封家的贵宾。唐鹤年不屑地说道。这2人的话可以说十分不给封老爷子面子了，但他依然面带微笑，丝毫不在意这2人的话。哦，原来2位都是为了叶总和这位陈木过来的，真是想不到叶总居然和江家大小姐关系这么好。不过我这人上了年纪，记性有点不好，这位陈木先生倒是没听说过，不是我们天海的人。封老爷子看得出来，现在所有的关键点都在陈木身上，他必须搞清楚这个人的身份。土生土长的天海人陈木坐在椅子上，不紧不慢地说道：土生土长的天海人，这倒是让封老爷子没有想到，毕竟在天海并没有一个有实力的陈家，倒是我老头子孤陋寡闻了，没想到在我们天海居然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才俊。不过老头子，我记性不好，说了你可别计较。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天海似乎并没有一个陈氏家族吧？陈木先生当真是土生土长的天海人？陈木看得出来，这封老爷子是想要试探出自己到底有什么身份，什么背景。想问我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对吗？就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偶然和他们2个认识了而已。陈木的话让封老爷子眉头微皱，偶然认识，这不太可能吧？来者是客，不管是谁，只要能够来到这里，那都是我们封家的客人。刚才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我在这里先给你赔个不是了。封老爷子这样的人物主动赔不是，倒是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不过很多人认为封老爷子并不是因为叶诗雨和陈木的身份，反而是忌惮江可可和唐鹤年。既然搞不清楚陈木的身份，那就谨慎一点比较好。臭小子，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滚一边去！封老爷子眼睛一瞪，不过大家都清楚，他这是要让封家二少爷远离这个是非地，将刚才的事情大事化小。等一下，我让你走了吗？见封家二少爷要走，陈木冷笑着说道。此话一出，封老爷子的眉头一皱，封家二少爷也是一脸的不爽。要不是因为江可可和唐鹤年，你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陈木先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封老爷子笑着问道。爷爷，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
他不就是仗着江家和唐家的事，才敢在这装模作样吗？没有江家和唐家，他算个什么东西？封家二少爷气愤地说道。闭嘴！封老爷子眉头一皱，虽然他也是这么想，但他不会说出来。笑话，我陈木行事，还需要借助别人的事？我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第42，清场，动手！噗嗤！陈木的话让封家二少爷没忍住笑了出来。装逼，这货太能装逼了，比自己还能装，居然还敢说出这种他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这种话。他特么的才是脑子有病吧？没有江家和唐家，你他妈今天能从这站着出去吗？陈木，给你台阶你就赶紧下吧。今天要不是看在江可可和唐鹤年的面子上，你觉得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吗？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封家是害怕你才对你和颜悦色的吧？封家二少爷冷笑着说道。封老爷子看了自己这个孙子一眼，脑中也在不断的思考，虽然说这么做很可能会得罪陈木，但他也想要看看陈木在江可可和唐鹤年的心里面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另一边，江可可听到封家二少爷的话，原本想要站出来帮陈木说话，不过被唐鹤年直接给拦住了。唐鹤年小声的对着江可可说道，现在是大哥的装逼时刻，忘了小说桥段了吗？这个时候咱们就站着看戏就好了，不要影响了大哥装逼。我其实也想看看大哥接下来会怎么做。唐鹤年心中也十分的好奇和期待，他想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场景会不会和自己幻想的一样。江可可听他这么说，也就没有站出来。也正是因为他们两个的举动，让封老爷子放心了不少。看起来他们和陈木之间的关系应该真的只是认识，并不见得有多好，要不然的话刚才就应该站出来了，而不是选择默不作声。这个叫陈木的也太狂了吧，而且是不是脑子不好？封家都已经给他台阶了，居然还端起来了，狐假虎威罢了。要是没有江家和唐家，早就让人扔出去了。年少轻狂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说封家会不会继续忍下去？这不好说，主要还是得看看江家大小姐和唐家少爷的态度如何。四周的宾客可都在盯着这边，封老爷子也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颜面尽失，深吸了一口气。封老爷子笑着说道，年轻人有脾气是好事，但千万不要不自量力。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不要闹得太难看，这样对谁都不好。今天要不是看在江大小姐和唐家少爷的面子上，我封家可不会善罢甘休的。封老爷子虽然在笑，但眼神之中满是威胁之意，与此同时眼睛的余光还在时刻注意着江可可和唐鹤年的举动。见两人真的无动于衷，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也更加有了底气。是吗？这么说江家和唐家不管这事，你就要对我不客气了？陈木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将封老爷子的话放在心里。你可以这么理解，封老爷子语气平静地说道。封老爷子的话让封家二少爷可是兴奋不已，这一下自己不就有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陈木了吗？那你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陈木冷笑一声，随后起身一巴掌直接将封家二少爷扇飞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众人都是一脸震惊。动手了？居然真的动手了，而且还是当着封家老爷子的面动手将他的孙子给打了。陈木的动作太快了，快到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封家二少爷更是被打得头昏脑胀，甚至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只感觉口中似乎有些不舒服，似乎有什么东西。张嘴吐出来一看，居然是自己的牙齿，而且还有7、8颗之多。你敢打我？我特么！封家二少爷本来现在说话就漏风，激动之下话还没说完，突然又从口中喷出来一颗牙，那画面让不少人都忍俊不禁，想笑又不敢笑。陈木，你当真不把我封家放在眼里？居然在我封家这种日子闹事！封老爷子冷声问道。我为什么要将你们放在眼里？你们封家很牛逼吗？哈哈，好好好，真是非常好，我们封家多少年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了。陈木，你真是好样的，那是你早没遇见我，早遇见我早就被侮辱了。封老爷子眼睛死死地盯着陈木，被气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封家的人也已经冲了过来。各位抱歉，今天的事情真是让大家见笑了，还请大家看在我封某的面子上，暂时离开议会。10分钟之后，宴会继续。封老爷子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要暂时的清场，好好的教训一下陈木了。毕竟来的宾客那么多，不只是有商界的，还有一部分政界的，要是当着他们的面点就闹起来，恐怕是让这些人很尴尬，而且也不太合适。在天海，
封家的能量确实很强，大家也都很给面子。几分钟的时间，这些宾客就已经离开了这个是非地。江大小姐，唐二少爷，你们两个是打算帮陈木出头吗？江可可和唐鹤年没走，封老爷子眉头微皱，心中有些忐忑。不用管我们，我们就是看个热闹。唐鹤年笑着说道。对，你忙你的。诗雨姐姐，我们来这边坐着看。江可可说完之后，拉着叶诗雨走到一旁悠闲地坐了下来。江可可的反应，封老爷子还没觉得怎么样，可叶诗雨居然也这么平静。不过现在的封老爷子可顾不得这么多了，只要江家和唐家不掺和，他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况且距离宴会正式开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速战速决。要是让陈木把这宴会彻底的搅黄了，那他封家在天海市可算是丢人丢大了。给我打，狠狠的打！封老爷子一声令下，封家的那些保镖直接向着陈木冲了过去。开始了。唐鹤年眼睛都在闪烁着光芒，毕竟这种场面他也不是经常能够看到。唐鹤年很想知道陈木的实力究竟如何，是不是一武双绝，真的是拥有主角模板的存在。毕竟他可是一心想要抱着陈木的大腿走上人生巅峰的。砰砰砰！随着陈木的出手，封家这群保镖没有一个人是他的一合之敌。简单，陈木的出手十分的简单，过来一个打飞一个，连地方都没有动，封家的这群保镖就已经前赴后继的被打飞了出去。你居然是个武者，难怪敢这么狂妄。可你不要以为我封家就没有武者存在。第43无敌是多么寂寞。陈木是武者这件事情，封老爷子不过是暂短的惊讶之后就已经恢复了平静。原本他还好奇，没有了江家和唐家的支撑，他陈木的倚仗是什么？现在看来，不过就是武者的身份罢了。如果只是这样，那他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封老爷子冷笑一声，随后向着远处的几人看了过去。这几个人都是封老爷子花了大价钱请到的高手，全部都是内境武者。看到封老爷子的目光，那几个人都明白对方的意思。既然拿了人家的钱，当然要替人家办事。我来吧，正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别人交手了，这小子实力应该不错，拿他练练手。其中一名内境武者说了一句之后，便向着陈木冲了过去。对方的速度很快，10多米的距离，不过转眼之间就已经来到了陈木面前，蕴含着内劲的拳头直接向着陈木的胸前轰了过去。当拳头马上就要触碰到陈木胸口的那一刻，还没等对方来得及高兴，陈木便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什么？你？对方没想到陈木居然轻而易举的就抓住了自己，并且阻挡住了自己的攻击。可还没等他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陈木随手一甩，直接将对方扔了出去。妈的，这是个高手！一起上！看到自己人吃亏，他们瞬间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普通的武者，最起码也是一个内境，而且绝对不是内境初级。想到这里，这几个人也不再犹豫，直接冲向了陈木，想要速战速决。砰砰砰，一拳一个，依然是一拳一个。封家老爷子此时已经彻底懵逼了，这可是自己花了重金请回来的高手啊，居然就这么败了，而且还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了。无聊，真的太无聊了。你们这样，我连打架的兴致都没有了。老头，你这还有更厉害的没有？面对这些人，陈木是真的提不起任何一丁点的兴致，完全不是对手，就跟欺负婴儿一样，赢了都特么胜之不武，没有一点喜悦。封老爷子此时已经吓得浑身颤抖，看向陈木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恐惧。大哥太帅了，我一定要抱紧大哥的大腿。唐鹤年此时已经兴奋的差点蹦起来，他可以确定陈木一定拿到了主角模板，这是属于他的时代，只要抱住陈木大腿，这个时代一定也会留下他的名字。可是我看着也没什么呀，感觉没怎么样呢，这些人就都倒下了，不精彩呀。江可可对这种打斗戏份似乎并不是很感冒，如果主角不是陈木的话，或许他都懒得看，还以为会像看电影电视剧一样精彩绝伦，但过程单调到让人想要退票。你不懂，这才叫高手，实力相差太悬殊，过程一定精彩不了。唐鹤年嫌弃的看了江可可一眼，啪！封老爷子的反应速度还是很可以的，没等陈木发作，连忙走到封家二少爷面前，重重的给了他一巴掌。封家二少爷原本就被陈木打得不轻，现在又被重重的打了一巴掌，怒火攻心之下，竟然直接晕了过去。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回国。看着晕倒的孙子，封老爷子眼神之中没有任何的疼惜，
有的只是愤怒。陈木先生，先前的事情，一切过错，都是我封家的不对。你究竟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封家？只要你说出来，我封家绝无二话。封老爷子现在很清楚，当务之急就是和陈木和解，不然的话，谁知道陈木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实力，绝对不是一般人，必然出自某个大家族。什么土生土长的天海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陈木看了封老爷子一眼，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继续留在这里的兴趣。原本就是为了配叶诗雨过来走个过场的，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至于要什么，陈木也没想好，毕竟他似乎什么都缺，又什么都不缺。诗雨，你有什么想要的吗？陈木看着叶诗雨问道。你决定就好，我都听你的。叶诗雨笑着说道。陈木点了点头，随后对着封老爷子说道，我不想要再看见这个人，能做到吗？能，我明天就派人把他送出国，这辈子都不会让他回来。陈木提出来了要求，封老爷子心中十分激动，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毕竟肯提要求，那就是不打算继续计较这件事情了。陈木先生，还有什么要求？封老爷子紧张的问道。你看着办吧，陈木淡淡的说道。看着办吧，这特么的怎么搞？封老爷子也犯起了难，给的太多了吧？他也有些心疼，要是给的太少了，那岂不是更不划算？况且陈木缺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呀。想到这里，封老爷子注意到了一旁的叶诗雨。这样吧，从今以后，我们封家会无条件的帮助盛天集团，只要盛天集团有需要，我们封家绝无二话。然后为了表示我的歉意，再给您转过去20亿，就算是给您赔个不是，您觉得怎么样？封老爷子这并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毕竟盛天集团虽然看着不起眼，但叶诗雨和陈木关系密切啊，和盛天集团搭上关系，和叶诗雨搞好关系，等同于和陈木搞好了关系。至于这20亿，完全是花钱买一个安心。20亿不算多，但也绝对不算少，毕竟这笔钱就算是对盛天集团也有很大的用处。盛天集团的市值是200多亿，但真正的流动资金，以封老爷子的了解来看，最多只有50亿，这已经算得上是很不错的情况了，所以他才会给出20亿这个价格。行吧，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了。以后你们封家不主动来招惹我，我是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如果封家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陈木绝对不会动手。况且陈木也并不担心封家事后会不会找自己的麻烦，如果他们敢，那陈木不介意让封家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陈木先生放心，我们封家绝对不敢再招惹您。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走了。陈木准备离开，但封老爷子的脸色却有些难看，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有话直说，今天是我孙女的成人礼，天海市有头有脸的几乎都到了。您看，您现在要是走了，我封家确实有些丢人，能不能给我这个老人家一个面子，等到成人礼之后再走？封老爷子有些忐忑地问道。你好说话，我就好说话，这个面子我给你。第44，你们两个不回家的吗？陈木的性格并不是一个喜欢把自己搞成天下皆敌的那种人，以他的实力，如果真的想，恐怕把天下的人都杀光了，都有一定的把握。可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陈木从小到大都认为朋友多总比敌人多要舒服。既然封老爷子已经摆出了态度，陈木自然就给了他一个面子。当众多宾客再一次回到空中花园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陈木几人坐在主位，封老爷子在一旁面带微笑的和他们不知道说着什么。不少人都疑惑的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为什么会这样？刚当他们出去的时候，明明双方还是剑拔弩张，这必然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可现在呢，和谐融洽，相谈甚欢。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我看得很清楚。这不对啊，难道不应该是陈木那小子被封家狠狠地修理一顿吗？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陈木绝对大有来头，封家招惹不起。不错，一定是这样，否则的话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这一刻，所有人都是恍然大悟，将陈木这个名字也是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盛天集团、叶诗雨、陈木，这3个名字从今天开始将会成为天海市谁都不能够轻视的存在。甚至有不少人都打算好，等到宴会结束，明天就开始着手准备，看能不能够和盛天集团合作。另一边，
此时的风老爷子心情也很不错，甚至感觉和陈木成为朋友真好。早知道这样，刚开始就一巴掌将自己那个不成器的孙子打出去。陈木在，江可可和唐鹤年就在，等同于他们在今天，在天海其他人的注视之下，成为了他风家的座上宾。这可是其他人谁都没有的待遇，但他风家有。成人礼照常举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现场也十分的热闹。等到宴会顺利结束，陈木没有接受风老爷子的挽留，随后带着叶诗雨几人离开了圣皇酒店。爷爷，你干嘛要拉着我介绍给人家呀？你没看到人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吗？太丢人了。风老爷子原本打算将自己的小孙女介绍给陈木认识一下，可没想到陈木压根连看都没有看对方一眼，谢绝了好意之后就转身离开了。唉，我这不是以为你们都是年轻人，接触一下总不会是坏事。爷爷不奢望能够让陈木喜欢你，但是能够和其他3个人交上朋友，那对我们风家来说都是好事。这个陈木可不简单，说不定来自于哪个超级家族。唉，或许我真的老了，如果是当年，我做事不会这么冲动。风老爷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爷爷，您不是老了，而是身居高位太久了。在天海，除了4大家族之外，谁看见您不是客客气气的，所以才会轻视陈木这样的年轻人，认为他的行为让你没有了面子。风念念笑着说道。还是念念聪明，爷爷老了，你大哥和2哥都不成器，将来这风家的担子恐怕就要落在你的身上。念念，爷爷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这样冷静的心态，否则的话，再过10几20年，风家就要没落了。风老爷子心有感触地嘱咐道。爷爷放心，念念一定会努力的，我要让咱们风家成为真正的第5家族。别看风念念只有18岁，但他从小所接受的培养就决定了他的性格和野心。风念念一直以来的心愿和目标都是让风家成为4大家族这样的存在，虽然过程会很难，但他依然选择了这条路。风老爷子一脸欣慰地看着风念念，或许自己这个孙女真的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这么晚了，你们2个不回家，跟着我们做什么？离开圣皇酒店之后，江可可和唐鹤年毫不客气地上了叶诗雨的车。江可可跟着陈木2人坐在后面，唐鹤年坐在副驾驶。大哥，打住！我说了，我不是你大哥，我姓陈，不姓唐。哎呀，大哥，你看你这不就见外了吗？我是真的想要跟着你混。大哥吩咐，我一定努力办到。唐鹤年嬉皮笑脸地说道。你确定办得到？没错，大哥让我做什么都办得到。好，那你离我远一点。啊，大哥，不带这么玩的，我是真心的呀。闭嘴。好的。陈木感觉有些头疼，这个唐鹤年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非喊着要认自己当大哥。他家里不是有大哥吗？咋的？家里大哥家暴他了，非得认别人当哥？还有你，把胸挪一挪，挤到我了。陈木满头黑线，江可可胸前那2个巨大的球状物总是时不时的碰到自己。啊，可是没有地方挪了呀。那他就这么大，我有什么办法吗？江可可有些委屈，第一次因为自己的胸大产生了烦恼，难道大爷有错吗？噗嗤，一旁的叶诗雨也是没忍住笑了出来，结果收到了陈木的一个白眼。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可是他确实没有地方挪了。叶诗雨一脸认真的说道。我睡觉，到地方了告诉我。陈木直接静心凝神，闭目不语。诗雨姐姐，陈木哥哥是不是生气了？看到陈木闭着眼睛不说话，江可可有些担心的小声问道。他一个占便宜的，有什么好生气的？没事，不用管他。听到叶诗雨的话，江可可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笑着说道。诗雨姐姐，今天我不想回家了，我晚上能不能跟你一起睡啊？啊，跟我一起？你不回家没事吗？我都20岁了，没事的。那好吧。叶诗雨想了想之后，也并没有拒绝。况且抱着这么一个甜美软萌的大兄妹睡觉，似乎也不错。可可，你今天不回家了呀？那我……唐鹤年刚想说他想跟着陈木睡，可想了想之后，觉得有些怪怪的。再看看闭目不语的陈木，硬是把这句话给咽回去了。要是真的说出口了，他怀疑陈木会直接把他从车上扔下去，并且不会再让自己出现在他面前。算了，我还是回家吧。唐鹤年郁闷地说道。第45堂妹的下落，陈木一行人先将唐鹤年送到了他市区内的住处之后，这才返回别墅。让陈木很庆幸的是，回到别墅之后，江可可并没有过多的缠着他，
而是和叶诗雨2个人直接去了2楼。听到2楼传来2个人嬉笑打闹的声音，陈木也是笑着摇了摇头，随后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等到陈木再次出来，已经是第2天的中午了。陈木也没有想到，上一次购买的药材居然这么快就用光了，于是又给长生堂的徐经理打了一个电话，让对方送过来一批。打完电话之后，陈木这才注意到手机上面有很多的未接来电。这段时间陈木本来就不怎么看电话，加上炼丹的时候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王伟，这是聚会的时间定下来了。看到王伟打了10多个电话，陈木想了想，将电话拨了回去。卧槽，大哥，你终于接电话了，你现在到底在搞什么鬼？天天神神秘秘的。哥，你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群消息也都不看是吗？你这一天天的也太忙了吧。王伟接起电话之后就是一顿吐槽，确实有点忙。怎么了？聚会时间定下来了？陈木问道。定下来了，这段时间一直在确定大家的时间，好不容易定下来的。这周日在聚鼎阁饭店，下午5点，有时间吧？周日？陈木看了一眼手机日期，今天才周3，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没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有时间。我要没记错的话，聚鼎阁好像是挺不错的饭店吧？聚鼎阁陈木听说过，据说在这个地方吃一顿饭要不少钱，最低消费恐怕都要5位数。陈木有些不明白，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大学刚毕业，选择这么好的地方做什么？哎呀，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你人过来就行。王伟笑着说道。这么说来，是有人买单了？当然了，不然怎么会安排在这里？好，知道了。挂断电话之后，陈木便猜测，这一次花钱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刘凯，毕竟高中同学之中有这个财力的，似乎也就是刘凯了。上一次邀请自己参加他的订婚宴，自己没有去，看样子是憋着等着想要跟自己炫耀呢。难怪王伟这么热情的邀请自己，感情是刘凯的狗腿子。陈木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原本还想要问问叶诗雨那个司机的事情，可叶诗雨上班去了。等到药材送过来之后，陈木就继续回到房间开始炼丹。不知过了多久，陈木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敲门的声音。如果没有事情，叶诗雨从来不会打扰自己，而且外面传来的敲门声又有些急促，于是陈木直接停止了炼丹。虽然这一炉丹药算是废了，不过陈木也并不在意。陈木打开房门，就看到叶诗雨略显着急地站在门外。我说，你不会从前天晚上回来之后就在房间没出来过吧？你也太宅了。我这有堂妹消息了。前天？陈木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买药材之后炼丹已经是昨天白天的事情了。看看时间，竟然是第2天的晚上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堂妹终于有消息了。找到了？陈木连忙问道。我的人昨天下午在南田市就找到了当年那个从刘淑媛手中抱走孩子的人，这王八蛋就是个人贩子，被抓进去了，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他。根据他的交代，堂妹被他卖到了一个叫做拐子沟的地方。拐子沟？这名字听起来也不像是一个什么好地方。这王八蛋虽然被抓了，但是并没有交代几个他曾经卖的孩子，毕竟说得多判得重，所以堂妹的事情一直都没有人知道，警方自然也不会有线索。叶诗雨虽然很不愿意和这种人贩子打交道，但为了找到堂妹的线索，所以通过花钱才让这个人贩子开口。既然找到了地方，那就好办了。你的人已经去拐子沟了吗？陈木问道。去了，昨天调查到情况之后，他们就去拐子沟找堂妹的下落了。只不过有点麻烦。叶诗雨无奈地说道。不放人？陈木冷笑着问道。这个拐子沟的位置很偏，而且交通不是很便利，我的人也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拐子沟。据他们打听到的情况来说，拐子沟这个地方很邪恶，他们整个村子的人生不出孩子，不是拐就是买，就连老婆都有不少是拐过去或者买过去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整个村子的人很团结，并且十分的排外。我的人过去之后，根本就打听不到堂妹的消息，甚至还被人给赶了出来。我猜测，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担心发现了一个，就会连累全村的人。毕竟整个村子的人都不怎么干净，这拐子沟因为地处偏僻，再加上交通不方便，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干的这些勾当，压根就没有人知道。就算是有外人去了他们那里，也会被各种理由赶走，没人知道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没有人会去调查。听到这里，陈木的表情变得异常冰冷。这样的一个地方，堂妹被卖到这里，可想而知，这18年恐怕过得会很惨。
让你的人把具体位置发过来，我倒要看看，谁敢拦着我带走堂妹。已经发过来了，我发给你，你现在就出发吗？我跟你一起去吧。堂妹在那种环境生活了18年，我担心她会有很强的戒备心，而且对生人很有抵触。我毕竟是女人，接触起来能让堂妹安心一些。你觉得呢？听到叶诗雨的话，陈木点了点头，这方面倒真的可以注意一下。毕竟他无法想象堂妹这18年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叶诗雨或许帮不上什么忙，但如果堂妹的情况真的很不好，有个女人在，他会降低一些防备。出发之前，陈木将位置发给了刘志强，让他带着人前往拐子沟和自己会合。他们不是喜欢作恶，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吗？既然如此，那就以恶制恶，让他们也尝尝没有法律存在的后果。第46丑陋的恶妇，妈的，都别练了，先停停。这几天，刘志强过得也十分的痛苦，毕竟40多岁的年纪了，跟这群小年轻在一起训练基本功，可是要了他的老命。但为了能够成为武者，他一直在咬牙坚持。这刚休息一会，就看到了陈木发来的消息，不由得浑身一震。这还是陈木第一次联系他，他怎么可能会不重视？继续练，谁都不许停。刘志强，你小子搞什么？别影响我带着他们训练，这可是陈先生交代的任务。薛龙不悦地说道。陈先生来消息了，让我现在带着人赶往南天市一个叫拐子沟的地方。刘志强也不废话，直接将情况说了出来。陈先生的吩咐，都停下来，别练了。薛龙连忙让众人停了下来，随后宁涛拖着疲惫的身躯向着他们走了过来。这2天，宁涛心里面都快要把陈木骂死了。老子让你帮我找个工作，你让我过来军训呢？就算是军训也没有这么训的吧？啥情况？陈木怎么了？宁涛喘着粗气，好奇地问道。应该是有事情要我们做。你留在这里，我们带着人现在就赶过去。刘志强想了想，还是让宁涛留了下来，毕竟宁涛现在浑身都没有力气，跟着也没有什么用。你们给我听好了，这是陈先生第一次吩咐我们做事，谁都别他妈给我掉链子。告诉你们，表现得好，将来少不了你们的好处，都听明白了吗？刘志强大声喝道。明白。对于刘志强这些小弟，都听说过陈先生，而且薛龙跟邱贺2个人，在他们的眼中那就神啊，但就是他们眼中的神，却还要将陈先生敬若神明。众人对陈先生都是好奇的很，如今听到陈先生吩咐做事，甚至可能有机会见到陈先生，一个个都兴奋不已。出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南田市，不要让陈先生久等。刘志强3人带着这几天挑选出来的100名种子选手，开着车直奔南田市。拐子沟虽然外面已经是完全现代化的世界，但在这里仿佛回到了30年前一样。家家户户虽然都是独门独院，但破旧的房屋，杂乱的前院，一眼望去就给人贫穷的一种感觉。此时，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妇女手中端着一个碗，脸色阴沉地想着后院的牛棚走了过去。在牛棚之中，一个18岁左右的少女正被锁链，死死地锁在牛棚之中。少女穿着一条洗到发白，带有好几个补丁的牛仔裤，上衣是一件十分不合身的男士 T 恤。少女蜷缩在一个角落之中，凌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样貌，浑身脏兮兮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街边行讨的乞丐。中年妇女走过来，看到蜷缩在角落的少女，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厌恶和恨意，二话不说上前一步，对着那少女就是狠踢了一脚。你个贱蹄子，看到老娘过来你也不知道说句话，怎么还不想吃饭？告诉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够让我们改变主意，别忘了是谁养的你，谁给你的饭吃呀？还他妈长本事了是吧？你以为不说话我就拿你没有办法了？看到那少女一直不搭理自己，中年妇女也是眼睛一瞪，蹲下身，一把抓住少女的胳膊。别看这少女的身高差不多1.7米，但十分瘦弱，被这5大3粗的中年妇女直接就拎了起来，甚至感觉都没怎么费力。少女脸色蜡黄，明显是长期营养不良所导致的。虽然身体很疼痛，但她一直咬着牙，不肯让自己发出一丝的声音。少女越是这样倔强，那中年妇女更是气愤。啪！妇女毫不客气的上去就是一巴掌，将那少女直接打得倒在了地上，嘴角溢出了鲜血。张嘴，给我吃！妇女蹲下身，一只手用力的掰着少女的嘴巴，另一只手一把抓住碗里面已经馊了的饭菜，使劲的往少女的嘴里面灌。少女死死的闭上嘴巴，看向妇女的眼神是冰冷，是愤怒，是怨恨。啪！
看到少女的眼神，妇女又是用力的扇了对方一巴掌。妈的，谁让你用这种眼神看我的？告诉你，今天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老娘养了你18年，不是让你寻死觅活的。妇女一边打，一边往少女的嘴里面灌饭，那愤怒的脸上已经开始逐渐扭曲了起来。行了，别打了，你是要把他打死吗？就在这时，一个中年老汉走了过来，一边劝说，一边将少女拉了起来。要是她不想嫁，那就不嫁了吧，老汉无奈地说道。然而，面对这帮自己说话的老汉，少女表现得更是紧张，连忙甩开对方的手，一脸警惕地看着老汉。对此，老汉也不生气，只不过看向少女的目光之中是毫不掩饰的欲望和贪婪。你个老不死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只要老娘还活着，你就别想，人家的钱我都收了。她不嫁，你特么让我嫁过去吗？那可是村长的儿子，你得罪得起，还是我得罪得起啊？你特么要是再敢打这个贱蹄子的主意，老娘就特么阉了你。妇女的话让老汉也是尴尬的笑了笑，但看向少女的目光丝毫没有收敛，只是暗道了一声可惜。少女虽然身材瘦弱，营养不良，但架不住底子好，样貌在这拐子沟，可是独一份。对这少女不怀好意的人有很多，老汉就是其中一个。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动了歪脑筋，找到机会就想要和少女进行亲密接触，这也是少女为什么更加抵触老汉的原因。要不是那中年妇女更加蛮横，管得也严，说不定这老汉早就得手了。你还愣着干什么？正好你过来，帮我扒开他的嘴。要是结婚之前饿死了，咱们特么白养了他18年了。还有，你特么给我好好看着他，要是再让他跑了，老娘跟你没完。这夫妻两人一起动手，少女根本就招架不住，愤怒地看着两人，心中充满了不甘。她不甘心自己要嫁给一个30多岁的人，不甘心自己一辈子都要困在这个破山沟里面，更不甘心自己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在想念自己，还是早就已经把自己给忘了。第47绝望的少女，少女正是陈木的堂妹，她现在的名字叫春花。春花小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父母对她不一样，没有一点亲情，只要有一点不顺他们的心意，就是拳打脚踢。到了春花8岁的时候，她终于明白这一切的来源是什么。原来她不是这家人的亲生女儿。拐子沟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当她懂事了之后，自然看得出来。起初，春花只是同情那些被拐过来的弟弟妹妹，还有那些被强迫着嫁人的外地姐姐。她一直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会让父母不开心，完全没想过是因为她的身世。直到有一次，她去参加村里面人的婚礼，一个醉汉看着她说出了一句让她不寒而栗的话：这丫头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还得说老张家这两口子有远见，当初别人都搞不懂，咋就买了个女娃？这模样，将来可是能够卖个好价钱。醉汉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春花的心里。她虽然小，可她从小的经历，让她早早的就懂事了。虽然老张两口子听到这话脸色大变，和那醉汉大打出手，但他们也并没有当回事。毕竟在他们心里面，春花那时候只有8岁，8岁的孩子能够懂什么？回家好好的说几句话，给几天笑脸，也就全都忘了。殊不知，春花从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认定了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这么多年来，春花不止一次的想要逃跑，想要求救。但凡村子里面出现一个陌生人，春花都十分的激动，想要找机会让对方带自己离开。奈何她被看管的太严了，村子同样不允许外人在这里逗留过长的时间。10年，春花不知道在脑海之中计划了多少种逃跑的办法，直到听说自己被卖给了村长家那个30多岁的儿子时，春花再也待不下去了。村长家的傻儿子并不是第一次结婚，当年20多岁的时候，村长就从外面买回来了一个，可结婚才不到2年功夫，就被这傻儿子活活给打死了。如今村长看着春花长大了，长得也漂亮，他也动起了歪心思。可毕竟是村长，50多岁了，娶一个小丫头不合适，索性就用傻儿子的名义将人娶回来。至于以后的事情，反正关起房门，那都是他的自己家的事情，谁还敢多嘴？也正因为如此，春花才更加的绝望。跑！春花脑子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她要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从这个地狱之中逃出去。不管是否能够找到亲生父母，是否能够在外面的世界生存，总好过一辈子生不如死的好。春花将这些年的计划付诸于行动，可她还没跑多远，就已经被村子里面的人抓了回来。这时候春花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村子里面那些被买来的孩子或者老婆，一个跑掉的人都没有。
在离开村子的必经之路，居然天天都有人看守，每家每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派一个人去看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抓回来的春花被自己养母那个恶妇暴打了一顿，随后用铁链子锁在了后院的牛棚之中。春花绝望地躺在牛棚之中，抬头看向外面的天空，天空很蓝，但在春花的眼睛里面是灰色的，就仿佛是她接下来的人生一样。嘴角泛起一丝苦笑，春花的眼角划过一滴绝望的泪水。前院，老张两口子脸色不悦地坐在院子之中晒太阳，看到村长从门口进来，连忙站了起来。看到村长，老张心中多少有些不舒服，毕竟大家都是男人，对方打的什么算盘？他早就清楚，自己养了18年的白菜，自己一直没占到便宜，马上就要便宜这个老家伙，想想就感觉不爽。但老张媳妇却开心得很，毕竟在他眼里，村长就是他家的财神爷啊，全村就村长家最有钱。这一次可是足足给了他们家3万块钱，这笔钱对于他们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毕竟拐子沟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太多的收入来源，大家更多的时候都是自给自足。3万块够他们用很多年了。村长，你怎么过来了？这不是还没到日子呢吗？老张媳妇笑着问道。老张媳妇心里面也有点紧张，对方要是因为春花这丫头逃跑的事过来发脾气，骂2句倒是无所谓，要是不打算给那么多钱，那可就麻烦了。想到这里，老张媳妇心里面又狠狠地骂了春花一顿。我这次过来是通知你们一下，结婚的事情就明天吧，一会我回去通知一下村里的人，明天都来我家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听到村长的话，老张媳妇这才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提钱，那一切都好说。村长也是怕夜长梦多，春花这丫头会逃跑，是他有些意外的。况且现在春花在老张家过得也不怎么好，还听说被锁在牛棚里面了，这可把村长给心疼坏了，就想着婚礼提前赶紧搞回自己家，也能早点尝尝鲜。想到这，村长的欲火压制不住的冒了出来，脑子里面全都是春花那稀罕人的小模样，这才赶紧跑到老张两口子家，跟他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哎呀，村长你都这么说了，我们没有意见，你放心，我们一定把春花那丫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明天准时过来接亲就行了。老张媳妇笑着说道。行，明天我可是要把人接走，要是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不好看，让我丢了面子，别说我跟你们不客气。村长离开之后，老张媳妇也是有些无奈，刚才他可是狠狠地打了春花一顿，都怪这该死的丫头，要不是他惹我生气，我能打他吗？现在怎么办？村长明天就来接人，可不能让村长不高兴。老张媳妇气愤地说道。你等等，我去村里面其他人家借点摸脸的那玩意，多给他脸上摸摸，那玩意摸完可白可白的了，应该看不出来。老张想了想之后说道。那你还不快去？老张媳妇瞪了老张一眼，随后阴沉着脸向着后院走了过去。贱蹄子，你命还真好，村长过来了，让你明天就嫁过去。我告诉你，嫁过去之后，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要是干弄出来什么幺蛾子，给我找麻烦，我扒了你的皮。听到养母的话，春花平静地点了点头，随后开口道，我想好好洗个澡，行吗？看到春花这么乖，老张媳妇也是一愣，这丫头是想通了。唉，你说你这丫头，要是早点这样不就好了吗？你说我是你妈，我打你，我心里不难受吗？来，我带你去好好洗洗，明天干干净净的嫁人。村长可是咱们村最有钱的人家了，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老张媳妇很开心，高高兴兴地带着春花去洗澡，却没有发现春花的眼神变得冰冷无比。好日子，明天我会让你们所有人过一个难忘的好日子。第48，陈木到达拐子沟。婚礼是拐子沟为数不多的大型活动，更何况这还是村长家的婚礼，村子里面但凡是能动的全部都去了。春花今天也换上了一件新衣服，一件红色的嫁衣，这是她18年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新衣服，衣服很好，也很漂亮，但春花心中没有半点喜悦。老张两口子是绝对不会给春花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嫁衣还是村长托人去外面的镇子上面买的，你看看这春花长得就是好，穿上新衣服更漂亮了。春花，这大喜的日子开心一点啊，村长家可好了，还有钱，你嫁过去可要享福了。丫头啊，听婶子一句话，可千万不能再跑了，你跑了，你爹妈多伤心多难过，你可得做个孝顺孩子啊。哎呀，这大喜的日子
他王婶，你说这些干啥？说点开心的。对对对，说点开心的。这时间马上到了，接亲的人都快到了吧？众人七嘴八舌，聊得好不热闹。春花看着四周这一群上了年纪的婶子，眼神之中满是冷漠。他们围在这里，不过是看着自己，并且要给他洗脑罢了。话说的好听，可他们的丑陋嘴脸，春花已经亲眼见过很多次了。当村长家的傻儿子高高兴兴的过来接亲的时候，春花什么也没有说，站起来老老实实的跟着人家走了。看到春花的表现，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张家这老两口。算这丫头懂事，要是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闹事，老娘今天非得打断她的腿。老张媳妇恶狠狠地说道。行啦，这不都听你的嫁过去了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老张没好气地说道。怎么，心疼了？舍不得了？你个老王八蛋，老娘伺候不好你是吗？告诉你，人家现在是村长家的人了，你要是敢乱来，老娘不介意让你天天戴绿帽子。你敢？你特么看我敢不敢？见媳妇这架势，老张也是心里发虚，毕竟自己这个婆娘真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要真是这么干了，那他以后还怎么在这个村子里面待下去了？我说你们两口子，今天啥日子，还在这吵？赶紧去村长家吧，今天那好吃的可不少，村长可是下了血本了。对对对，快走吧，别耽误了开席。村子里面热闹非凡，村子外面，陈木一行人连夜赶路，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找到了叶诗雨的人。叶总，行了，先说说情况，前面就是拐子沟吗？听到叶诗雨的话，那两人点了点头，随后说道，进村的必经之路有人放哨，我们昨天过去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叶总，你带了这么多人，不会想要硬闯吗？要我说，不如咱们还是先报警吧。叶诗雨摇了摇头，否定了对方的提议，随后看向了陈木，你们两个直接前面带路吧，等把我们带到地方之后，你们就可以离开了。接下来的事情不需要你们，但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们没来过这里，从来都没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陈木冷声问道。看到陈木那冰冷的目光，两人都是吓得浑身一抖，浑身僵硬的点了点头，随后开始在前面带路。陈先生，一会要我们怎么做？刘志强有些忐忑地问道。听我的吩咐就好了，这些人就是你们这段时间挑选出来的？陈木看了看，这一次刘志强带过来的100人，全部都是小年轻，一个个身强力壮。对，这100个人是龙哥跟贺哥挑选的。不过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关注其他人，如果遇到了好苗子，我们也会想办法拉拢过来。面对陈木，刘志强十分的紧张，也不知道他们挑选的这些人究竟能不能够让陈木满意。刘志强紧张，薛龙跟秋鹤2个人同样如此，只有那些小年轻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毕竟他们没有见识过陈木的实力，在他们眼中，陈木就是一个和他们年龄差不多大的有钱人。还可以，陈木这一句话让刘志强3人都是松了一口气。今天就算是给他们上的第一课，练练他们的胆量。陈木说完之后就不再开口，带着众人浩浩荡荡的向着拐子沟走去。当众人来到村口的时候，果然发现了一个放哨的人。对方看到来了这么多人，明显也是吓了一跳，转身就要逃走。薛龙明白，陈木一开口，薛龙就明白他的意思，纵身一跃，几个跳步就已经挡住了对方。啊，鬼啊！看到突然有一个人从天而降，挡住了自己的路，村民吓得浑身颤抖，大声叫喊：闭嘴！薛龙一把将对方拎了起来，快步来到陈木面前，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可什么坏事都没有干啊，我就是没事过来放个哨而已，我真的没干过坏事啊。这村民也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求饶总归是没错的。听到这村民的话，陈木冷笑一声，原来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干的那些不是什么好事。你今年多大了？陈木冷声问道。我33了。村民紧张地说道。我问你，18年前你们拐子沟谁家买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孩？18年前？听到这话，那村民眼神一变，因为18年前这拐子沟就有一家买了孩子，而且就是女孩子。难道这些人是为了春花来的？可今天对方的眼神变化并没有逃过陈木的眼睛，于是一把将他从薛龙的手中抓了过来，说：我说我们村18年前买来的就一个女娃，叫春花，是老张2口子买的，而且什么？她今天要嫁给我们村长家的傻儿子。什么？嫁人？堂妹才18岁，居然就要嫁人了？村长家是吗？
真是豪得很。陈木冷笑一声，还好自己来得早，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能放了我了吗？你们要找春花，去村长家找就好了。放过你。陈木看了对方一眼，随后手指用力一掐，直接掐断了对方的脖子。当看到这村民被陈木直接掐死的那一刻，刘志强额头满是冷汗，还好自己当初认错够快，要不然岂不是也是这种下场？至于身后那100个小弟，一个个更是目瞪口呆。打架斗殴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家常便饭，可是杀人，这谁敢啊？还杀得如此随意，表情都没有一点点的变化。所有人看向陈木的目光都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特么才是狠人啊！不如你留在这里吧，接下来的场面你未必受得了。陈木看着叶诗雨说道：我没事，他们死有余辜。好，那就一起去村长家接堂妹。 PS 感觉没啥人看啊，天天万字更新，给点安慰，吱个声呗。第49哥来接你回家。就在陈木一行人进村的那一刻，春花已经被带到了村长家。此时村长家的院子之中，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看到春花出现，村民们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站起来开心的鼓掌祝福。村长更是完全无视了自己的傻儿子，看着穿上嫁衣化了妆的春花，眼神之中是藏不住的欲望和急迫，激动的咽了一口唾沫，猛地深吸一口气，压制住自己此时因为兴奋疯狂跳动的心脏。春花家的来了没有？怎么这么磨叽？跟大伙说一下，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就不搞那些虚的了，直接举行仪式，直接拜天地，直接开席，大家说好不好？村长大笑着说道：好，好，好。这些村民们过来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这顿饭吗？至于什么仪式，什么拜天地，他们才懒得管呢，开席才是他们最在乎的。村长，我们来了，来了。老张两口子也是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对着众人笑了笑，随后走到了村长身边。行，既然都到了，那就坐下来吧，快拜天地吧。村长急不可耐地说道。春花看了一眼面前的这3个人，握紧的双拳，下意识地摸了摸藏在袖子里面的剪刀。嘿嘿，拜天地，拜天地。村长的傻儿子听到拜天地之后，高兴地围着众人四处乱跑。看到傻儿子这个德行，村长也是脸色阴沉，这个王八羔子竟耽误老子的功夫，你们几个去把他给我抓过来，都什么时候了还闹？拜不拜了，直接敬茶吧。村长脸色阴沉地说道。听到敬茶2个字，春花低着头，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厉色。几个村民把傻儿子拉回来之后，直接将2个装着茶水的杯子递到了春花2人的手中。春花拿着茶杯，并没有理会一旁村长家的傻儿子，径直向着村长走了过去。村长看着春花，眼神贪婪地盯着他上下乱看，激动的双手恨不得现在就扒开他的衣服，好好的欣赏一番。春花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直接将茶杯递到了村长的手上。村长接过茶杯，哈哈大笑了2声。就在村长将茶杯举起的那一刻，春花快速将剪刀从袖子之中拿了出来，对准村长的胸口狠狠地扎了过去。砰！春花的动作很快，眼看着就要刺中村长的时候，突然身体一歪，直接向着旁边倒去。原来老张媳妇一直在盯着春花，从昨天春花表现出来的平静之后，他就觉得不对劲。当看到春花拿出剪刀的那一刻，老张媳妇二话不说，直接起身对着春花就是一脚。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众人都是一脸懵逼，这好好的敬茶，怎么老张媳妇突然就动手了呢？你个贱蹄子，胆子大了是吧？居然还敢杀人了！老张媳妇气愤的大声骂道。杀人？听到这话，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看到春花手中的剪刀，不由得都是心头一惊。这丫头才18岁，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村长此时也是脸色铁青，要不是老张媳妇反应快，刚才这一下子就算是不死，也够他这把老骨头喝一壶的了。你个贱人，居然敢杀我！我看你真是活够了。村长可不是善男信女，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压根没有一个好人。况且他对春花只有欲望，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情爱，他要的只是身体而已。既然你不服，那就打到你服，就不信把你折磨的半死。你还敢反抗？就在村长想要动手的时候，突然感觉眼前一道黑影闪过，一个身体直接向着他砸了过来。猝不及防之下，村长直接被砸得摔倒在地。定睛一看，这不是留在村口放哨的那小子吗？仔细一看对方的脸，顿时吓得浑身一抖。死人，他居然死了！村长吓得连忙将压在身上的尸体推到一旁，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双腿还在发抖。妈的，谁干的？村长大喊一声，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向着门口的地方看了过去。陈木没有理会拐子沟的这些人，径直向着春花走了过去。春花看着向着自己走来的陈木，眼神也变得恍惚了起来。他是谁？是为了自己而来的吗？为什么感觉他的样子好熟悉？我们见过吗？陈木将春花从地上扶了起来，看着瘦弱不堪、脸色憔悴的春花，陈木的眼中满是心疼。陈木可以肯定，面前这个春花就是自己的堂妹，因为两个人长得有太多相似之处了。春花之所以觉得陈木熟悉，那是因为在陈木的脸上，她看到了很多和自己相似的地方。我是你堂哥，对不起，我来晚了。陈木的话落在春花的耳朵之中，让她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这一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在她的脑海之中炸裂。堂哥，他真的是自己的堂哥吗？自己的家人并没有放弃自己，他们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对吗？春花看向陈木的目光十分复杂，有惊喜，有紧张，有忐忑，有不安。她开心自己的家人找到了自己，但又害怕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幻觉。从8岁开始，春花就一直在幻想自己家人找到自己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就在昨天，她已经不再期盼，不再幻想，不再有任何的奢望。本打算今天和村长、和养父母同归于尽，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是自己的堂哥。春花颤抖地抬起手，想要触碰一下陈木，她要感受一下，这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当触碰到陈木身体的那一刻，春花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看着陈木，颤抖地问道：“你真的是我堂哥吗？”陈木握住了春花颤抖的双手，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来接你回家了。”回家。在听到这2个字的时候，春花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这么多年积攒的情绪，这么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春花彻底的爆发了出来。哥，我想回家。春花扑进了陈木的怀里，大声的喊出了这10多年来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回家。陈木抱着春花，看向众人的目光满是冰冷。别着急，哥马上就带你回家。从今以后，哥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谁也不行。第50，一个不留。杀！春花的脸上涂满了一层劣质化妆品，痛哭一场，妆都已经花了。陈木擦了擦春花脸上的泪痕以及哭花的妆，看到那被隐藏在下面的伤痕之后，陈木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滔天怒火。这些虽然都是心伤，但通过这些就能够看得出来，春花以前在这里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与此同时，拐子沟的这些村民也终于反应了过来，这突然出现的人居然是来他们这里抢人的，这怎么能行？但凡是被买回拐子沟的人，在他们的心里面可以死，但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活着走出去。回家，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哪也去不了。我不管你是谁，但这是拐子沟，既然来了，不如你也留下来吧。看你长得怪不错的，留下来给哪家当个上门女婿也不错。在这拐子沟里面，村长还真就不怕这些外来户，就算是搞出了人命，只要他们不出去宣扬，谁会知道？村长，那个小妮子长得也不错，能不能留给俺家铁柱当媳妇？凭啥留给你家？俺家狗剩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了，我还想让这女娃给俺家狗剩当媳妇呢。不行，必须嫁给俺家。你说不行就不行。这时，其他村民看到叶诗雨的样貌，也是眼冒绿光，都想要把叶诗雨抢到自家当媳妇。这些人甚至都没有将叶诗雨身后的刘志强那些人放在眼里。人多怎么了？拐子沟的人也不少啊，谁怕谁？陈木这些人在他们眼里算什么？那就是猎物。要是走错了路来到这里的外人也就算了，打发走就可以。可你们进了村，杀了人，还想要将村子里面的人带走，这怎么可能？让你们把人带走了，拐子沟的这些肮脏事还藏得住吗？所有村民看向陈木他们这群人的目光，是贪婪，是警惕，是愤怒，是凶狠。陈木丝毫没有理会这些人虎视眈眈的目光，眼神一直停留在春花的身上，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她的情况，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还好，只是营养不良，身上有些伤，这些都是小问题。陈木拉着春花，向着叶诗雨所在的方向走去。拐子沟的人看到他们要走，顿时急了起来，拦住他们，不要让他们走。村长连忙大声喊道。距离陈木最近的几个年轻人，二话不说，直接向着陈木扑了过去。陈木丝毫没有理会这些人，带着堂妹继续向着叶诗雨走去。与此同时，薛龙跟秋鹤2个人，一个箭步，
直接冲了过去，将那群冲向陈木的年轻人挡了下来。仅仅是薛龙两人的一个眼神，就将这几个年轻人吓得僵在原地不敢动弹。妹妹，你先跟着诗雨出去转转。诗雨，你先带着他离开这里。接下来的场面，陈木并不想要让堂妹看到，叶诗雨同样也不适合，所以便提出让两个人出去转一转。叶诗雨明白陈木的意思，于是走到春花旁边，温柔地拉住了春花的手。春花有些紧张地缩了缩，不过看到陈木肯定的目光，叶诗雨温柔的眼神之后，这才没有闪躲。叶诗雨拉着春花，感受到对方手腕处那瘦弱到只剩下皮包骨的状态，以及脸上明显的伤痕，心中也是充满了愤怒。倒不是叶诗雨和春花之间有多深厚的感情，而是身为一个女人，看到一个18岁的小女孩经受了不知道多少的折磨，她不可能视若无睹。妈的，你们这群废物，都愣着干什么呢？真打算让别人把春花带走吗？你们都特么别忘了自己家什么情况。春花今天走了，明天咱们谁都没有好日子过。他们要是敢拦着，就特么给我往死里打！看到叶诗雨带着春花离开，村长再次暴怒出声。经过村长这么一提醒，众人终于慌了，不能让他们走，绝对不能让他们走，杀了，一个不留。陈木冰冷的话让刘志强等人都是心头一震，全杀了。这村子虽然不算太大，可也有上百人啊。陈先生，你是说全都杀了？刘志强一直以来都感觉自己凭借的就是狠辣，才能够在天海混到如今的成就，可现在和陈木相比起来，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善人。怎么，这么点事情你们都做不到的话，你们还想跟着我混？陈木冷声问道。好，陈先生吩咐，我们一定可以做到。都听到了吧？还不赶紧给我上！刘志强大手一挥，身后的小弟直接冲了上去。当看到那群人眼神之中流露出来的惊恐、后悔，甚至是开始跪地求饶的那一刻，陈木这才满意的笑了起来。别让他们死得太痛快了。是。叶诗雨带着春花走得并不是很远，听到村长家这边传来的声音，叶诗雨有些担心的看了春花一眼，可春花表现的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惊慌害怕，平静，简直平静的可怕。甚至在这平静的眼神之中，叶诗雨隐约之间看到了一丝被压抑后的痛快。叶诗雨感觉春花并不害怕身后发生的事情，或许她一直都在期待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她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姐姐，我哥很厉害，是吗？突然，春花看着叶诗雨问道。很厉害，有你哥在，以后绝对不会有人欺负你。叶诗雨点头说道。真好，我以为……春花突然笑了笑，这是一种18年来她脸上从未出现过的神情，放松、幸福，还有庆幸。如果不是陈木及时出现的话，那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春花并不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以村长的手段，他一定会生不如死。春花再一次抬起头，向着空中看去。这一次，她看到的天空不再是灰色，阳光似乎也变得更加明媚。姐姐，你看，原来天空是彩色的。听到春花的话，叶诗雨抬头向着空中看去，天很蓝，只有零星的几块云朵，但就是这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天空，如今在春花的眼中也是五彩斑斓。因为春花的世界从此以后将彻底的和过去告别，她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姐姐，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可怜人，我们可以救他们吗？春花得到了解救，但她并没有忘记，在这个拐子沟里面还有很多苦命人，如果可以，她希望让这些人也能够得到新生。可以，你想做什么？哥都陪着你。就在这时，陈木一行人从远处走了过来。第51我不养废人。陈木出现之后，神色如常，看起来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但他身后的刘志强那些人此时的脸色并不好看，尤其是那100个年轻人，一个个脸色雪白。很显然，刚才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薛龙和秋鹤并没有和他们多说什么，但他们都很清楚，这些人早晚都要经历这一遭，早点总比晚点好。春花看到陈木，脸上的笑容更加真挚。哥，我知道他们都在什么地方，我带你们过去。自从春花知道自己是被拐来的之后，哪家哪户买了孩子，买了媳妇，她都记在了心里面。原本有想要拉拢这些人一起逃跑反抗的打算，但这些人被看管的实在是太严了，她想要接触都没有机会。这个村子里面，所有人都在村长家了吗？还有漏网之鱼吗？陈木看着春花问道。今天是村长家的重要日子，村子里面没有人敢不来，有的话
可能就是那些老弱病残了。听到春花的话，陈木点了点头，没有多想，先跟着春花将那些被拐卖过来的人救了出来。看到这些人凄惨的模样，就算是刘志强这样的狠辣人物，不免都是怒火中烧。妈的，这个村子的人简直就不是人！老子曾经也算是作恶多端了，可特么我都干不出来这样的事情。妈的，就这么死了，简直是便宜他们了！刘志强气愤地说道。这些女人全部都被折磨得不轻，而他们的年纪最大的也不过才30多岁，毕竟对于他们来说，30多岁算是长寿了。很多人来到这里之后，熬不过几年就被折磨死了。看到这些人凄惨的模样，陈木等人都是眉头紧皱。陪着春花救人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人惨，没想到会这么惨，甚至有几个人都已经剩下了一口气，别说是走路，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从今天开始，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家。关于这个地方的一切，你们就全都忘了吧，就当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回去好好的生活。听到陈木的话，那些人绝望的眼神似乎恢复了一点点亮，但也仅仅是一点点。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回去之后真的还可以好好生活吗？他们要如何面对家人？如何解释发生的这一切？旁人异样的眼光是他们可以承受的吗？获救的喜悦，未知的恐惧，让他们的心情十分复杂。但不管怎么样，离开这个地狱是他们日夜期盼的事情。众人对着陈木等人千恩万谢，随后互相搀扶，向着村子外面走去。你怎么不走？陈木看到一个和堂妹同样瘦弱的女孩一直跪在地上，女孩并没有选择和其他人一样离开，这让陈木有些不解，是不愿意走，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于这个女孩，陈木有些印象，因为找到她的时候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被找到的时候都是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之中，虽然被关着，但并没有将他们捆绑起来。可是这个女孩不同，手脚都被捆绑起来，人也被绑在一个木柱子上。听到陈木的话，女孩慢慢抬头，向着陈木看了过去。女孩的脸上很脏，但眼神却异常坚定，没有其他人的那种慌乱、浑浊感。她的眼睛很清澈，似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受到任何的打击。哥，她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这时堂妹在一旁小声地提醒了一句，和别人不太一样？怎么个不一样？陈木问道。根据堂妹的讲述，陈木这才发现这个女孩还真的有些不太一样。这女孩是大约1个星期之前被拐到这个地方的。女孩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表现得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慌乱，仿佛她一来就认命了一样。买她的那家人也很开心，毕竟这么乖顺的可不多见，省了很多的麻烦。谁家买来的媳妇不是都得好好的调教一阵子？可就在当天晚上，这丫头趁着这家人没有防备睡觉的功夫，直接将一家3口都杀了。如果不是不清楚这地方的情况，不知道村口有人看守，当天晚上她就跑了。被抓回来之后，这丫头也不慌也不怕，但若是谁敢上前，那她就和发了疯一样的冲上去。没有武器，就用手、用脚、用牙、用头。别看这丫头瘦肉，但力气却是不小。猝不及防之下，也有几个人吃了亏。最开始大家都以为她温顺的就是一朵小白花，没想到这一声不吭的才是最狠的。起初大家想要直接将这丫头弄死，但村长最后只是让人将她先绑起来，毕竟是个年轻丫头，长得也不差，日子久了说不定就认命了。虽然被绑了7天，但除了每天给她喂饭的人之外，其他人愣是没敢去招惹过她。听到堂妹的话，陈木看向了女孩，询问道：“你会不会说话？”会。女孩看着陈木，说出了来到这里之后的第一句话。女孩的声音很干净，只是略微有些沙哑，应该是一直没说话，加上没有喝水的缘故。为什么不走？陈木问道。我没家。没家？难道是个孤儿？所以呢？我想跟着你。我看得出来，你们不是普通人，跟着你们比我一个人继续生活要好。女孩说得很直接，而且语气十分的坚定。你和我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带着你？我没有养闲人的爱好。陈木淡淡的说道。我可以把命交给你。听到女孩的话，陈木仔细的盯着她打量了几眼。真的只是因为看他们不像是普通人，就打算将自己的命交出来吗？这不太合理。我要听真话。陈木冷声说道。我有仇人，我要变强，报了仇，从今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我可以帮你杀人，你想杀谁我就去杀谁。陈木看得出来，对方说的话并不虚假。可一个有深仇大恨的女孩子，为什么会被人拐到这个地方？
这样的脑子，真的适合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杀手吗？你叫什么名字？陈木问道。现在没有名字了。现在没有名字了？好，那你现在就暂时叫无名氏吧。想要让我培养你变强，你需要表现出你的价值。我不会在废物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要想成为我身边的一把刀，你要付出的是旁人的10倍100倍，甚至可能在你没有报仇之前就会没了命。你还愿意吗？陈木沉声问道。我愿意。第52，要么不做，做就要做绝。看到女孩坚定的眼神，陈木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对这个女孩的了解不多，但这是一个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的人。薛龙，陈先生有什么吩咐？回到天海之后，他跟着你们，还有今天他们的表现，我并不满意。回去之后，训练的强度再提升1倍。他10倍？什么？现在的训练强度还要再提升1倍？最要命的是，这个小姑娘的强度是他们的10倍，这还不得活活练死？7天为一个周期，坚持不下去的，完不成的，淘汰。这点毅力都没有的人，不配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记住了吗？陈木冷声问道。记住了。众人的脸色并不好看，尤其是刘志强，现在的强度对他而言就已经很难坚持下来了，再提升1倍，他怎么可能受得了？虽然心中苦闷，但没有敢真的说出来，因为他们可以肯定，只要开口，那他们就已经被淘汰了。走吧，回天海。等等，陈木，你们先走，我和他们说点事。陈木看了叶诗雨一眼，不过并没有多问，而是点了点头。叶诗雨随后找到了刘志强，这让刘志强也有点疑惑，这是干嘛？叶小姐，有事？刘志强疑惑地问道。你带着几个人，把这个地方一把火给我烧了，记住，不管是人还是房子，全都烧了，不要留下任何一点的痕迹。叶诗雨冷声说道。全都烧了？这是打算毁尸灭迹？刘志强没想到，这叶诗雨一个女人，居然也这么狠。行，那我带人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了之后再回去。好，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叶诗雨说完之后，这才转身快步追上了陈木。陈木看了一眼追过来的叶诗雨，笑着说道：没想到你还挺狠的，要么不做，既然做了，那就要做绝。我知道你可能不怕麻烦，但有些麻烦完全可以避免。虽说这里地处偏僻，又没有任何的摄像头，但凡事总有一个万一，既然有办法将麻烦避免，没必要将来多生事端。叶诗雨笑着说道。听到叶诗雨的话，陈木点了点头，这一点倒是他没有考虑好。陈木天不怕地不怕，自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就算真的被人发现了又如何？不过叶诗雨能够想到这一点，总归没有坏处。哥哥，这是什么？离开村子之后，堂妹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不一样了。走了很久之后，看到了陈木他们开过来的车，堂妹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自然十分的好奇，毕竟她在这拐子沟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这是汽车。陈木有些心疼的看了堂妹一眼，脱离了社会18年，他想要完全适应，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才行。最重要的是，陈木担心，刚刚开始，堂妹的心里会产生一些紧张和自卑。汽车看着好漂亮，可是没有牛，他们怎么动啊？在堂妹的认知之中，和车有关的就是村子里面的牛车。陈木笑着摸了摸堂妹的头，说道：一会你就知道了。说完之后，陈木转头看向薛龙两人，到无名氏一会跟着你们的车走，我就不跟你们一起了，我要先带着堂妹回家。是，陈先生。陈木又看了一眼无名氏，淡淡的说道：你未来的命运现在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让我看到你的价值。陈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无名氏目光坚定，并没有因为陈木的话产生任何的动摇。陈木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带着叶诗雨和堂妹上车离开。叶诗雨带着堂妹坐在了后排。上车之后，堂妹感受到座椅的柔软，也是十分惊喜，看了看汽车里面的内饰，看什么都感觉好奇。当车子开动的那一刻，堂妹更是吓了一跳。看到这样的堂妹，陈木和叶诗雨两个人都充满了心疼，却并没有表现出来，毕竟他们都担心现在的堂妹十分敏感，太关心不行，不关心也不行，要拿捏好对待她的态度，尽量让她不会多想。诗雨，你给妹妹讲讲这汽车的事情吧。好。叶诗雨在后面给堂妹讲解汽车的原理，堂妹听得似懂非懂，毕竟很多名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还是努力装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生活在拐子沟这种地方，她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机会，整整18年，她认识的字恐
恐怕都不会超过50个。当汽车开到乡镇，开到城市之后，堂妹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完全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居然会是这个样子。越是如此，她的内心越是忐忑。自己真的可以在这样的世界之中生存下去吗？她什么都不懂，会不会成为家人的一个累赘？陈木和叶诗雨一直都在观察着堂妹的情况，看着她的眼神从最开始的兴奋、激动、惊喜，慢慢变成了紧张、不安、忐忑。叶诗雨甚至感觉得到，堂妹握着自己的手都在不自觉地用力。陈木两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简单的1-2句安慰就能够让堂妹想通的事情，这需要时间，所以两个人并没有说什么。而此时紫禁城之中，陈建华两口子、陈建军两口子早早的就来到了叶诗雨家的别墅门前。三婶此时不停的来回踱步，眼睛时不时的想着不远处的路口看去，怎么还没来？还没来啊？三婶一边走，口中一边不停的喃喃自语。好了，陈木不都说了吗？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才能到，你快消停一会吧。陈建军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他的眼神同样没有离开过那个路口，微微颤抖的双手更是暴露了他此时真正的心情。陈建华两口子同样满怀期待，毕竟这是他们家丢失了18年的亲侄女，也是他们老陈家3代之中唯一的一个女娃娃。孟青青小时候在陈家就属于是公主般的待遇，谁对她都十分疼爱。如果不是因为她那操蛋的性格，陈家的其他人都会把她捧在手心上。如今真的小公主要回来了，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紧张、不激动？建军，你看我穿的行不行？妆行不行？你说，一会女儿回来了，会不会吓到她？哎呀，要不要我回家把这妆给卸了吧？和女儿的第一面，表现得平常一点好不好？还有，你这个头发要不要理一理？我怎么感觉有点长呢？建军，三婶紧张的感觉哪里都不对劲，捣鼓个不停，让陈建军原本就紧张的心情变得更紧张。哎呀，你烦不烦？我告诉你，见了女儿你正常点，别这么多话，吓到孩子怎么办？好好好，我不说话，我不说话。在几人焦急的等待之中，不远处，陈木开着车出现在4人的视线之中。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第53陈星，重新出发。当汽车出现的那一刻，陈建军两口子紧张的嘴唇发白，浑身都在颤抖。陈建华两口子此时也是紧张的直咽唾沫，两人握着手的力道都是不自觉的加重了几分。哥，这是我们家吗？堂妹看到外面的别墅，整个人都是懵的。虽然这一路回来，堂妹也看到了很多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但这么漂亮又大的房子，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对啊，是咱们的家，这样的房子，咱们家有3个呢。叶诗雨在一旁笑着说道。这样的有3个，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堂妹完全不懂，但她很清楚，堂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以前听村子里面的人说过皇宫，这里就是他们说的皇宫吧？好大，好漂亮。堂妹有些紧张的说道。你喜欢？哥以后给你买一个更大更好的。你就是咱们家的小公主。陈木看着堂妹笑了笑，随后说到前面那4个人，你看到了吧？是你大伯和大伯母，还有你的亲爸亲妈。走吧，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听到陈木的话，堂妹看着不远处那4个人，变得紧张了起来。陈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车上，可如今真的要和这些人见面，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他担心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是不是会被人嫌弃？他又担心，如果自己的家人觉得自己麻烦，觉得自己没用，又怎么办？当车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不只是陈建军两口子的心提了起来，堂妹也同样如此。叶诗雨拉着堂妹从车上走了下来，看到堂妹的第一眼，陈建军两口子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是咱们女儿，一定是咱们女儿。建军，你看，她长得和咱们2个多像啊！三婶哭得浑身颤抖。别激动，别吓到女儿。陈建军嘴上这么说，可他的情况没比老婆好到哪里去。陈建华两口子看到亲侄女的模样之后，也是泪眼朦胧。这一路着急回家，陈木并没有带着堂妹去换衣服。在陈建华两口子看来，这孩子这么多年在外面，一定是遭了大罪了。堂妹此时看着面前那4个痛哭流涕的亲人，紧张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说些什么。堂妹有些忐忑的看了陈木和叶诗雨一眼，毕竟对于她来说，目前最熟悉的就是这2个人。陈木笑着摸了摸堂妹的头，眼神鼓励的对她说道：过去吧，没事的。听到陈木的话，堂妹深吸了一口气，随后紧张忐忑的慢慢向着陈建军夫妇2人走了过去。陈建军两口子擦了擦泪水，努力让自己笑得不那么难看，双眼期盼的看着女儿。
想要上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却又不敢上前，担心会吓到女儿。爸爸妈妈，堂妹带着紧张的说出了这个称呼的那一刻，陈建军两口子再次痛哭流涕，两人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对着女儿拼命的点头。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乖女儿，我们终于找到你了。陈建华两口子说完就想要上前去抱住女儿，却没想到对方居然直接后退了一步。看到女儿的举动，两口子都是一愣，眼神错愕，还有一丝紧张。他是在害怕吗？为什么要害怕？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这句话是堂妹知道身世之后这10年时间一直都在想的事情。她困惑、不解，甚至心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丝的怨气。18年，整整18年，她需要一个解释，同样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她希望是因为拐子沟这个地方太过于偏僻，家人也是最近才得到的消息，可她又害怕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一个让自己崩溃的真相。其实陈木从见到堂妹那一刻开始，就知道他心中有这样的困惑。当时他看向自己的眼神，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又憋了回去。我们不知道，对不起，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啊。陈建军两口子只能不停地说着对不起，伤心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孩子，这件事情不能够怪你的父母，他们一直都不知道你的存在，因为当年有人偷换孩子，将你和另外一个孩子给换了。你父母一直都以为女儿就在身边，直到大伯在一旁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下，堂妹这才知道，原来他们不是不找，而是根本不知道。当发现真相的时候，陈家就想尽办法将自己找了回来。知道这一切之后，堂妹对父母彻底没有了芥蒂，因为她知道父母是疼爱自己，是思念自己的。爸妈，堂妹这一声喊得更加真情实感，更加有温度。一家3口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叶诗雨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忍不住摸了摸眼角的泪水。大家别站在这里了，先回去再说吧。回到别墅之后，叶诗雨就将堂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好好的帮她洗了洗，又帮她找了一套合适的衣服。别墅的华丽程度让堂妹兴奋又紧张，科技程度更是让她目瞪口呆。原来上厕所用的是马桶，洗澡放出来的水不需要用火烧就是热的。一个人的厕所可以这么大，一个人的房间可以这么大，就连放衣服的衣柜竟然也这么大。妹妹，你喜欢吗？如果你喜欢，我让人给你装修一个最大的房间，最大的浴室，还有最大的衣帽间。你想要什么？我明天就去安排。叶诗雨一边帮着堂妹化妆，一边笑着问道。听到叶诗雨的话，堂妹摇了摇头，说道：姐姐，我什么都不懂，我感觉自己很没用，我想学习。我能学习吗？学习？叶诗雨没有想到堂妹回来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学习。可以，你想学，我会给你找咱们天海最好的老师。谢谢姐姐。你看，漂亮吧？化好妆之后，叶诗雨将堂妹拉到镜子前，看着镜子之中的自己，堂妹也是有些不敢相信，甚至怀疑镜子之中的那个人真的是自己吗？姐姐，我不想叫春花这个名字了，我想给自己重新取一个名字，叫陈心好不好？堂妹看着镜子之中的自己，打算和过去彻底的告别。陈心，重获新生的意思吗？第54，你的司机是个舞者。陈木，你尝一尝，这个菜怎么样？好不好吃？陈木，你说你堂妹会不会喜欢这道菜？哎呀，你说她会喜欢吃我的菜吗？大嫂，你别总看着我，看着点你做的菜啊。建军，你能不能别在这来回晃，别耽误我给宝贝女儿做饭。大哥，你快把她拉走吧，别在这碍眼了。厨房里面十分的热闹，陈新娣回归对于陈家人来说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陈建军现在心情极好，所以不管老婆怎么说自己，他都是嘿嘿一笑，一点也不生气。陈木，你大哥怎么还没回来？今天他堂妹回来，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还敢迟到，他现在到底在忙什么？陈潇一直没有出现，这让大伯陈建华十分的愤怒。陈家这么大的事情，他身为大哥居然不出现，这不是反了天了吗？大伯，我没告诉大哥堂妹回来了，反正堂妹都已经到家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见。他最近比较忙，就先让他忙着吧。陈木笑着说道。这怎么行？就算是再忙也得给我回来，你给他打电话，他要是敢不回来，老子打断他的腿。陈建华气愤地说道。见大伯坚持，陈木只好给大哥打了一个电话。陈潇这2天每天从早到晚的都是在训练，加上他本身就有一定的实力，所以
魏明礼和傅国红两个人给他制定的训练都是超高强度的。尽管如此，在接到陈木的电话之后，陈潇感觉整个人浑身充满了力气。堂妹回来了，堂妹居然已经到家了。陈木，你小子这么大的事情现在才告诉我，你们等我，我马上回去。魏老，傅老，我家有点事，我得先走了。陈潇此时也是心急如焚，十分后悔没有能够第一时间见到堂妹。当叶诗雨带着陈星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现在的陈星和刚开始见到的时候简直是判若两人。我的女儿真的太漂亮了。对了，咱们还没有给女儿起名字呢。陈娇这个名字不好，要重新想一个。三婶并不希望曾经给别人用的名字再用到自己亲生女儿的身上。三婶，妹妹刚才已经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了，叫陈星，你们觉得怎么样？陈星听到叶诗雨的话，众人略微思索，就明白了陈星给自己起这个名字的用意。好，这个名字好，以后就叫陈星。星星来，饭菜都好了，咱们先去吃饭。饭桌上，所有人都在不停地给陈星夹菜，这让陈星十分的感动。原来这就是家人，原来这就是被人疼爱的感觉。回家真好。陈星的一句话让陈建军两口子再一次哭了起来。行了，别哭了，大喜的日子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吃，星星多吃点。大伯虽然这么说，但说话的语气也是带着哭腔，只不过是在强忍着泪水。众人吃完饭正坐着闲聊的时候，陈潇这才火急火燎地跑了回来。当一回来就被大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陈潇也是嘿嘿一笑，并不在意，只不过狠狠地瞪了陈木一眼。都是这小子不告诉自己。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聊了很久，最后陈星并没有选择和父母回家，而是留了下来，要和叶诗雨一起住。虽然陈建军两口子有些失落，不过孩子都回来了，而且住的也不远，就没有在意。毕竟刚回来，感情还需要慢慢的培养，年轻人还是多和年轻人在一起比较舒服一些。我打算最近这段时间把公司的事情交给其他人处理，多陪陪星星。明天先给他安排一些老师，然后再带着他出去转一转，你觉得怎么样？陈星似乎习惯了早睡，所以等到其他人离开之后，他就回到了2楼的房间。叶诗雨也是趁着这个功夫和陈木说了一下自己的打算。这样也好。对了，我让你给叶阿姨打个电话，你打了吗？陈木问道。打了，我问了我妈，她就告诉我一句话，她哪记得这么多事情，一个司机而已，都忘了这司机现在叫什么，长什么样了。叶诗雨也有些无奈，不过这正是他老妈的性格。这么说来，这司机并不是你妈安排在你身边的，只不过恰好公司雇佣的，而且刚刚好是你回国进入公司的这个时间点。陈木皱着眉头说道。差不多吧，这个司机到底有什么问题？叶诗雨现在是真的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毕竟在他的记忆之中，这个司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上一世远走海外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司机，两人也没有什么交集。你这个司机是个武者，而且实力应该还不弱，内境巅峰，半只脚踏入了化境。一个不到40岁的人拥有这样的实力，却只甘心当一个司机。如果是叶阿姨安排得到还好说，就是通过司机应聘出现的，那他的目的恐怕就没有那么单纯了。叶诗雨从陈木这里也听说过武者的实力等级，可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司机居然是内境巅峰，这可比封家老爷子雇佣的那些高手的实力还强。这事情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了。这样一个高手当司机，明显是有目的，可他都当了我几年司机了，如果有目的，怎么会一直平安无事？这不正常啊。叶诗雨并没有说不只是当了几年司机平安无事，上一世一直到他出国都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里面处处都透露着怪异，完全想不通对方的目的是什么，确实不太正常，所以找他问一问就好了，不然的话让他继续当你的司机，这明显不太合适。听到陈木的话，叶诗雨点了点头，随后直接拨打了司机的电话，让他现在就到紫禁城来一趟。那你现在这等着，我上楼去看看星星，也不知道换了个地方他会不会不习惯，睡不好。你先上去看看吧。好。叶诗雨来到楼上，看到陈星已经睡熟了之后，这才放心了不少。他并不知道回到这里之后陈星的心有多安稳。在拐子沟的时候，陈星没有一次睡得踏实安稳，虽说这里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但他的心静，自然睡得快，睡得香。叶诗雨静静地关上房门，随后来到楼下，和陈木一起等待着司机的到来。
第55帝都霍家来了。当司机打来电话的那一刻，叶诗雨抬头看了陈木一眼。带进来吧。好。叶诗雨点了点头，随后出去将司机带了进来。司机此时也有些疑惑，本以为叶诗雨是要出门用车，没想到居然直接把自己带进别墅了。进入别墅之后，司机有些不解地问道：叶总，这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吗？没什么，就是有些事情想要跟你聊聊。坐吧。这不用了吧，我就一个司机，还是不做了。一个司机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内境巅峰的人跑去给别人当司机。陈木的话让司机整个人都是浑身一震。司机不可置信地看向陈木，没想到自己居然被这小子给看穿了。司机就看过陈木一次，就是前往封家参加宴会的那一次，以他的实力自然无法看穿陈木，只是隐约的感觉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什么内境巅峰？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司机装作疑惑不解地问道。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就别装了。你是谁？为什么给叶诗雨当司机？你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把话说清楚，不然你别想走出这道门。陈木冷声说道。司机并没有理会陈木，而是看着叶诗雨说道：叶总，虽然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但我就是一个司机而已，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那我就先回去了。还有，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叶总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选择辞职。司机的话让叶诗雨倒是有些没想到，难道他真的没有问题吗？可相比较司机，他更相信陈木。你可以辞职，但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叶诗雨皱着眉头说道。你没什么好说的，这破工作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说罢，司机直接就要离开，可他刚走出去一步，下一秒陈木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看到陈木的突然出现，司机也是吓了一跳，紧随其后，陈木直接一拳打向司机。司机猝不及防之下，本能的进行了反击。砰！一拳，司机直接被打得倒退数步，更是感觉体内的五脏六腑如翻江倒海一般。司机没想到陈木的实力居然这么强，仅仅是随意的一拳就让自己招架不住。对方的实力至少也是化境中期，不是不懂我说什么吗？现在懂了吧？说，你到底是谁？陈木目光冰冷地看着司机，知道不是陈木的对手。司机也很清楚，自己今天想要走出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叫陈木对吧？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但我对叶总并没有恶意，你们不放心我，我离开就是了，何必咄咄逼人？司机冷声说道。哼，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和死，你自己选一个，没有第三条路。陈木冰冷的目光，强大的气势，顷刻之间让司机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使尽浑身的力气，居然连手指头都动不了。这是何其恐怖的实力，仅仅是凭借着气势就可以将一个内境巅峰强者禁锢住。化境巅峰吗？似乎不太可能吧。难道是宗师？面对这样的强者，他怎么可能逃得掉？我用尽全力，最后也不过是说出了一个我字。但司机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好像虚脱了一般。看到对方要说话，陈木收回了自己的气势，淡淡的说道：想明白了。我说，我是帝都霍家的人，是被派来保护叶总的。我只知道这么多，其他的我真的不清楚。帝都霍家，陈木眉头一皱，发现叶诗雨此时也是一脸迷茫。我不认识帝都霍家的人。叶诗雨十分肯定自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别说这辈子不认识，上一世也特么不认识啊。叶诗雨很清楚的记得，上一世到他出意外死亡的那一刻，完全没有和这个所谓的帝都霍家有任何交集。霍家谁派你来的？这你总知道吧？陈木皱着眉头问道。霍家大少爷让我这么做的。司机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说了出来。霍家大少爷？我很确定，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姓霍的。叶诗雨想了想之后，肯定的说道。他都让你做什么？陈木看向司机问道。就是保护叶总，瞬间每隔一段时间汇报一下叶总的情况。没有了？保护？还是监视？又或者说，这个霍家大少爷还有其他的目的？陈木不清楚，但很显然，面前这个司机也不知道，问了也是白问。行，你走吧。陈木并没有为难对方，不管这个霍家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不招惹到自己，那就天下太平。如果有什么歹心，陈木不介意亲自跑去帝都霍家，好好的和他们沟通一下感情。司机见陈木就这么放自己离开了，没有多说废话，直接逃一般的跑出了别墅。这车是叶家的，他自然也不能再开了，只能够步行离开。
大少爷，我被发现了，而且身份暴露了。司机离开之后，就直接给帝都的霍家大少打了一个电话。暴露了。听到这个消息，霍家大少也有些惊讶。什么情况？之前不一直好好的吗？你到底怎么办事的？霍家大少爷沉声质问道。对不起大少爷，我也没有办法。叶诗雨身边跟着一位，我猜测实力应该到达宗师境界的强者，对方看出了我的实力，而且我不说，恐怕今天就会死在他的手上。司机也不清楚自己这么做，霍家大少爷会怎么惩罚自己，可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能活着，惩罚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霍家大少爷也没有想到，这叶诗雨的身边竟然会出现宗师境界的高手，是叶家那边派的人吗？霍家大少爷皱着眉头问道。不是，对方姓陈，叫陈木，叶总母亲前段时间结婚了，是他结婚对象的儿子。听到手下的话，霍家大少爷眉头紧皱，这确实让他有些意外，意外到根本就没有在意手下怕死将自己暴露出来。等等，你刚才说什么？儿子？你是说这个宗师境界的强者是个年轻人？突然，霍家大少爷发现了一件让他更加意外的事情。没错，对方的年龄应该20出头，好像是22岁。22岁，22岁的宗师，这开什么玩笑？第56年前的陈家，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22岁的宗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算是我霍家最优秀的天才，也没有人能够在22岁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个陈木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是让你注意叶诗雨四周的情况吗？这么重要的人，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汇报过？霍家大少爷也是脸色阴沉，想起上一次手下的汇报，居然有这么多遗漏的信息，这是明显的失职。大少爷，我也是没想到这些。叶总母亲结婚的很突然，这个陈木出现的时间也没有多久，而且我开始的时候调查过，陈家在天海市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我怎么可能想到一个普通家庭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司机也很无奈，毕竟上一次汇报的时候，陈木还没有出现，叶诗雨的母亲也没有结婚，谁会想到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就会发生这么多的变故？普通家庭？你的意思，一个普通家庭培养出来一个22岁的宗师，比我霍家还要厉害？霍家大少爷冷笑着问道。大少爷，我不是这个意思。行了，你现在立马给我回帝都。是，大少爷。霍家大少爷挂断电话之后，表情十分的难看。你这臭小子，大晚上的叫喊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就在这时，霍家大少看到爷爷从楼上走了下来，脸色有些不悦。对不起爷爷，只是刚刚听到一些消息，有点。霍家大少连忙站起来，不管他在外面可以如何的张狂，但面对爷爷，他向来都是毕恭毕敬。什么消息能够让你这么不淡定？这老头子我倒是有点好奇。霍家老爷子对自己这个孙子一直都很满意，也很了解孙子的为人，能够让他突然之间乱了规矩的事情还真的不多见。爷爷，你应该知道，我一直都有派人去天海看着叶诗雨，刚刚我派去的人说他身份暴露了，而且叶诗雨身边有一个宗师境界的高手，对方不是叶家人，而是一个叫陈木的家伙。更可笑的是，对方告诉我，这个陈木来自于天海一个普通家庭，22岁的宗师，怎么可能来自于一个普通家庭？霍家大少感觉事情并不简单，却发现自己爷爷的表情有些不对劲。仔细一想，当自己说出对方的名字，不对，应该是姓氏的时候，爷爷的表情就已经变了。你说他叫陈木，他姓陈，22岁的宗师，消息属实吗？霍老爷子脸色凝重地问道。我派去的人虽然是内境巅峰，可毕竟是咱们霍家的人，见识过不少强者，他既然是对方可能是宗师境界，应该错不了。爷爷怎么了？你知道对方的来历？霍家大少惊讶地问道。22岁的宗师，姓陈，难道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陈家早在60年前就已经……霍老爷子提起陈家的时候，神色十分的复杂，有追忆，有惋惜，有敬畏，甚至还有一丝激动。霍家大少很久都没有从爷爷的脸上看到如此精彩的神情，在他的印象之中，爷爷一直都是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的样子。爷爷，什么陈家？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在60年前怎么了？听到孙子的话，霍老爷子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叹息道：你太小了，自然没有听说过陈家。但是当年的陈家何其强大，我们霍家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和陈家相比，陈家才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家族。只可惜
60年前一场变故，陈家无人生还。60年前，这对于霍家大少来说，有点过于久远了。就算是老爷子当年，也只是一个20多的小伙子。这么强的家族，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下场？难道还有比他们更强的吗？古武世家，霍家大少惊讶地问道。不是，古武世家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说法，但谁都不知道是否真实。他们如今以什么样的形式生活在龙国之内，更是无人得知。也许隐居在鸟无人烟的地方，也许他们就生活在城市之中，只不过装作普通人一样生活，旁人看不出来而已。但陈家的事情和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霍老爷子摇了摇头说道，那究竟是谁？作为做强家族，还有谁能够让他们落得这样下场？霍家大少有些不解地问道。哎，你应该知道，60年前我们龙国的国力并不强，这就导致了处处都要受欺负。而陈家身为当时龙国之中最强的武者家族，能力最强，责任越重。当时陈家独自迎战5国强者，虽然最终将5国强者全部斩杀，震慑住了这5国，但陈家全死了，一个人都没有活下来。霍老爷子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神之中满是敬佩，还有一丝惭愧。什么？陈家独自迎战5国强者？那当时我们龙国其他家族的人呢？难道他们就不管吗？霍家大少的语气带着愤怒，带着质问。虽然他从来都不会自诩好人，可面对外敌，他还是分得开，孰轻孰重。难道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将个人恩怨放在一边，将一切成见放下，同心协力，一致对敌吗？你懂什么？这才是陈家人最无私、最伟大的地方。陈家选择独自迎战5国强者这件事情，就是为了保全龙国其他家族。而等到其他人知道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我还记得，当年陈家最后只剩下了陈家家主还留有一口气撑着。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一战，他们陈家抗住了，5国一段时间之内不敢再随意造次。接下来，龙国只能够靠我们这些人了。你知道陈家主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情吗？你知道那一战究竟有多惨烈吗？陈家众人，包括陈家主在内，没有一个人留下了全尸，是他们陈家用命守护了龙国，同样也是他们用命保护了大量的武者幸存下来。如果那一战所有的武者都参与，陈家可以幸免于难，但龙国武者最少要减少5成。说到这里，霍老爷子已经泪流满面。对于当年的事情，他心存愧疚，心有不甘。如果是我宁愿和陈家一起战斗。霍家大少表情凝重地说道。我们又何尝不是呢？但大局为重，陈家乃当世英豪，忠义无双。第57，他会是陈家后人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霍家如今可以成为帝都鼎鼎有名的大家族吗？霍老爷子看着孙子，严肃地问道。这难道是因为陈家？霍家大少震惊地问道。不错，当年陈家最后将陈家所有珍藏之物送给了他们信得过的几个家族，而我们霍家便是其中之一。霍家大少没有想到，霍家和陈家之间竟然还有如此渊源，而陈家的无私让霍家大少心中更是充满了敬佩。只可惜自己生得太晚，没有办法一睹陈家众人的风采。虽说当年我可以肯定陈家所有人都参与了那一战，但道林，你一定要好好的查清楚这个陈木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陈家后人。说到这里，霍老爷子也是努力的深吸了几口气，平复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如果陈家真的有后人，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毕竟60年以来，他对陈家一直心怀愧疚，或者说当年那些亲眼看见战场惨烈情况的人，但凡有点良心的，没有人不愧疚。爷爷，你没事吧？看到爷爷这么激动，霍道林也十分担心。没事，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道林，你记住，陈家已经付出的够多了，绝对不能够再让陈家的任何一个人有事。好好调查清楚，是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搞清楚。如果真的是，人要懂得感恩，我霍家一定要站在陈家这一边，你明白吗？霍老爷子沉声说道。爷爷放心，我明白，陈家值得尊重，他们的后人值得我们这么做。霍道林眼神坚定的点了点头。至于叶家的这个外孙女，不用派人盯着了。叶家如今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嚣张跋扈了，为了成为最强家族，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和当年的陈家相比，他们简直不堪入目。提起叶家，霍老爷子的眼神之中满是鄙夷。
别看叶家如今强盛，但霍老爷子就是瞧不起他们，尤其是知道叶家旺想要取代当年陈家的地位时，心中更是充满了鄙夷。取代陈家，他们也配？但是这个陈木和叶诗雨如今的关系，不用理会，先调查清楚再说。是。天海这边，陈木并不知道，因为自己的一个姓氏，当帝都赫赫有名的霍家老爷子有多激动。他更好奇的是叶诗雨的反应，平静、淡然，甚至是有点不在乎。他已经不止一次在叶诗雨面前展现过强大的实力了，可对方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陈木看着叶诗雨问道：“没有，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不想说，我问了也没用。”叶诗雨摇了摇头，不过在心里面补充了一句：“老娘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还问什么？行吧，那我先回房间了，你也早点休息。”又回房间，叶诗雨满头黑线，自己到底哪里没有魅力？没事了，你一秒都不愿意多待，你跟着我干嘛？陈木刚走几步，就发现叶诗雨跟了过来。去你房间。有事？我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藏人了。听到叶诗雨的话，陈木也是一脸无奈。藏人？这丫头怎么总怀疑自己藏人？自己看起来有那么饥渴吗？行，那你进去检查吧。陈木直接打开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看到陈木这坦然的样子，叶诗雨顿感无趣。算了，我回去睡觉了。你真是一个无聊的男人。你，呸！你就不是个男人。扔下一脸懵逼的陈木，叶诗雨直接回到了2楼。我怎么就不是男人了？陈木走到镜子前面，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疑惑地说道：“也没帅到男女不分的那种程度啊，这五官轮廓不够立体吗？这帅气的容貌不够阳光吗？真是个不懂欣赏的女人。”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陈星和叶诗雨两人就早早的起来了。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早起并不是什么难事，而陈木也并没有沉浸在炼丹之中。听到声音，就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哥！看到陈木，陈星十分亲切地喊了一声：“怎么样？昨天睡得舒不舒服？”陈木笑着问道：“舒服，姐姐的床很软，我从来没说过这么踏实。”陈星笑着说道：“舒服就好。”喂，你都不问问我的吗？叶诗雨郁闷地问道：“你自己的床，你会不舒服？”床垫早就换了。陈木无奈地说道：“啧，这是个钢铁直男。你这么多年，不会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吧？”听到叶诗雨的话，陈木一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交过一个女朋友？这件事情，我应该没有跟你说过吧？”陈木的话让叶诗雨也尴尬了，这可怎么回答？总不能说你明天要去聚会的那家饭店，就是盛天集团的产业吧？上一世，陈木参加聚会的时候，确实很不愉快。他正好知道这件事情，就让聚鼎阁的员工留意了一下情况，顺便看个热闹。也是那个时候才得知，聚会中有一个人是陈木的前女友。那场聚会，叶诗雨并没有参与，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看了一场热闹。上一世的陈木和现在也不同，少言寡语，对很多事情完全不在乎，甚至是别人的嘲笑和调侃，仿佛在他的眼中，这些人完全就不值得他去生气一样。现在想来，当时的陈木同样是一个看客，看着一群小丑在表演。这一世，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偏移。叶诗雨不知道陈木是不是依然会不在乎那些人的调侃和嘲笑，但他绝对不会容易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早就已经为明天的聚会做好了准备。想什么呢？见叶诗雨不说话，在发呆，陈木无奈地问道：“啊，没什么。你刚来我家的时候，我这不调查了一下你的情况吗？就了解了一些。对了，赶紧吃点东西吧，一会带星星出去逛街。今天我们去攻占天海。”第58拒绝风念念。逛街、购物，这些对于陈星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游乐场更是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精彩。仅仅一天，陈木就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倒不是身体吃不消，而是心累。与此同时，陈建军两口子也是抓紧时间在搞装修。原本只是他们两个人住，倒也不在乎这些，可现在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尽全力打造一个让陈星喜欢的家。真的不去了吗？哥，我跟姐姐一起去也是可以的。第二天，陈木说什么也不跟着这两个人去逛街了。叶诗雨有些无奈，陈星倒是不想陈木太累。你们两个去吧，我就不去了，正好今天下午还有事。陈木笑着说道。行吧，那我们去了。叶诗雨点了点头，他自然知道陈木下午有什么事情，于是拉着陈星开始了新一轮的血拼。临近中午，
外面突然传来了门铃声。陈木眉头一皱，因为来的这个人让他多少有些意外。风念念，虽然当初只是在风家宴会上见过一面，但陈木记得他的气息。陈木修仙归来之后，并没有完全将神识开放，感知力也只是覆盖了自己附近30米左右的范围而已。毕竟全力放开的话，陈木感觉有些吵闹，还需要刻意的去进行屏蔽。最重要的是，陈木的经历让他怀疑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加强大的修仙者。神识全力放开的话，很容易被一些强者视为挑衅行为。反正陈木又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所以就刻意压制了神识。陈木走出去看了一眼风念念，虽然只是一个18岁的少女，却打扮得十分正式。这是搞什么鬼？谈工作吗？有事吗？陈木问道。有些事情想要跟陈先生谈一谈，不知道方不方便？风念念笑着问道。陈木想了想，随后将风念念带进了别墅之中。面对陈木，风念念有些拘谨，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身体有些僵硬，却还保持着优雅的微笑。不用这么紧张，有什么事情说就是了。陈木淡笑着说道。风念念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开口说道：陈先生，虽然我们风家和您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过节，但是我相信以您的能力和心胸，应该不会计较的。我这一次过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风家想要成为您的附庸，您觉得如何？说完之后，风念念紧张地看着陈木，这是他认真考虑之后做出来的决定。风家想要崛起，就必须依靠一座大山才行。天海4大家族明显不合适，但陈木不一样，起码以目前陈木所展现出来的情况来看，他是最好的选择。想要成为我的附庸吗？可我凭什么选择你们？你们风家又有什么值得我帮的呢？风念念直接，陈木也不会和他假客套，毕竟陈木没有必要去给别人做嫁衣，帮助别人提升实力。这天底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陈木没有理会用自己的精力去满足风家向上爬的野心。我知道现在的风家对你而言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我们风家能够拿出绝对的诚意，只要您答应，从这一刻开始，风家就是您的，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您的。风家愿意为您效命，我们只是希望风家能够得到您的庇佑，得到您的栽培，只有这样，风家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您毕竟只有一个人，以您的实力，未来的日子绝对不会平凡。您也需要可靠的忠心的人替您办事，不是吗？毕竟您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这样一来，也不需要凡事都要劳烦您亲自出马。风念念并不是没有做过功课，头脑一热就跑了过来。在来之前，他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的。陈木的信息太简单，太好调查了，而且平平无奇，一查就查得到。目前已知的信息，陈木出身平凡，家庭平凡，唯一不平凡的就只有他自己。而这样的情况，通常会被脑补成为有一个强大的师傅。陈木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个体，并非来自某个势力。他相信，陈木这样的人，一定有着自己的野心，也一定会组建自己的势力。但他现在缺少的，就是忠心的手下，而他们风家，愿意成为这样的角色。想法不错，不过，不足以吸引我。陈木笑着摇了摇头，拒绝了。风念念没想到陈木拒绝的会如此干脆，甚至连一点犹豫都没有。难道风家在他的眼中，当真就是一文不值吗？不管怎么说，风家拥有的财力物力，并不比别人差多少。就算是天海4大家族，也未必会拒绝风家的投诚。只不过他们还不足以让风家这么做罢了。那要如何才能够吸引您？风念念不死心地问道。目前没有任何能够吸引我，这件事情就先这样吧。陈木淡淡地说道。听到陈木的话，风念念有些失落，不过很快就平复了自己的心情。我明白，如今的风家确实没有任何的优势，不过还是希望陈先生能够考虑一下我们风家。我们会努力，争取能够获得吸引您的资格。虽然被拒绝了，但风念念并没有就这么打算放弃。陈木这种强者，一定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被说动。好，那就看你们风家以后的表现了。陈木笑着点了点头。送走了风念念之后，陈木也在思考，自从回到了天海之后，他的每一步都不是主动而为。他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自己没事修修仙，仅此而已。但是赶事让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想要平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要组建一个强大的势力吗？算了，兵贵精而不在多，人多了，麻烦事也多，顺其自然吧。陈木笑着摇了摇头，并没有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否则的话，人多有什么用？
不过是浪费他宝贵的时间罢了。简单的休息了一会之后，陈木便准备前去聚顶阁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对了，宁涛这小子今天会不会去？打个电话问问吧。陈木给宁涛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刚一接通，对面就传来了宁涛愤怒的咆哮声：“你有病吧？喊个屁啊！就这么跟你爹说话？”陈木当然明白宁涛的愤怒来自哪里，于是笑着调侃了一句：“有特么你这么当爹的吗？你是要整死我是不是？这什么工作？你是怕我活得太久是不是？”宁涛气愤地说道：“行了，先苦后甜，今天晚上的聚会你去不去？”陈木问道。“去个屁！你特么一句话，老子现在天天路都走不利索，我去干嘛？让人看笑话吗？行，那你继续努力，加油！”说完之后，陈木直接挂断电话，完全不给宁涛继续咆哮的机会。“王八蛋，你给老子等着！”宁涛看着手机，愤怒的吼叫。看到这一幕，薛龙几人看向宁涛的目光也是发生了转变。牛逼，居然敢这么跟陈木说话，不愧是亲信，关系就是不一样，羡慕。第59，假小子苏雨桐，聚顶阁，不少同学此时已经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这里。什么情况？不是2楼的普通包厢吗？怎么变3楼 VIP 了？对啊，这3楼 VIP 包厢吃一顿可不便宜啊！要不是这的服务员带我过来，我都以为是他们搞错了，包厢被换，这让其他同学都是一脸懵逼，完全搞不清楚什么情况。哎呀，这一定是凯哥的手笔，咱们这些同学之中，除了他，还有谁能有资格把包厢换成 VIP 的？也对，除了刘凯，好像别人真的没这个实力。不过这一顿，刘凯可是要大出血了，少说也得10好几万吧，最少也要10好几万。不过对于凯哥来说，应该不算什么，毕竟人家有这个实力。没错，有这个实力。对了，陈木呢？陈木怎么还没到啊？不清楚，这小子这段时间就跟消失了一样，联系一次都费劲。今天他到了，我可得好好问问，上一次那个车是不是他的？卧槽，我也想问他。妈的，那可是法拉利啊！众人聊得热闹，不多时，刘凯带着卢玲玲也是一脸懵的来到了包厢。凯哥来了，凯哥威武，没有你，我们可没机会来这聚顶阁的 VIP 包厢吃饭。凯哥快过来坐。刘凯一脸懵逼，完全没听懂这些人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包厢不是他安排的呀。不过众人都这么说了，要是不承认，那岂不是很没有面子？算了，今天就当破财免灾吧，大不了下个月少花点钱。刘凯心中暗道一声，随后直接坐到了主位上，一脸不在乎的对着众人摆了摆手。都是小事，只要大家能吃好喝好，花点钱算什么？这点钱对于我来说，毛毛雨而已。刘凯十分大气的说道。哈哈，还得是凯哥呀，凯哥牛逼，今天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了。玲玲，你真的太幸福了，能够嫁给凯哥，我太羡慕你了。就是啊，跟着凯哥可比跟着陈木。说到这里，包厢之内突然安静了下来。虽然说陈木和卢玲玲以前交往过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可刘凯还在这里说出来似乎有些不太合适。没事，大家不用顾虑我，我并不在意这些。刘凯笑着摆了摆手。笑话，他会在意别人提起陈木吗？他巴不得这些人多提起陈木才好，要不然怎么显示出自己的高人一等呢？不得不说，凯哥是真的大气，我是真的服你。哈哈，这就是凯哥的格局啊。确实，和凯哥比的话，陈木除了长得稍微好了一点，真的一无是处。咱们这些同学里面，好像陈木算是家庭条件最差的了吧？好像还真是，他从小没妈，听说他爸还贼不靠谱，没有正事。玲玲，你当初多亏是悬崖勒马跟他分手了，他家那就是一个火坑啊。知道的这是同学聚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陈木的声讨大会呢。卢玲玲听到这话，也是一脸幸福的看了刘凯一眼，随后笑着说到：谁还没有个年少无知的时候？当初年纪小，错把垃圾当成宝。跟了刘凯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这么幸福。算了，不说这些了，没意思。众人闲聊的时候，包厢的门再次被打开，所有人都想着门外看去，不少人更是在好奇，来的人究竟会不会是陈木？当来人进来之后，众人也是一愣，这有点陌生啊。那个美女，你是不是走错屋了？怎么，老同学都不认识了吗？张强见对方直接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张强也是一愣，老同学？这大美女是他们的老同学？
可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当初班上似乎没有这么一个大美女吧？卢玲玲就是最漂亮的，可这个人看起来比卢玲玲要漂亮得多，而且气质更好。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王伟突然一拍大腿，兴奋的直接站了起来，看着对方激动的说道：“你是苏雨桐？”苏雨桐听到这个名字，众人的眼神之中先是疑惑、迷茫，随后变得震惊。他居然是苏雨桐，这怎么可能？假小子苏雨桐，卧槽！蘑菇头厚眼睛，不是你这是整容了吗？这变化也太大了吧！雨桐，快过来这边坐，这才几年不见，你的变化也太大了吧！我的天，你居然是苏雨桐，这简直是大变活人啊！上高中的时候，苏雨桐的造型简直是一言难尽，在其他同学的眼中，这就是一个假小子，和女孩没有半毛钱关系。可谁又能想到，这么多年不见，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比卢玲玲还要漂亮的美女，果然是女大18变。不过，不少人还是怀疑苏雨桐一定是整过容。此时，就连刘凯看着苏雨桐的目光都发生了转变，惊艳，太惊艳了！刘凯的目光让卢玲玲有些不舒服，不动声色地捏了捏他的手。刘凯这才收敛了目光。不对啊，雨桐，我好像没有通知你吧？你怎么知道的？王伟此时有些疑惑，毕竟人都是他通知的，可当时邀请的人之中，并没有苏雨桐。毕竟苏雨桐上学的时候存在感就比较低，而且还是高2才来的转校生，和大家关系并不是特别熟悉。不过这话一出口，王伟就感觉不对劲，人都来了，这么问有点不太合适。好在苏雨桐并没有在意，笑着说道：“我看到班级群里面你们在说聚会的事情，所以我就过来了。”说着，苏雨桐向着四周看了看，问道：“人都到齐了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没到的。”哦，苏雨桐点了点头，随后坐在一旁不再说话。众人又开始闲聊了起来。等到还没有到的同学，不过这一次大家的注意力明显都放在了苏雨桐的身上。男同学的热情让很多女同学都感觉十分不爽，所以和苏雨桐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不太友善，话里话外都是在调侃她整容的事情。对此，苏雨桐并没有解释，也没有生气，很平静，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你好，请问是陈木，陈先生吗？”“我是。”“好的，请跟我来。”第60陈木被包养了。陈木刚到聚顶阁，就有工作人员直接迎了上来，态度十分的热情。陈木并没有多想，聚顶阁在天海属于高端饭店，可能服务态度就是这么好。可看到工作人员将自己带到了3楼，陈木也是一愣，是不是走错了？不是在2楼吗？陈先生没错的，你们的包厢就在3楼。好吧，陈木点了点头，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聚会所在的包厢之中。陈木的出现让包厢之内再次安静了起来。陈木长得帅，这是公认的事实，大家就算不爽，但也不得不承认。可这一次再见陈木，所有人发现陈木似乎变了，不仅仅是变得更帅了，就连气质都变得高贵了起来。原本的陈木，在大家看来，土帅土帅的，虽然帅，但很土，没气质。可现在，卧槽，陈木，你怎么变这么帅了？你不会也整容了吧？也，什么意思啊？听到这句话，陈木也是眉头一皱，难道有人整容了吗？咦，不对，你小子是不是发财了？你这一身衣服不便宜啊！卧槽，还真是，这衣服，尼玛，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这一身得上万了吧？你小子确定是出去上大学，不是出去打工了？对了，陈木，我问你，那辆法拉利是不是你的？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当提到法拉利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陈木的回答。法拉利？什么法拉利？陈木眉头一皱，自己开过叶诗雨的法拉利，不过这都多少天之前的事情了。就是这个。说着，张强找出来了自己当初拍的照片，拿给了陈木看。哦，是我开的，不过我是借的，不是我的。听到陈木的话，众人都是松了一口气。妈的，还好不是他的车，不然这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而最开心的莫过于刘凯乐，他也担心陈木如果有能力开上法拉利，那凭借他的财力，还真没办法在陈木面前装逼。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发财了呢。那你这身衣服呢？不会也是借的吧？衣服也能借的吗？我好奇的是，陈木，你跟谁借的法拉利？这可是法拉利啊，能借给你，关系不一般吧？是不是女的啊？嘿嘿，我看也是。卧槽，还真是，你小子不会是被富婆包养了吧？
啧，这也是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啊！少奋斗多少年。陈木，同学一场，还有没有这样的阿姨了？介绍一个认识认识。对，我也不想努力了，给我也介绍一个。大家嘴上虽然在这么说，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话里面调侃的味道特别浓。行了，赚钱嘛，不寒碜。陈木，好久没见了，真是没想到，当年咱们的校草居然被人家包养了。我想知道，咱们这校草什么价？一个月多少钱啊？刘凯看着陈木笑得很开心，似乎陈木混得越不堪，越能够满足他那无聊的虚荣心。而不少女朋友看向陈木的目光多少带着一丝鄙夷，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还不是沦为了人家的玩物？太恶心了。面对刘凯的调侃和讽刺，陈木面带微笑，表现得淡定从容，毫不在意。陈木越是如此，越让刘凯心中不悦。你个臭他妈鸭子，在这装鸡毛？不过陈木这车是借的，衣服也还真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所以他并没有多解释什么。况且跟这些人说那么多有用吗？不过是浪费口舌罢了。咦，苏雨桐，你变漂亮了。就在这时，陈木发现了坐在自己不远处的苏雨桐，这丫头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陈木对苏雨桐有印象，因为两人当了2年的同桌，还得是同桌，这么快就认出来我了。苏雨桐笑着说道，我记得你是魔都人吧？当初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才转校到了天海，你不是考上大学之后跟着家人搬回魔都了吗？这么远还特意跑过来参加聚会？陈木有些意外，本以为这一次聚会都是在天海的这些同学，没想到魔都的苏雨桐居然跑过来了。也不算太远，开车就几个小时而已。苏雨桐笑着说道。开车？其他同学听到这话也不由得产生了好奇，连忙问道，雨桐，你开的是什么车啊？雨桐，看来你家庭条件不错呀，刚毕业就开车了，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开车？唉，我也想买辆车，几万块钱的二手车，我爸都不肯给我买，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得上车，驾照都快特么生锈了。苏雨桐笑着摇了摇头，谦虚地说道，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车，很普通的。普通也是车呀，就是总比坐公交坐地铁强多了吧。苏雨桐并没有理会这些同学的话，而是看着陈木问道，陈木，你大学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打算？目前还没有，近期之内应该都会留在天海吧。哦，不打算找工作吗？如果你需要工作的话，可以来魔都找我。魔都？陈木看了苏雨桐一眼，难道他要给自己介绍工作？暂时应该没有这个需要，好意心领了。不过我目前不缺钱。陈木笑了笑，拒绝了苏雨桐的好意。不缺钱？这句话让刘凯等人都是不屑的一笑。陈木要真是不缺钱，那他100%就是被人包养了。别说什么认识有钱的朋友，他陈木这种身份的人会认识有钱人吗？扯淡！雨桐，你就不用操心陈木了，人家可是被富婆包养的，那赚钱多方便多快啊，怎么可能会去工作？就是天天往床上一躺就来钱，多快乐。要是我也不工作，谁说不是？我也想干。听到其他人的话，苏雨桐眉头微微一皱。从陈木出现之后，这群人就一直在阴阳怪气。当年上学的时候，他记得陈木和这些人似乎并没有什么过节才对，怎么几年不见，就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大家都是同学，你们一直说陈木被人包养，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你们好像并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他被包养了吧？苏雨桐皱着眉头说道。还需要什么证明？法拉利是借的，跟谁借的？他认识那么有钱的人吗？还有他这一身衣服，哪来的钱买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家庭条件又不怎么样，哪来这么多的钱买？就算他没被人包养，恐怕干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雨桐，你可不能被陈木的外表骗了，人心隔肚皮，我们也是为了你好。为我好？苏雨桐冷笑一声，还真不知道自己跟这些人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谢谢，但不需要，咱们好像并没那么熟。第61，给你脸不要是吧？苏雨桐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同学之间的聚会，他完全没有想到竟然会如此的不堪。大家都是同学，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抓着一个人不放呢？难道嘲讽别人真的就可以给自己带来优越感吗？这就是同学之间的聚会？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没有什么参加的必要。苏雨桐微微皱眉，语气不善，这倒是让其他人都有些措手不及。毕竟曾经的苏雨桐就是一个小透明，谁会知道他还这么有性格？嗨，雨桐说的也对，咱们上学的时候确实不太熟悉，
不过大家都是同学，以后常联系。你们也是，干嘛一直说人家陈木？人家干什么是自己的事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那个，人来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还是开始走菜吧。大家边吃边聊，刚才的不愉快都忘了，好不好？看到气氛不对，王伟也是连忙站了出来。身为班长，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王伟的调和之下，大家也就顺坡下驴，没有再纠结刚才的那些话题。虽有王伟起头，又组织大家闲聊了起来，无非就是大家以后有什么打算，相互帮助之类的事情。只不过陈木和苏雨桐明显没有主动和他们攀谈的意思，被@了，也就顺口回答一句。刘凯和卢玲玲两个人一直关注的目标正是陈木和苏雨桐，两人的眼神很复杂。本来想要和陈木炫耀一下，没想到陈木好像压根就不在乎，再加上苏雨桐明显的偏袒陈木，这让两个人都十分的不爽。卢玲玲觉得苏雨桐虽然人漂亮了，但就是一个绿茶婊，看陈木长得帅就往上贴，不要脸。刘凯是气愤，为什么每一次有美女都会和陈木的关系好？当初的卢玲玲是，现在的苏雨桐也是。妈的，老子能把卢玲玲搞到手，苏雨桐又怎么样？陈木，老子就是比你强。刘凯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将这苏雨桐拿下。对于当年高中时期处处被陈木压制，处处不如陈木的这件事情，刘凯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释怀。高中时期的人虽然也喜欢钱，但并没有太大的概念，相对想法比较单纯一些。所以陈木没钱，但是有颜，同样混得风生水起。反观他刘凯，有钱不假，小跟班也不少，但就是不如陈木受欢迎。刘凯正在想着怎么才能够拿下苏雨桐的时候，服务员已经开始上菜。看着上来的菜，刘凯愣住了。等一下，你们是不是上错了？刘凯自己点了什么菜他很清楚，服务员端过来的这4道菜没有一道是自己点的。最主要的是，这几道菜他在菜单上看到过，价格很贵。没错，是这里，是我们老板特意安排的。这一顿饭我们老板请客，聚顶阁老板特意安排的，还老板请客。这一句话让刘凯等人都是一脸懵逼，这可是聚顶阁呀，老板亲自安排，这面子也太大了吧！卧槽，凯哥你可以啊，没想到你面子居然这么大。我发现我们以前好像是低估凯哥和他家里面的实力了，没想到居然是一个隐藏的巨佬啊，难怪会改成 VIP 包厢，这都是凯哥的面子啊。凯哥你说实话，你家到底有多少钱？跟着聚顶阁有啥关系？众人的话直接把刘凯给架起来了，这特么要是否认，自己还有脸待在这里了吗？可承认，特么的，自己真的不认识聚顶阁的老板啊？难道是这的老板认识自己老爹？都是看在老爹的面子上？刘凯想了想，觉得很有可能，毕竟这里的人除了自己，还有谁的面子能够这么大？嗨，大家都低调一点，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原本就是打算大家简单的聚一聚，不过既然人家都安排了，大家那也就别客气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炫耀。刘凯一脸的得意，其他人拍马屁的声音也是变得越来越大，唯独陈木和苏雨桐两个人眉头微皱。刘凯虽然没怎么露出破绽，但卢玲玲明显功力不够，她那边的表情就不怎么好看了，似乎隐隐有些担心。毕竟卢玲玲最清楚不过刘凯家的情况了，聚顶阁是什么地方，会给刘凯面子。对了，我听说这聚顶阁可是盛天集团的产业，凯哥，你和盛天集团还有关系呢？听说盛天集团的总裁是个大美女，凯哥你见过没有？盛天集团，听到这4个字，陈木明白了，看样子叶诗雨应该知道了自己这一次的聚会，所以故意安排了这些，为了给自己撑场子吗？啊，盛天集团总裁？哦，见过2次，说过几句话，不是很熟。刘凯硬着头皮说了一句，刘凯的话让陈木感觉有些好笑，见过2次也就罢了，毕竟这种机会可能存在，说过几句话，他以为自己是谁？别看叶诗雨对着陈木百依百顺的样子，在外面商场上那就是一个冷面无情的女王。刘凯这样的身份能够让叶诗雨跟他说几句话，别说他爹，他爷爷，他祖宗来了也不行啊。陈木，你是在笑我吗？刘凯看到陈木脸上的笑容似乎略带嘲讽之意，顿时眉头一皱，脸色不悦。没什么，就是刚才想到了些好笑的事情。陈木笑着摇了摇头。那你说出来，让大家笑一笑怎么样？刘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凯现在很生气，而陈木刚才的表情也有点耐人寻味。陈木，
你不会是在嫉妒吧？刘凯这么优秀，是不是让你感觉很自卑？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突出自己啊？这场聚会可是人家刘凯安排的，你是不是有点太不给凯哥面子了？不会是还惦记着人家卢玲玲了吧？别想了，人家现在是凯哥未婚妻。就是，你也不看看自己，嗨嗨，你除了帅点，你还有什么本事？帅当饭吃吗？这年头，有钱的就是大爷。刘凯在这些同学心里面就是大爷，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考虑，直接站在了刘凯这边，对着陈木一顿输出。苏雨桐正想要说话，却看到陈木对他摇了摇头。哎，这场聚会，我原本真的没什么兴趣过来，同学一场，我也不想要闹得太难看。刘凯，给你脸，你不要是吧？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你配吗？第62，抱歉，陈先生就是我们的老板。陈木脸色一沉，不过一个瞬间，仿佛整个包厢的空气都凝固了一般。冷，刘凯等人居然感觉浑身一抖，似乎被一股寒气给笼罩了。气势？难道这是陈木的气势？这不是那种常年久居高位的上位者才能够展现出来的强大气势吗？他陈木何德何能，会有如此强大的气势？错觉，一定是错觉。砰！刘凯一拍桌子，直接站了起来，指着陈木冷声说道：“陈木，到底是特么谁给谁脸了？邀请你来，是特么给你面子，你别不知好歹。怎么着？看老子现在有钱，有牌面，还把你的女人搞到手了，你特么嫉妒我是不是？”听到这话，陈木冷笑一声，道：“第一，她不是我的女人，最多算是前女友；第二，我今天会来，才真的是给你面子；第三，今天真的是你安排的吗？”服务员，陈木没有多说废话，直接将服务员喊了进来。服务员进来之后，刘凯也是脸色阴沉，直接说道：“服务员，叫保安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这是我订的包厢，这里不欢迎他。我特么跟你说话呢，你特么听不见吗？你们经理是谁？我要投诉你！”见服务员不搭理自己，反而径直向着陈木走了过去，这让刘凯感觉很没有面子。陈先生，请问有什么吩咐？服务员的一句话让在场众人都是心头一震。陈先生，服务员对待陈木的态度怎么会是这样？不管是称呼还是态度，明显有些与众不同。你知道我是谁，对吧？陈木笑着问道。是的，能够为陈先生服务，是我的荣幸。服务员恭敬地说道。荣幸？他居然说能够为陈木服务，是他的荣幸。陈木到底是什么人？他刚才说这包厢是他安排的，饭菜也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安排的，你告诉他，是这样吗？陈木冷笑着说道。听到这话，服务员对着陈木微微一笑，随后看向刘凯，这位客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但你是谁我们不知道，也不在乎。安排这个包厢和饭菜完全是看在陈先生的面子上，还有陈先生才是我们真正的大老板，盛天集团也是他的。服务员的一句话，别说是刘凯，陈木都有些没想到，叶诗雨这丫头还真是敢安排啊，不声不响的就让自己成为了盛天集团的老板，可自己没签什么股份转让协议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陈木怎么可能是你们的老板？盛天集团怎么可能是他的？我要是没记错，盛天集团的董事长和总裁都姓叶，不姓陈。刘凯不敢相信，更加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假的，一定是陈木花钱请这个服务员陪他演戏。对，一定是这样。卢玲玲此时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木，她完全没想到陈木才是那个真正的隐藏大佬。盛天集团，这可是盛天集团啊，在盛天集团面前，刘凯算什么？刘家算什么？不过就是路边的一只蚂蚁罢了。所有人看向陈木的目光都已经发生了转变，震惊、惶恐、不安和紧张。想到刚才不断的嘲讽陈木，他们现在恨不得找块豆腐一头撞死。妈的，自己到底都干了什么？嘲讽盛天集团的老板？陈木，你不要以为收买了一个服务员就真的能够蒙骗在场的所有人。大家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什么家庭，什么条件，没有人比我们更加清楚。你是巨顶阁大老板，盛天集团是你的，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吹牛也要有一个限度，别把牛皮吹破了，崩死自己。刘凯的话让众人也反应了过来。对啊，陈木才22岁，就算他大学时期就开始工作，甚至是创业，短短几年时间能够将盛天集团这种百亿集团收入囊中，这特么简直不要太离谱。卧槽，我刚才差一点就相信了，
我也是，这太可怕了。陈木居然什么牛都敢吹，死要面子活受罪罢了。装这个逼有什么用呢？大家又不会相信。唉，就算是想要吹牛，也吹得真实一点啊。盛天集团，这太离谱了。陈木，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呀。好好一场聚会，搞成这样算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要是不想参加，也没有人逼你，你不来不就行了吗？故意过来捣乱的是不是？前一秒还在后悔得罪了陈木，可刘凯说完那一番话之后，他们就瞬间有了底气。刘凯看到大家的反应，也是得意的一笑。没错，这才是应该有的画面，他才是这里的主角，怎么可能让陈木这小子几句谎话就抢了风头？服务员，他给你多少钱让你帮着他骗人？你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我给你双倍，你觉得怎么样？服务员仿佛看着傻逼一样的看了刘凯一眼。说谎？陈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可以让人将他们赶出去，并将他们所有人都拉入黑名单。我们盛天集团旗下的饭店、酒店都不会允许他们进入。卧槽，还装？没完没了是吧？妈的，你牛逼！你今天就把我赶出去，把我们所有人都拉入黑名单，我特么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刘凯认为陈木绝对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心里面一点也不害怕。听到了吗？我的老同学已经说出了他的心愿，满足他。陈木淡笑着说道。好的，陈先生，我知道怎么做了。服务员点了点头，随后转身走出了包厢。看到服务员离开，不少人都开始有些心慌了。这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是演戏啊？演？你就接着演。陈木，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怎么收场。刘凯看着陈木，眼神充满了不屑。陈木也没有想到，这刘凯到了这个时候居然还这么嘴硬，是不是演戏？真的看不出来吗？刘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看穿了一切？我原本真的没打算跟你这种人计较，因为你还不配。但既然你这么喜欢存在感，我可以满足你。告诉你，我不仅可以将你们赶出去，我一句话同样可以让你刘家破产，滚出天海。第63，你也是武者。陈木在这一刻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霸道总裁都喜欢这样的说话方式，因为说完之后确实很爽。陈木表现得十分淡定，越是如此，越让刘凯心慌。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他还能够保持这样的从容，难道自己猜错了？陈木真的不是曾经的那个他了吗？刘凯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其他人？他们针对陈木，无非就是想要巴结刘凯罢了，并不是真的和刘凯关系有多好。可如果陈木拥有比刘凯更强的实力，那岂不是拍错了马屁？王伟这个时候又一次站了出来，发挥着自己老好人和稀泥的本色，想要再次把事情平息下来。陈木，你看大家都是同学，何必闹得这么僵呢？刚才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就这么算了。怎么样？你现在如果真的是盛天集团的老板，那你也是大人物了，何必跟大家过不去？你说对不对？王伟笑着说道。陈木似笑非笑的看了王伟一眼，笑着说道，现在想起来是同学了，你倒是会当老好人。刚才他们针对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说一声？大家都是同学，你们想要巴结刘凯，想要讨好他，我不反对。可你们想要踩着我去巴结他，那你们就应该想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是不是你们能够承担的？话音刚落，包厢的门被打开，一群服务员直接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慌了，因为他们知道陈木真的不简单，并不是刘凯所说的演戏。演戏能特么让整个巨顶阁的人配合演，刘凯都特么做不到吧？你们是自己走，还是让他们动手？听到陈木的话，那些同学一个个尴尬的站了起来，看向陈木的目光满是恐惧。所有人都清楚，陈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陈木了，他们谁都得罪不起。先前陈木给过他们很多机会，但陈木的沉默换来的是他们的变本加厉。既然给脸不要，那就不给了。众人看着陈木，想要说些什么，最后却只能够低着头，选择主动离开，算是保留最后一点面子。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场聚会最后的结局会是这样。刘凯此时看向陈木的目光十分复杂，愤怒、不甘、仇恨、羡慕以及不解。他不懂，更不明白陈木到底这些年做了什么，怎么会摇身一变就成为了自己连仰视都没有资格的人？为什么？让我死也死个明白。你到底是谁？你不是陈木对不对？你只是长得和陈木很像对不对？陈木不可能这么厉害，绝对不可能。刘凯看着陈木，完全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切，似乎想要从陈木这里得到一个能够欺骗自己的借口。你想多了，我就是陈木，
滚吧！刘凯还想要继续质问，却已经被那些服务员架起来带了出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直到了现在，刘凯依然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口中不停地叫喊，直到被人扔出了巨顶阁，依然无法接受现实。陈木，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普通。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都放不下你，你对我也还是有感情的，对不对？我知道，你一定对我有感情的，我懂你。其他人都走了，卢玲玲却一脸兴奋地来到了陈木的身边。刘凯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完全不在乎了，面前的陈木才是他真正的良配啊！有钱，长得还帅，最主要的是太他妈霸气了。而且他相信，两人当年也算是彼此的初恋了。他不相信陈木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没有，订婚的时候为什么不来？为什么逃避？一定是心里在意才会这样。你想多了。陈木看了卢玲玲一眼，语气冷漠地说道。陈木没有多看卢玲玲一眼，转头看了看苏雨桐，问道：走不走？走。苏雨桐笑着点了点头，看着陈木离开的背影，卢玲玲并不生气。在她看来，陈木心里面一定是生自己的气了，气自己为什么要和刘凯订婚，气自己刚才为什么没有帮他说话。既然生气，就说明在乎。对，一定是这样。想到这里，卢玲玲的脸上出现了得意的微笑。就知道你对我还有感情，陈木，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我的身边的，一定。卢玲玲心里面怎么想，陈木并不关心，毕竟他不认为自己和卢玲玲之间还会有任何的交集。不过对于身旁的这个苏雨桐，陈木倒是好奇得很。他的出现本身就有点不正常，更不正常的是他的身份。去哪？要不要我送你？我今天刚到天海就来参加聚会了，还没有住的地方，要不去你那？听到苏雨桐的话，陈木略微有些诧异。住自己家？这苏雨桐什么意思？开个玩笑，我一会直接开车回去了。陈木，没想到几年没见，你现在不简单啊。见陈木不答话，苏雨桐笑了笑，直接转移了话题。不简单吗？你也不简单吧？没想到我当年的同桌还是个武者，年纪轻轻就是内境了。苏雨桐是一个武者，这是在陈木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的事情，只不过在包厢里面的时候人多，陈木自然不可能当面说出来。你知道我是武者？你难道也是？苏雨桐没想到陈木居然看穿了自己武者的身份和实力，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陈木的实力比自己还要强。可他清楚地记得，高中时期的陈木就是一个普通人，难道大学4年的时间，陈木就成为了武者，并且实力突飞猛进，超越了自己？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实力很强的武者，陈木笑着说道。实力很强？有多强？苏雨桐有些好奇地问道。多强？我目前为止不知道这天下有没有我的对手，当然也可能有强者存在，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陈木的话如果被旁人听到了，一定会对他嗤之以鼻。小小年纪，口气倒是不小，但在苏雨桐的认知之中，陈木好像还真不是一个随便说大话的人。难道他真的这么厉害？如果我没有记错，天海市最强者就是武者协会的会长，实力在化境巅峰。你目前为止没有遇见对手，岂不是说你是宗师？苏雨桐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木，这绝对超出了他的想象和认知。错，我说的没遇到，包括天海，但不限于天海。第64你不动，那我动，包括天海，但不限于天海。原来他说的天下居然真的是普天之下吗？那他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苏雨桐盯着陈木仔细地观察了一会，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到的只是平静。他难道真的没有说谎？不可能，他应该只是在开玩笑。不过就算是宗师境界也足够夸张了。苏雨桐不否认，自己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故意扮丑，不想要引人注意，但对陈木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同学情谊的。毕竟陈木是整个班，甚至是整个学校不会用有色眼镜看他的人，这一点难能可贵。所以这一次过来参加聚会，主要目的也是想要见见陈木。如果对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可以帮助陈木一下。但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陈木如今的变化这么大。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很强。或许在别人眼中，钱代表一切，可苏雨桐身为武者，出身武者家族，他很明白，拥有绝对的实力才代表着一切。以你的实力，为什么会留在天海？你的舞台不应该在这里。苏雨桐不解地问道。我家在天海，
不在这里在哪里？陈木笑着问道。陈木的话让苏雨桐无法反驳。是啊，家就在这里，还能去哪呢？行吧，那我就先回去了。以后要是来了魔都，记得给我打电话。对了，你为什么一直不看信息？打电话也不接？你换电话了？苏雨桐好奇地问道。陈木确实已经很久没有点开那些软件去看信息了，电话倒是没换。仔细一想，好像在未接来电里面真的有苏雨桐这个名字，电话没换，可能这段时间未接来电太多，我没怎么注意，以后去了魔都一定给你打电话。陈木笑着说道。行，那老同学再见了。苏雨桐并没有久留，离开了聚顶阁之后，不过闲聊几句，他就开车回了魔都。陈木回家的时候，叶诗雨两个人也刚进门不久，看着他们这大包小包的东西，陈木十分好奇，两个女人究竟哪来的这么多力气？哥，你回来了，你不是晚上有事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看到陈木回来，陈星笑得很开心。虽然刚回来不过短短2天，但他的心态已经好了很多。原本有事，现在没事了。今天怎么样？玩得开心吗？陈木问道。开心，诗雨姐姐今天带我去了好多地方，不过明天开始就要学习了，应该暂时不能出去玩了。虽然出去玩很开心，但陈星也发现了自己懂得太少了，往往都会闹出来很多的笑话。原本就对知识十分的渴望，现在更加坚定了他要好好学习的想法。劳逸结合，别让自己太累了，适当的休息还是可以的。知道了哥哥，那我先把东西拿上去了。陈星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开始搬运自己今天收获的战利品。怎么样，聚会开不开心？叶诗雨笑着调侃道。开不开心？你难道不清楚吗？我很好奇，我什么时候成了盛天集团的老板了？陈木笑着问道。听到这话，叶诗雨得意的一笑，说道，我的就是你的，所以你是老板，这并没有错啊。对盛天集团，你拥有一切支配权和决策权，你不是老板，谁是老板？不过我今天的安排还满意吗？原本我是打算再叫一些人的，不过我怕你嫌麻烦，就没安排，要不然场面应该会更壮观一点。再安排一些人，你不会是想要把天海市有头有脸的人都叫过去吧？原本确实是这么打算的，但你的性格应该不喜欢跟他们多打交道，所以就放弃了。叶诗雨好在没有这么安排，不然的话陈木真的会感觉烦，毕竟他跟这些人也不认识，何必欠人情呢？况且对付刘凯这些人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一个盛天集团就足够他们吓尿了。做得不错，得到陈木的肯定，叶诗雨十分开心，随后一脸妩媚地问道，那要不要奖励一个？又来？别闹。陈木有些无语，刚以为他正常了，没想到马上就犯病。你看，好久没亲热了，来亲一个。等等，什么叫好久没亲热了？咱们亲热过吗？那要不然今天晚上好好亲热一下。哎呀，别紧张嘛，来，快到姐姐碗里来。这段时间叶诗雨确实没有找到机会调戏陈木，心里面要说不着急那是不可能的。陈木这么优秀，自己下手慢了，说不定就被谁给拐跑了。看着一副要将自己吃掉模样的叶诗雨，陈木有些无奈，怎么感觉她一个女人比自己一个老爷们还要色急？唉，优秀到这种地步，陈木也有些愧疚，这让其他男人情何以堪呢？这该死的魅力！行了，别闹了，来人了。来人了。叶诗雨嘟着嘴，郁闷地说道，哪来的人？你就是想要逃避，我不管，必须亲一个。你不动，那我可动了呀。瞧瞧，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真来人了。陈木无奈地说道。我不信，快！陈星现在不在，赶紧亲一个，亲完我就……叶诗雨一边说一边向着陈木走了过去。可话还没有说完，人也没走到陈木面前，门铃居然响了。妈的，是谁打扰老娘好事？叶诗雨现在的心情很差，十分的差。刚才向着陈木走的时候，陈木并没有躲，也没有回房间，说不定这一次就可以亲到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居然有人按门铃。妈的，老娘明天就把门铃卸了。叶诗雨打开门的那一刻，戾气极重，那目光看着好像要杀人一般。诗雨姐姐，你怎么了？看到这样的叶诗雨，江可可被吓了一跳，差点直接转身逃跑。好恐怖的女人！可可，你怎么过来了？嗨，那个没什么，刚才
那个你过来干什么？叶诗雨看到是江可可，瞬间收敛了一下自己的力气。哦，我来找陈木哥哥有事。你真的没事吗？江可可疑惑地问道。没事，先进来再说吧。叶诗雨尴尬地笑了笑，随后带着江可可回到了别墅之中。找我有事？陈木看着江可可问道。陈木哥哥，我爷爷想要请你去一趟，不知道你方不方便？第65四大家族邀请。江老爷子，你爷爷找我有什么事？陈木问道。这个我也不清楚，我爷爷只是叫我过来请你，说是有重要的事情，他没有跟我说太多。好像除了我爷爷，还有唐鹤年的爷爷，还有2个老爷爷，我不认识。听到江可可的话，陈木猜测，这4个人恐怕就是天海市4大家族的4个老头子了。他们4个聚在一起，还要邀请自己过去，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现在吗？陈木问道。就现在。好，那我就跟你过去一趟吧。见陈木答应了下来，江可可也是松了一口气，脸上的紧张消失不见，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去吧，不过你刚才欠我的东西，我给你记着，以后一起还。叶诗雨看到陈木看向自己，于是直接回复了一句：欠的东西还特么记着？这个女人不愧是做生意的。陈木无奈地笑了笑，随后坐着江可可的车前往了江家的庄园。此时江家庄园之中，江老爷子几人坐在一起聊天喝茶。唐老爷子笑了笑，问道：怎么样，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初没有让你们江家的人习武？后悔吗？或许有吧，但江老爷子真的已经厌倦了武者的世界。其实这么多年过来了，我早就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野心。我希望的只是让江家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这总要有一个过程，熬过去就好了。江老爷子感慨道。所以你把希望放在了那个叫陈木的年轻人身上，他真的有那么强吗？唐老爷子对于陈木也十分的好奇，虽然从来没见过，但唐鹤年那臭小子天天嚷嚷着要给陈木当小弟，他想不知道都难。我说老江头，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你说那个叫陈木的小子有宗师境界的实力，我调查过他，太普通了，而且才22岁。你真的确定他是宗师境界吗？天海4大家族之一周家的老爷子对于这件事情一直心存疑惑。就以他调查的情况来看，陈木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宗师境界的强者。老周头，我知道你的脾气，不过我劝你最好收敛一点。魏明礼在陈木面前都不敢大声喘气，江老爷子沉声提醒了一句。他们对陈木不了解，但是魏明礼他们知道啊。虽然说刚刚突破到化境不久，但身份可是天海市武者协会的副会长。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收敛一点。周老爷子笑着说道。江老爷子看了对方一眼，也不在乎他到底放没放在心上，毕竟自己已经提醒过了，到时候要是真得罪了陈木，他也没有办法。好话难劝，该死的鬼。老江头，这次的事情对咱们来说都很重要，如果这个陈木真的是宗师境界的话，你确定他会帮忙吗？这样的人一定有自己的性格，不会说帮忙就帮忙吧。一直没有开口的程家老爷子此时眉头微皱，心中隐隐有些担心。听到这话，江老爷子的表情也变得凝重了起来。对方担心的事情也正是他所担心的，和陈木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交情，要说有，那也只是他欠了陈木一个人情，人情还没有还给人家，就又要请人家帮忙。我也不清楚，但这一次的事情恐怕只有陈木才有资格帮忙。唉，谁又能够想到当年那家人居然还有人逃出升天，时隔这么多年又跑回来报仇，如今我们4大家族联手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江老爷子无奈地说道。武者协会呢？这件事情他们应该出面才是，虽然当年是我们4大家族动的手，可原因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武者协会有责任出面。周老爷子冷声说道。提起当年的事情，4大家族并不后悔，但这并不完全只属于他们的事情。武者协会虽然成立的要晚一些，可于情于理他们都有责任帮忙才对。武者协会那边我自然是和他们说过了，魏明礼只是副会长，做不了主，而且他的实力改变不了什么。傅国红的态度有些摇摆不定，我怀疑傅国红感觉自己也不是对手，就算是出面也改变不了什么。而且武者协会总部那边一直在忙着古神教的事情，分身乏术，我们的希望目前来说只剩下陈木了。对于这个情况，4大家族的人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些怨气。当年的事情他们可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最后的结果
居然要让他们自己承担。虽说当年他们心甘情愿，甚至是主动要做这件事情，可现在这种局面，也不免有些寒心。希望陈木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吧，这样他帮忙的可能性或许会大一些。江老爷子无奈地说道。正说这话，江可可带着陈木已经出现在他们4人的视线之内。见陈木出现，江老爷子十分的激动，连忙站了起来。陈木，你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江老爷子将身边的3人给陈木介绍了一下。陈木面带微笑，一一点头回应，倒也让其他3人心中好感大增。没别的，年轻人懂礼貌，而且还是一个有实力的年轻人。他们见惯了太多有点实力、有点背景就眼高于顶、不可一世的人了。和那些人相比，陈木真的算得上是一股清流。同样有实力，看看人家陈木，多有亲和力，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绝对不是那些人可以比拟的。可可，你先回去休息吧，我们有事情要谈。哦，那几位爷爷，陈木哥哥，我先走了哦。江可可知道大家有事要谈，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身离开了。江可可离开之后，陈木看着江老爷子几人问道：“这个时间把我叫过来，有重要的事情吧？我这人喜欢直接一点，有话就说。”听到这话，江老爷子深吸了一口气，随后说道：“陈木，这一次请你过来，是想要求你救救我们4大家族，救救4大家族。这什么情况？第66，又是60年前的事。”陈木知道江家有仇人，毕竟和江家老爷子认识，就是因为他被仇家打伤。可现在这情况看起来，不只是江家老爷子，4大家族都有仇人，不会还是同一个仇人吧？那这事可就有点意思了。你们4大家族拥有同一个仇人？陈木问道。没错。那为什么受伤的只有你一个人？陈木有些好奇地问道。如果是同一个仇人，不可能只找江家麻烦，不找另外3家吧？这说不通，因为我江家最弱。江老爷子无奈地苦笑一声。为了慢慢脱离武者这个世界，江家目前只有一个武者，就是江老爷子。可他又怎么会想到，当年居然还有仇人存活了下来，并且找上了门。其他3家因为家族之中还有其他武者，所以那3位老爷子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已经休养的差不多了。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上一次你们的仇人其实是同时对你们4大家族出手了。我说，你们和对方到底有什么仇？不会是你们4大家族当年灭了人家的家族，现在后人回来报仇吧？说到这里，陈木从他们的表情之中就看得出来，自己似乎猜对了，还真就是这么狗血的剧情。如果是这样，人家报仇也算是天经地义。你们当年灭了别人的家族，现在被报复，很合理。陈木淡淡的说道。陈木很清楚，这些人叫自己过来，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他们抵挡住仇人的报复吗？可陈木不认为对方的行为有任何的问题，换了自己也得报仇，这毕竟是灭门之恨，仇深似海。如果当年我们4大家族只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霸占他们谢家的一切，才出手灭掉谢家，那现在被人上门寻仇，我们无话可说。但当年的事情，我们并非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难不成你们还是为了正义？陈木笑着问道。不错，正是如此。看到这4人认真的表情，陈木愣住了。真的是为了正义？4大家族难道还是正道的光？那这谢家是作恶多端，恶贯满盈？陈木好奇地问道。通敌叛国，这还不够吗？此话一出，陈木的表情也认真了起来。如果是通敌叛国，那可真的比恶贯满盈还要可恶。这特么不灭他们，难道还留着？况且还特么有脸回来报仇？谢家因为通敌叛国，所以被你们4大家族联合灭掉。如今他们后人回来报仇，那武者协会按理说应该出面吧？傅国红怎么不在？陈木皱着眉头问道。唉，傅国红的意思是，他来不来，恐怕都改变不了什么。总部那边又忙着古神教的事情，所以帮不上忙。距离对方找上门的时间还剩下3天，我们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听到这话，陈木眉头微皱。为什么是3天之后？对方的实力既然很强，为什么要在3天之后出手？甚至还通知了你们，就不怕你们搬救兵吗？陈木不理解对方的行为，哪里会有人要报仇？先告诉对方日期的，是害怕对方不跑，或者不找帮手，又或者说对方有绝对的信心，就算是找了帮手，也阻止不了他。因为3天之后就是50多年前
谢家被灭门的日子，50多年前。好家伙，居然是50多年前的恩怨，这人够能隐忍的，这么多年了才来报仇。我很好奇，当年的谢家到底是怎么通敌叛国的？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陈木好奇地问道。听到陈木的话，江老爷子几人的表情都充满了愤怒。谢家所做的事情，就算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依然无法原谅。这件事情跟60年前的一件旧闻有关。那个时候，我们的年纪其实不大，但对于帝都陈家，心生向往，充满了敬佩。陈家更是在60年前独占5国强者，为龙国抵挡住了来犯之敌，最终落得一个无人生还的下场。陈家乃是我们武者家族的楷模，是我们所敬仰的存在。可当时有一件事情，让所有武者家族有些不理解，甚至是想不通。陈家的实力不应该在那一场大战之中拼得如此惨烈，所以就对此事展开了调查。这一调查，说到这里，江老爷子愤怒的脸色通红，其他3位也是如此。陈家还和自己一个姓，真是有点子缘分在。调查之后发现，谢家通敌叛国，出卖了陈家，可陈家在帝都，谢家在天海，两者之间实力差距应该不小吧？他们是怎么做的？陈木对此有些不理解。然而听到陈木的话，江老爷子摇了摇头。随后一旁的周老爷子说道，用了几年时间，确实调查出来了一些猫腻，但不是谢家。龙国有几个武者家族被敌国收买，把陈家的行动路线泄露了。至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我们倒不是很清楚，我们也只是听说了这个调查结果。也正是因为这样，陈家在迎战5国强者的时候，先是遭遇了埋伏，然后才被5国强者围攻，这才导致了陈家的灭门。而谢家是在看到这些武者家族被发现之后，做贼心虚，打算逃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十分的敏感，谢家的举动太难不让人怀疑了。最后还真的就证实了，当年谢家也参与其中，被敌国收买。面对这样的人，我们4大家族怎么可能放任其离开？所以我们的父辈联手灭掉了谢家。听到这里，陈木也算是大概了解了当年的事情。不过有一点他想不通，埋伏一个强大的武者家族，这恐怕不容易吧？而且陈家这样的存在，怎么会轻易的被人洞察到他们的行动？而且还是外人，这里面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了。陈家的强者难道会发觉不到埋伏吗？按理说感知力应该不会这么弱吧？陈木皱着眉头问道。听到这话，江老爷子无奈苦笑一声，说道，陈木，你是不是忘了，这是个热武器时代，谁能想到这群人如此卑鄙，武者之间的对决居然使用了热武器。在陈家的必经之路布了雷阵，一颗地雷爆炸，同时会引动上百颗地雷，陈家的实力再强也扛不住啊。热武器，还真是差点把这件事情忘了。这事毕竟是60年前，不是600年前。不过有件事情我还是想不通，除了陈家自己人，谁还能够获悉他们的行动路线？外人恐怕就是想尽办法都无从得知吧。陈家内部恐怕有问题。第67威胁我，那就把命留下吧。静！四周的空气仿佛都被凝固了一般。陈木的一句话让江老爷子4人的表情都变得凝重了起来。陈家内部有问题，陈家内部出了内鬼，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陈家，陈家啊，陈家的人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愿意相信，更不肯相信。陈木，你年轻，你不知道陈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我告诉你，任何人都可能出卖陈家，但陈家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没错，我也不相信陈家内部会出现这样的人，一定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泄露的，不可能是陈家人。江老爷子几个人的反应让陈木也是一愣，没想到这个陈家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居然这么高。他们究竟是真的不相信，还是不肯相信，不愿意相信？对此，陈木也并没有纠结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陈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60年，是不是有叛徒，和他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算了，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还是说回谢家吧。你们对敌人的了解有多少？陈木问道。听到陈木的话，江老爷子几人都是摇了摇头，毫无了解。但有一点他们可以肯定，对方的势力很强。从他们能够一次性派出来4名化境武者来看，恐怕高手不少。毕竟先前那一波袭击只是试探，或许他们也想要试探一下我们几家如今的实力如何。很显然，我们无法跟他们抗衡。3天前，谢家后人正式宣战，隐藏了这么多年，如今强势归来，看样子
对方也是有着绝对的信心。陈木对当年的事情一无所知，但谢家如果真的是那通敌叛国的人，陈木倒也不介意出手帮一帮。时间、地点，陈木淡淡的说道。听到这话，江老爷子几人都是心头一震。答应了？陈木这是答应下来了吗？江老爷子连忙将时间地点告诉了陈木，仿佛生怕下一秒之后陈木就会拒绝一样。对此，陈木也只是笑了笑。其实陈木压根就没当一回事，不管来人是谁，只要不是元婴之上，陈木就没再怕的。离开了江家之后，陈木又给魏明礼打了一个电话。虽然知道江老爷子这几人不敢骗自己，但他还是要确认一下，这些人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从魏明礼那里得知，当年的谢家确实通敌叛国，陈木这才没有了任何的顾虑。只不过，陈木心中却有着另外一个猜测：古神教出现不久，谢家的后人就出现了，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但时间上似乎有些差距。谢家是50多年被灭，而古神教对付武者协会的事情发生在30-40年前。没想明白，陈木索性也就不再去多想。陈木不过一个瞬移，下一刻就已经回到了紫禁城。刚回到紫禁城，陈木不由得眉头一皱。武者在紫禁城附近居然有一个化境巅峰，还有一个内境巅峰的武者。陈木在紫禁城住了也有一段时间了，还是第一次发现这里有武者存在。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叶诗雨的别墅身上。天海只有一个化境巅峰，那就是傅国红。很明显，这个人的气息和傅国红完全不一样。两位有事吗？下一刻，陈木已经出现在这两人的身后。陈木的突然出现让两人都是心头一惊，尤其是那化境巅峰强者，完全没想到居然有人无声无息的来到了他们身后。如果刚才对方动手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两人猛地回头，眼神之中充满了警惕。陈木也向两人看了过去，一个年轻人外加一个老头，有点意思。陈木看得出来，这两个人老者的实力强，但那个年轻人的地位更高，这一点从他们的站位就看得出一二。你是陈木？年轻人的一句话让陈木也有些意外。他认识自己，可陈木很清楚自己和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否则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是。你是谁？陈木问道。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就足够了。没想到你居然有点本事，能够悄无声息的来到我们身后。不过这样的本事也就适合干点小偷小摸的事情。告诉你，离苏雨桐远一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苏雨桐？这人是为了苏雨桐来的？有病吧！老子特么这么多年了，就今天下午才见了他一面，还特么不是自己故意约的。你过来找什么存在感？陈木感觉有些无语，这人脑子绝对有点问题。少爷，我有点看不透这个年轻人，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一旁的老头小声提醒了一句。面对老者的提醒，那年轻人丝毫不在乎，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将陈木放在眼里。看到对方这表情，陈木就知道这是一个有点背景，眼睛长在了头顶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傻逼。在这种人的眼里，老子天下第一，老子的背景无敌，谁敢无视我，敢挑衅我，那就是找死。你刚才是在威胁我吗？陈木冷笑着问道。不错，我就是在威胁你。苏雨桐不是你这种人能够染指的，认清自己的身份。这一次只是给你一个警告，下一次别怪我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听到这话，陈木笑了起来。自己和苏雨桐之间是否还会联系先不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就敢跑到自己面前说大话，真当老子没有脾气的是吗？我很讨厌被威胁的感觉。这么看来，你们两个今天是没办法离开天海了。陈木淡淡的说道。威胁？他居然敢威胁自己，简直可笑至极。哈哈哈！你真的很可笑。你想杀我？你敢杀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还真是无知者无畏。看到对方猖狂的样子，陈木回了一个十分灿烂的微笑。年轻人身边的老者看到这个微笑，顿时心底一寒，连忙挡住自家少爷。下一秒，陈木已经出现在面前，而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完全不知道刚才都发生过什么。看着老者倒下，年轻人不由得心头一震。妈的，你搞什么鬼？给我起来！年轻人气愤地对着老者踢了一脚，发现对方却没有任何一点的反应。死了？难道真的死了？一个化境巅峰，无声无息的就被眼前这个陈木给干掉了。这怎么可能？他才多大，就拥有秒杀化境巅峰强者的实力？你还觉得好笑吗？陈木依然是面露笑容，
表情和善。你不能杀我，杀了我，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在这一刻，年轻人彻底慌了起来，实力不够，他只能够用自己强大的背影来进行施压。哦，是吗？可谁知道呢？第68，传承1000年的孙家。陈木的话让那年轻人彻底慌了。对啊，谁知道呢？毁尸灭迹之后，陈木不大声张扬，谁又知道这件事情和陈木有关？毕竟这一次来到天海，他并没有和家里面的人说，都是一些男女之事，说出来容易被教训。可他万万想不到，在天海这种破地方，居然还有如此强者，甚至做事毫不顾虑。虽说心中慌张，但他依然还是装作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气势上面绝对不能输，一定要震慑住陈木才行。哈哈，你当真以为你动手杀了我，真的会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吗？不怕告诉你，老子蜀道山。陈木眉头微皱，奇怪地看了对方一眼，冷笑着说道：“你特么蜀道几？关老子屁事！”陈木的话让对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愤怒，这愤怒的来源让陈木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再告诉你一遍，老子叫蜀道山，不是蜀道几。你知道我大哥？我特，这家人都特么什么鬼名字？蜀道3？蜀道几？这么随意的吗？傻逼，浪费老子时间！陈木没有多说废话，直接送他去见了阎王。简简单单的毁尸灭迹之后，陈木这才重新回到了别墅之中。一眨眼就是2天的时间。这2天，陈木的生活很简单，炼丹，仅此而已。不过如今丹药炼制的数量已经很多了，陈木不打算继续炼制洗髓丹和炼体丹。陈心这2天也一直都沉浸在学习之中。不得不说，陈心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唯一的缺点就是基础实在是太差了，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好在老师从陈心那里得知了他的经历之后，对陈心十分得同情，所以教得很认真。当然，这也离不开支付的薪水，过于喜人。哎，去哪搞点药材呢？长生堂有点名不副实啊。陈木不是不想炼制其他的丹药，可是他将药材的清单发给长生堂的经理之后，对方居然懵了。上面的很多药材他连听都没有听过，长生堂更不可能会有。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些药材或许存在，只不过在目前的医学上面并没有把它认定为药材，所以无从购买。这还是最简单的丹药所需要的药材，如果是那些灵草，想要获得的难度就更大了。问谁？叶诗雨一定不懂这些。江可可和唐鹤年这2人脑子不好，应该也不行。江老爷子这些人，对了，傅国红。突然，陈木想到了傅国红，身为天海市武者协会的会长，他知道的事情应该会多一些。当傅国红看到手机来电显示的时候，手也不受控制的抖了一下。陈木，傅国红和陈木就见过1次面，并不算了解，本能上对陈木是畏惧的。接起电话之后，傅国红小心翼翼地问道：“陈先生，不知道您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问你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地方能够买到一些市面上没有的药材，或者一些不常见的草药吗？长生堂就算了，没有我所需要的东西。”听到陈木的话，傅国红眉头微皱，市面上没有的，还要不常见的，这是打算做什么？研制药物吗？见对面迟迟不回复，陈木眉头一皱，问道：“你也不知道？陈先生，你让我想一想，这事情好像我还真知道一个地方。不知道陈先生听说过孙家吗？”孙家？这天底下姓孙的人太多了，自己哪知道是哪个孙家？没听说过。孙家也是卖药材的？陈木问道。算是吧，这孙家乃是药王后人，说起来算得上是唯一一个暴露在外的千年家族了。就连长生堂也只是孙家扶持的一个附庸而已。如果陈先生想要弄一些不常见的草药，或许孙家是一个选择。如果连他们都没有，那恐怕就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了。孙家，药王的后人，而且还是一个延续了1000年的家族，那对方或许还真的会有点东西。知道孙家在什么地方吗？陈木问道。这个我得问一下，我虽然知道孙家，可具体位置我并不知晓。陈先生，等我问出来之后，马上联系您，您看如何？傅国红问道。好，那就先这样。陈木也并不着急，反正就算要去，也得等明天解决掉4大家族的麻烦之后再说。魔都、蜀家，这都2天时间了，还没有联系上这个臭小子吗？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还敢搞失踪！他不是带着庞勋一起走的吗？
庞迅也联系不上。蜀道山失联已经2天了，这让蜀道山的父亲蜀美婉十分恼怒。对方在外面怎么胡闹都好，可他明令禁止过，绝对不能够搞失联这一套。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正是蜀家打算和苏家联姻的重要关头。身为当事人之一，他怎么能够搞失踪？小少爷是不是对这一次联姻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所以这才躲出去啊。不过小少爷虽然喜欢胡闹，但好像从来没有失联的习惯，况且身边还跟着庞迅，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们不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危险？听到这话，蜀美婉眉头一皱，这似乎也是一种可能性。不过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说法。放眼整个魔都，谁不知道他蜀家？谁敢动他蜀家的人？别说是魔都，就算帝都那些家族，恐怕也得考虑考虑这后果。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1天之内，我要知道这小兔崽子去了什么地方，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要是耽误了蜀家的大事，我扒了他的皮。蜀美婉冷声说道：是，我这就派人去调查清楚，绝对会把小少爷带回来。去吧。是。蜀道山的失联让蜀美婉十分恼怒，可事已至此，只能够先把人找到再说。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宝贝儿子早就已经下去见阎王了。第69，他怎么有脸来？哥，你忙完了？陈星从2楼走下来，正好看到陈木从房间里面出来。忙完了。今天学的怎么样？陈木笑着问道。还好，不过需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感觉时间有点不够用。陈星郁闷地说道。时间不够用？你很着急吗？我听说到了18岁的年纪就应该上大学了，我也想上大学，跟其他人一样。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陈星十分羡慕其他人能够按部就班的生活，这是他缺失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已经缺少了小学到高中的校园生活，大学或许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了。算算时间，距离大学开学好像也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想要在2个月之内将小学到高中的知识全部学完，这太困难了。不过看到陈星那么认真的表情，陈木觉得自己应该想想办法。看来还是得炼丹，增强记忆力、学习力的丹药。算了，还是等去完了孙家再说吧。想法虽好，可如果没有草药支撑，陈木也很难办到。除非他直接将所有知识一股脑的都传送到陈星的大脑之中，这样做的可能性有，可陈星的大脑恐怕承受不住。不用太着急，慢慢学，到时候哥一定想办法让你去上大学。陈木笑着说道。好，哥，我感觉你好像都2天没有从房间里面出来了吧？不饿。你都不用吃饭的吗？你房间不会真的有秘密吧？对于陈木的行为，陈星十分的好奇，毕竟在他看来，一个人就算再厉害，那也总应该要吃饭的才对。我在你们休息或者学习的时候出来吃了一点，学了1天怪累的。走，哥带你出去溜达一会怎么样？好啊。陈星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跟着陈木2个人走出去闲逛了起来。走了没一会，陈木突然眉头一皱，他怎么来了？哥，怎么了？陈星看到陈木突然停了下来，于是好奇地问道。星星，这段时间你一直没怎么和你爸妈相处，是不是对他们还有些陌生，还是心里面对他们仍然有些意见？陈木突然的话让陈星也是愣了一下。回来这几天，虽然偶尔也会和父母见一面，但聊得并不多，他们也不敢太热情。对于这个问题，陈星也思考过，一方面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另外一方面是觉得在叶诗雨这边住，人会更放松一些。毕竟父母每一次见到自己，那眼神之中的愧疚和心疼，就让他十分的紧张。再相处一段时间应该就好了。哥，你不会是怕我住在这，影响你和诗雨姐姐吧？陈星突然的一个反问，打了陈木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心中反而有些高兴，这丫头会开玩笑了。陈木笑着摸了摸陈星的头，随后说道：哥带你去看个热闹。关于你的热闹？关于我的热闹？陈星疑惑地看了陈木一眼，不过并没有追问，直接跟着陈木向着别墅区大门的位置走去。爸妈，你们难道真的这么狠心吗？你们居然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是不是我不一直在这里等着你们？你们打算这辈子都不见我了？我可是你们的女儿啊，你们难道就一点也不想我吗？孟青青怎么也想不到陈建军2口子会这么狠心，真的就不打算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孟家那边是混不下去了，孟青青绝对不会放过陈建军2口子。既然联系不上，那就来紫禁城。进不去别墅区，孟青青就在门口一直等，有人赶他，他就撒泼打混，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陈建军两口子实在是忍不了了，担心他再这么继续闹下去，被陈星之后了，影响他的情绪。两人没办法之下，只能够来到门口见了孟青青一面。听着孟青青的话，陈建军两口子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孟青青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绝对不会为了他再生出任何一丝的同情和不舍。孟青青，话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是孟家的人，和我们没有了任何关系，不要再无理取闹了。我们养了你18年，仁至义尽，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当初走得那么决绝，现在知道后悔了？你当我们陈家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陈建军冷声说道。爸，别叫我爸，我有自己的女儿。妈，我不是你妈。陈建军两口子这决绝的态度，实在是让孟青青没有想到。他原本以为，只要自己出现，只要他们见了自己，就一定会有转机。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好，我不是，我也不配。那叔叔阿姨，你们就当可怜可怜我还不行吗？我已经在孟家活不下去了，除了你们，没有人可以帮我，求求你们收留我吧。看在这18年的份上，你们难道就真的这么忍心吗？孟青青这一次走起了苦情路线，因为她知道这两口子的心很软，过于骄纵蛮横无理取闹，只会让他们厌烦。果不其然，孟青青发现自己说完这些话之后，养母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犹豫，虽然马上就消失不见了，但出现了就说明自己有机会。阿姨，青青，咱们的缘分已尽，我有自己的女儿，我很爱她，我不希望我对她的爱会被别人分走，你明白吗？你是孟家的女儿，不管怎么样，他们也不会不管你死活的，回去好好过日子，脚踏实地，比什么都好。三婶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和善，但陈建军就没有那么好的脸色了。你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他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他是那听得懂人话的吗？我告诉你，孟青青，我陈建军只有一个女儿，我们陈家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孩。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但你想要回到陈家，没门，我绝对不会给任何人欺负我女儿的机会，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听到陈建军的话，孟青青脸色雪白，心中更是充满了怨恨，但又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够隐藏在心里。叔叔，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我就是你们的女儿，你们陈家唯一的一个女孩不是吗？孟青青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虽然并不好看。你错了，陈家的女儿是我，不是你。第70，杀了吧。陈星原本不知道陈木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可当看到父母和孟青青的交谈之后，陈星明白了，此时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可怜的女孩，就是自己父母曾经的养女孟青青。父母的态度让陈星的心中满是感动，同时也生出了一丝愧疚，自己这段时间的行为确实对他们有些不太友好。而从叶诗雨的口中，陈星知道这个孟青青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在关键时刻，陈星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星星，看到陈星的那一刻，陈建军两口子都是一脸紧张，生怕陈星心里面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星星，你别怕，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女儿，她只是我们曾经的一个养女，我们不会让她回来的。三婶连忙安慰道。陈星看了母亲一眼，笑着说道：妈，我没事，放心吧。见陈星这么说，三婶这才松了一口气。孟青青此时脸色阴沉地看着陈星，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才过去没多久，他们竟然找到了亲生女儿。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你们怎么会找到她的？她是假的。妈，她一定是假的。孟青青情绪激动地大声喊道。闭嘴，你才是那个假的。还有，我不是你妈，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的女儿，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看到孟青青盯着陈星的目光充满了仇恨，三婶顿时脸色一沉，她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绝对不允许有人伤害自己的女儿。哈哈，好啊，你们真是好样的，我说你们怎么就和我断了联系，口口声声都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原来是找到了她，你们还真是好狠的心。孟青青咬牙切齿地说道。孟青青，当初心狠的人到底是谁？你比任何人都清楚，现在看我们陈家的日子过好了，就想要回来占便宜，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陈建军脸色阴沉地看着孟青青，一句话也不想要再跟他说了。星星，我们回家，不要理会这种人。等等，你们真的不后悔吗？你们如果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孟青青面目狰狞地咆哮着。哦，你有这个本事吗？陈木冷笑一声，目光冰冷地看着孟青青。陈木，
别以为你现在有钱就了不起，你们要是不给我钱，不让我好过，我就找媒体，找记者，我让他们曝光你们陈家找回了亲生女儿，就抛弃养了18年的养女。还有，她叫陈欣是吧？被卖了18年，我相信那些记者更好奇，她被卖到了什么地方，这18年究竟是怎么过的？到时候，我看你们陈家还能不能好好的过日子。我过不好，你们也别想过得安生。威胁？他居然敢威胁自己！听到孟青青的话，陈木突然笑了起来，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拿出来了自己的手机。看到陈木拿手机，孟青青还以为陈木要给自己钱，下一秒却发现陈木对着自己拍了一张照。什么意思啊？陈木，你干嘛？你没事拍我做什么？孟青青皱着眉头问道。没事，留个纪念，好走不送。说完之后，陈木带着陈鑫一家3口直接转身离开，丝毫不理会身后孟青青的咆哮。陈木，他不会真的去找记者吧？如果那样的话，对星星一定会有影响的。陈建军有些紧张地说道。三叔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这件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见陈木这么说，陈建军2口子也都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眼里，陈木有本事，有很大的本事，只要他说没问题，那就绝对不会出问题。几人刚走回到别墅门口，叶诗雨开着车也回来了。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好像看到孟青青了。你们都在一起，不会他来闹事了吧？叶诗雨下车之后，有些担心的看了陈星一眼。姐姐，我没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才短短几天，但我感觉我可以很平静的去看待所有问题。或许这就是你们带给我的勇气吧。陈星原本以为自己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才能够转变自己的内心，但他发现自己错了。大家的疼爱，大家对他的重视，给了他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任何事情。所以当孟青青出现之后，陈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而加重了自己对父母的感情。咱们星星真棒！叶诗雨笑着给陈星点了个赞。姐姐，今天晚上我想回家和父母一起住，可以吗？陈星的一句话让陈建军2口子激动的双手都在不停的颤抖。星星想回家了，星星愿意回家了。这么说来，星星是彻底的接受他们了吗？当然可以，都是你的家，想去哪住就去哪，想回来的时候就直接回来。叶诗雨笑着说道。知道了，哥，诗雨姐姐，我先走了哦。陈星站在父母中间，双手挽着2人的胳膊，一家3口的脸上都充满了幸福的笑容。只不过陈木发现，这丫头临走的时候，对着叶诗雨眨了眨眼睛。叶诗雨同样古怪地回应了一下。你们2个在打什么哑谜？陈木有些好奇地问道。秘密。走，回家吧，我亲爱的臭弟弟。叶诗雨笑着挽住了陈木的胳膊，随后2个人直接回到了别墅之中。刚刚回到别墅，陈木直接拿出手机，将孟青青的照片发给了刘志强，随后给对方打了一个电话。刚才我给你发了一个人的照片，他叫孟青青，杀了吧。是，陈先生。刘志强不敢怠慢，但感觉跟着陈木混之后，生活太他妈的刺激了，咋动不动就杀人呢？挂断电话之后，陈木发现叶诗雨在盯着自己看。看什么？怎么了吗？陈木不解地问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说杀人的时候太随意了，眼神淡漠，表情从容，就好像在说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样。就好像说，你吃了吗？对，就是这样。叶诗雨想了想之后说道。听到叶诗雨的话，陈木同样思索了一番，他也很清楚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变化。对于生命，陈木缺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了敬畏心。第71，自己给自己下药。当一个人的实力达到了某种高度之后，通常心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人命在他们面前不过是蝼蚁一般。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到一群蚂蚁搬家，可能会顺脚踩上去，更有甚者还会用力的碾几下，抬起脚，还会停留观看自己究竟才死了几只蚂蚁，最后留下一句才这么几只，然后转身走掉。在这么短暂的过程之中，踩死蚂蚁的人内心不会有任何的触动，甚至是毫无感觉。这就是双方差距所导致的后果。而如今的陈木就是踩死蚂蚁的那个人。陈木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情况是好是坏，但他知道一件事情，任何会威胁到自己，威胁到身边人的存在，都不应该让他继续活在这个世上。陈木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之后再去补救。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就算是，又有何意义？起码悲剧已经发生了，这一点是无法更改的。有些事情
习惯了，也就不在意了。听到陈木的话，叶诗雨点了点头，确实如此。就连他听到陈木刚才说的那3个字，内心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触动。孟青青罪不至死吧？会不会太过了一点？还不如直接送到国外，扔到一个矿山去，那里的矿工估计会喜欢，这样对他来说更残忍一点。叶诗雨想了想之后说道：不得不说，女人狠起来真的是让人胆寒。这种办法陈木都没想到，但叶诗雨想到了。果然，最了解女人痛处的永远都是女人。陈木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算了，免得以后出现什么变故。只有人死了才最安稳，我不会给他任何一个机会去伤害到星星。陈木对陈星的疼爱，说实话，叶诗雨是有点羡慕的。陈木对他的态度总感觉平平淡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没有一点浪花。叶诗雨也搞不懂，自己应该态度很明确了，他怎么就一点反应都没有？陈木，如果是我，你也会这样吗？叶诗雨有些紧张地问道。会。陈木毫不犹豫地回答，让叶诗雨心里一暖。不管怎么说，陈木还是很在乎他的。唉，好想被绑架，也体验一下被疼爱的滋味。想要被绑架？这都什么爱好？女人，停止你这个危险的想法，绑架并不好玩，尽量不要体验了。陈木无奈地说道。好吧，听你的。对了，好久没一起吃饭了，陪我吃个晚饭吧。也好。陈木答应下来之后，叶诗雨开开心心地跑到厨房去准备晚饭。今儿个老百姓啊，真呀，真高兴，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听到厨房传来的歌声，陈木整个人都骂了。你这唱的确定是同一首歌吗？怎么把每一句衔接上的？做个饭，至于这么开心？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一会，叶诗雨就做好了4菜1汤。饭菜很简单，不过陈木倒也是不挑，就是感觉叶诗雨这热情的劲头越来越不对劲了。来，先喝碗汤。叶诗雨热情地给陈木盛了一碗汤，一脸期待地看着陈木。这汤不对劲。陈木不用去检查，都看得出来汤有问题。陈木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果然里面加了料了。只可惜这种东西对陈木一点用处都没有。味道不错。见陈木将一碗汤都喝光了，叶诗雨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脸上的笑容更盛。好喝，那就多喝点。叶诗雨一边说，一边继续给陈木盛汤。要不你也喝点？啊，我就不喝了，我怕我受不了。什么？没什么。叶诗雨尴尬的摇了摇头，一时口快，差点就暴露了。可过了一会之后，叶诗雨发现不对劲了。这陈木喝了一碗又一碗，这汤都快被喝光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感觉怎么样？叶诗雨小心翼翼试探的讹问了一句。挺好的，喝点汤，胃里很舒服。陈木笑着说道。不应该啊，这不是说药性很猛吗？难道是时间没到？那就再等一会。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饭菜都凉了，可陈木怎么就没有热起来呢？你有没有那种身体很热很渴的感觉？没有，真的没有。好像是真的没有。陈木这一个大喘气，让叶诗雨刚刚激动的心瞬间跌落谷底。妈的，被骗了，难道买了假货？叶诗雨郁闷地将饭菜收拾好，从口袋之中将一个小瓶子拿了出来。看着手中的小瓶子，叶诗雨一脸的郁闷，刚想丢进垃圾桶，可想了想，又往自己嘴里倒了一口。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没用。喝完之后，叶诗雨也没有理会，而是自顾自的刷碗。可刷着刷着，叶诗雨感觉有点不对劲。热，好热，怎么突然之间身体这么热了？不好，这东西不是没有效果，这可怎么办？当发现身体情况不对的那一刻，叶诗雨瞬间慌了。他是想要给陈木下药，不是给自己下药啊。这应该如何收场，让陈木看到自己一会的样子？他不会。想到这里，叶诗雨突然笑了。自己在担心什么？不管是谁，只要药效有用不就行了吗？想着想着，叶诗雨感觉自己的意识已经开始有点模糊了。强撑着最后一丝理智，叶诗雨连忙从厨房走了出来。当陈木看到叶诗雨的情况之后，不由得满头黑线。这哪有给别人下药，自己中招的？这丫头脑子里面到底都装的是什么东西？陈木，我好热。叶诗雨的意识已经逐渐的消失，行为也变得更加的狂放，一边向着陈木走去，一边不断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到了最后，更是飞奔地跑向了陈木。看着飞奔来的叶诗雨，陈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走你！”陈木身影一闪，直接来到叶诗雨身后，一记手刀，直接打晕了叶诗雨。真应该把你刚才的样子拍下来，明天帮你回忆回忆。陈木笑着摇了摇头，随后将一丝灵力输入到叶诗雨的体内，帮他将药性彻底的清除。这么看着，确实挺漂亮。算了，送你回房间，好好睡一觉吧。第72，昨晚不会是挨揍了吧？啊，好痛！叶诗雨还没有睁开眼睛，就感觉到自己后脖子一阵剧痛，就好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伸手揉了揉，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不对，我刚刚不是……叶诗雨连忙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一眼窗外，发现已经是白天了，居然已经过去一夜的时间了。低头一看，衣服完好无损。怎么可以完好无损呢？这不就说明昨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大意了，看样子这修仙者的身体异于常人，普通的药物对他应该没有任何的作用。唉，真是一次失败的计划。可他这样也忍得住，这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叶诗雨很郁闷，这样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有男人能够把持得住自己。想来想去，叶诗雨感觉自己没问题，一定是陈木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下一次应该先帮他检查一下身体。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叶诗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陈木要是那么好搞定，恐怕也就不是陈木了。死！怎么会这么痛？王八蛋！陈木不会打我了吧？叶诗雨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中午，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在睡觉，另外一部分是在昏迷状态。另一边，江家庄园之中，4位老爷子都是紧张的一批，毕竟今天就是仇人找上门的日子了，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陈木说没说什么时候过来，他是先来这里，还是直接去决斗的地方？程家老爷子紧张地问道。不清楚，他没说，不过他说到时候让我们4个人出面就行了。看样子他似乎并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江老爷子说道，宗师境界的实力确实不弱，但也不能大意，起码从前面的试探来看，谢家恐怕也有不少高手，双拳难敌4手，大意的话恐怕会被人有机可乘啊。周老爷子担心地说道。话虽如此，但现在我们只能够相信陈木了。走，出发吧。江老爷子4人表情凝重，随后4人开了一台车，直奔着约定的地点去。爸，这就是当年我们谢家被4大家族围攻的地方吗？谢家村曾经谢家的大本营，也是谢家当年被灭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谢家村这里除了野草丛生、杂乱不堪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过去了50多年，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这里一直荒废，没有人开发。不错，这里曾经就是我们谢家的地方。当年我们谢家在这里被灭，如今就要从这里开始恢复我们谢家的荣光，先灭4大家族，然后掌控天海市武道。谢怀远嘴角浮起一抹冷笑，眼神充满了自信，丝毫没有将4大家族放在眼里，或者说整个天海的武道都不被他放在眼中。爸，为什么要约在这个时间？晚上动手不是很好一点吗？毕竟是白天，现在不是过去，容易多生事端。谢耀祖一直有些担心，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大白天的和4大家族约战，要是被发现了，或者有人不小心拍了下来，容易引起一些麻烦。这个地方有人会来吗？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况且当年4大家族围攻谢家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时间吗？我也要让他们体会一次什么叫做绝望。谢怀远冷笑一声，随后看了一眼时间，对于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江老爷子4人出现的那一刻，谢怀远眉头一皱，就来了4个老不死的，他们到底是自信还是认命了？江老爷子4人也有些惊讶，没想到谢家就来了2个人，一老一小。你们不会以为用你们的命就可以弥补当年的罪过吧？你们死了，我就会放过4大家族。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想多了。谢怀远冷笑着说道，你是谢家后人，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里。当年你们谢家通敌叛国，和其他家族一起参与了出卖陈家的事情，你们谢家是罪有应得。周老爷子冷声说道。哼，我不管谢家当年到底做了什么，我只知道谢家的事情是你们做的，那我就要灭掉你们。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我可以给你们最后10分钟的时间求饶、求救都可以，说不定我心情好了，
能放你们4大家族后人一马？谢怀远眼神之中满是戏谑，这是绝对实力带来的自信，让他有这样的心情去戏耍仇人。放你妈的狗屁！你当我们都是傻子？求饶？等会你别跟我们求饶就好。这4个人里面，周老爷子的脾气最暴，杀了他可以，求饶没门。输人不输阵，不管怎么样，气势上面绝对不能输，更不能让敌人看不起。哈哈哈！我跟你们求饶，你们配吗？谢怀远不屑地看了4人一眼，丝毫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在他的眼中，面前这就是几个死人而已。爸，还跟他们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直接杀了他们不就好了吗？谢耀祖有些搞不懂，几人是仇人，杀了就好，说这么多废话干嘛？难道杀人之前非得叙叙旧？都是仇人，有什么好聊的？小子，你这就不懂了吧？你觉得他们真的就只是4个人来的？他们一定找了帮手，我倒想要看看他们找的帮手是谁。谢怀远冷笑着说道。找了帮手，那就更不能等了呀。爸，如果真的是这样，赶紧杀了他们，否则帮手到了，闭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以前是这么教你的吗？慌慌张张，像个什么样子？放眼整个填海，有谁是我的对手？我只是想要一次解决，你懂什么？谢怀远冷声呵斥道。爸，是我错了，以您的实力，确实不需要担心。谢耀祖连忙低头认错。这还差不多。谢家父子2人是完全没有将江老爷子4人放在眼中，甚至就连他们可能找的帮手也一样。我没迟到吧？是不是你们来早了？陈木提前了几分钟出现在这里，没想到居然还是来晚了。这些人够守时的啊！陈木，你可算来了。第73一巴掌拍死。陈木的出现让江老爷子几人都是松了一口气，虽然刚刚4人表面上淡定，实则心里面慌的一批，他们也有点后悔，应该提前打个电话和陈木确定一下时间，一起来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可他们也没有想到，这谢家人来的这么早，按理说他们不应该踩点吗？这才显得装逼啊！刚才但凡谢怀远听了儿子的话，他们几个现在都没命了。别慌，这不是来了吗？虽然他们来的人不少，不过真没什么威胁。陈木淡笑着说道。来的人不少，江老爷子几人都是一愣，这不就2个人吗？你的意思是他们在暗中埋伏人了？这不至于吧？江老爷子不解地问道。毕竟谢怀远的实力很强，他一个人恐怕就足以对付他们4人了，还埋伏其他人做什么？多此一举不是？而陈木这一番话让谢怀远眉头一皱，看向陈木的目光也发生了转变。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年轻人，他还有些嗤之以鼻，可没想到对方居然发现了自己安排的人。小子，有点意思，说吧，跟着你来的高手是谁？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出来？躲躲藏藏的，有什么意思？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出来，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谢怀远冷声说道。听到谢怀远的话，陈木眉头一皱，自己被看不起了。他居然觉得自己发现那些人是有高手提醒的。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有什么强迫症吗？一定要等到约定的时间才动手？陈木好奇地问道。虽然约定了时间，可人都到齐了，还等个屁啊！早动手早完事，不是更好吗？哼，这是我谢家重回天海的重要时刻，当然需要挑选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况且早动手晚动手，结局都是一样的，让你背后的人出来。谢怀远冷声说道。听到这话，陈木赞同地点了点头。没错，什么时候动手都一样，不过我没工夫跟你扯淡。话音未落，陈木身影一闪，已经来到了谢怀远的面前。谢怀远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年轻人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砰！还没等到谢怀远反应过来，陈木一巴掌直接将他拍飞了出去。既然是谢家人，死在谢家，就算是你落叶归根了。陈木的行动太快了，快到江老爷子几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结束了。扑通！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谢怀远的儿子谢耀祖，对方毫不犹豫的直接跪了下来，看着陈木瑟瑟发抖。可怕，太可怕了！他他妈还是人吗？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把自己老爸给打死了。多谢恩人救命之恩，我其实并不是谢家的儿子，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他一直都在骗我，迫于谢怀远的淫威，我不得不遵从。其实我再就想要脱离他的掌控了。今天多谢恩人杀了谢怀远，让我能够逃出魔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谢耀祖的一番话让江老爷子几人都懵了。
什么情况？这尼玛的，刚才不还催着谢怀远杀了他们几人吗？这话你自己信吗？垃圾！陈木鄙夷地看了谢耀祖一眼，没有多说废话，直接送他下去见他爹去了。这就结束了？对了，他们不是在暗中还隐藏了人吗？江老爷子疑惑地问道。哦，刚才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些人，就顺手都解决了。行了，没啥事，各回个家吧，还等着我请你们吃饭。陈木笑着说道。这时候江老爷子几人才真正明白陈木的恐怖，让他们束手无策的绝境，在陈木这里就是2巴掌的事情。陈木到底是什么实力？太夸张了，我总感觉这谢家的背后还有人。这一次的事情恐怕并不是谢家报仇这么简单，要是能够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消息，也方便我们有个准备。江老爷子皱着眉头说道。听到这话，周老爷子几人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心中不免有些担心。